秦瑶光穿越过来，发现自己无痛当妈，还不止一个，共有5个。最重要的是，原主的记忆告诉他，通通都是外室的孩子，没有一个是他亲生。这是什么晴天霹雳般的剧情？在他眼前的正是这5个孩子，他们一字排开，跪在地上瑟瑟发抖。4男1女，一个比一个更瘦弱。公主姐姐呀，你也好心教导他们学习宫里的规矩，这么不识抬举，野种就是野种，上不得台面。轻蔑的声音响起，秦瑶光循声望去，是一名妆容清淡、衣着素雅的美妇人。她眉眼温婉动人，眼里却藏着刻薄的恶毒。她这字字句句看似为了秦瑶光着想，其实全是挑拨。那你说怎么罚？我自己来。说着，他从跪着的膝盖下方捡起一片锋利的白瓷片，握在手心，左手高举，对准掌心狠狠地划了下去。尖利的瓷片顿时划破了他的手心皮肤，嫣红的鲜血汩汩而出。趁着他苍白的手，竟有一种触目惊心的美感，而他自己就像完全感受不到疼痛，清瘦的小脸平静得近乎诡异，目光渗人。秦瑶光惊得倒退一步。疯子，都是疯子！谁来告诉他，整座公主府里究竟还有没有正常人？少年没有停手，瓷片继续往下滑去，所过之处血迹蜿蜒淋漓而下。够了！秦瑶光喝道：“住手！”少年这才扔掉白瓷片，鲜血沿着手指滴落到院子里的青石板上，好似朵朵血梅。三哥，你怎么样？在他旁边跪着的是一名7、8岁的小女孩，面黄肌瘦，是唯一一个看起来身上没有明显伤痕的。这会儿她正焦急地望着受伤的少年，想要上前看伤，却又慑于秦瑶光的淫威，跪着不敢离开半步。或许是眼前这一幕太过刺激，秦瑶光脑子里有一道闪电劈过。丫的，他哪里是穿越，他是穿书了。用瓷片划破掌心这一幕是书里的名场面呢。别看跪着的5个小家伙眼下惨兮兮，长大后这可是5个大反派。划破掌心的是老三，他最不得了。10年后他任职典狱长，是皇帝跟前最忠实的一条狗，权倾朝野，气焰滔天，残害忠良无数。唯一的女孩算是最单纯无害的，是日后的4皇子妃。喋血宫变当夜，是他用一根淬了毒的金簪将皇太后作为人质，逼着金无畏开了皇城大门。遍体鞭痕的老大沉默寡言，在战场上一往无前，却不懂得怜悯2字为何物，性情暴烈，战一城屠一城。他的手上沾满鲜血，对待将士尤为严苛，名号可指小儿夜啼，死于军中哗变。年纪最小的老5，因为在公主府备受欺凌而逃跑，经历一番死去活来的遭遇后，归来时成了江湖上最神出鬼没的毒医。对了，还有那名最没有存在感的老2，他看起来最普通最平庸，却是5人中的智囊，那场喋血宫变的策划者，最后的受益者，因为书中女主出卖了兄弟姐妹的人。最后的受益者，因为书中女主出卖了兄弟姐妹的人。秦瑶光狠狠地打了个寒战，5个孩子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秦瑶光在心里叹了口气，但凡原主长点心，不说对这几个孩子好，只要正常对待，给予温饱，他这后半辈子岂不享福？而且这5个孩子各有来历，根本就不是原主以为的那般，是燕长青养的外室所出。
在他们身上流淌的不是严长青的血脉。奈何作死，不作不死。秦瑶光记得，原主在书里活了好几十万字，最后被老二做成人质惨死时，书评区里那叫一个普天同庆，热烈庆祝。三哥，你醒醒！秦瑶光定睛一看，老三闭着眼睛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脸色苍白如纸，掌心的鲜血还未止住。此刻忽地跑来一个8、9岁的小女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奶声奶气的求情：长公主娘娘，求求你，先让我给她止了血再跪好不好？不愧是书中女主角，好人都被她给做了，坏人就是长公主。没错，求情的小女娃正是书中女主角周清河，她是穿来的。长公主娘娘，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跪着不起来。通常来说，只要她使出这一招，长公主就会答应。听到她磕头的响声，跪着的5个孩子都目露感激之色。伺候秦瑶光的邓嬷嬷对侍女使了个眼色，只要长公主一发话，就赶紧把周清河扶起来。萧氏母女和这5个孩子不同，是在博远侯夫人面前过了名路的。长公主不在乎名声，却在乎燕长青。行，那你就跪着吧。跟他叫板，能以势压人，何必斗智斗勇？秦耀光走到老三跟前蹲下，将他受伤的手翻过来，伤口很深，边缘处血肉模糊，还有细碎的瓷片嵌在里面，格外可怖。沸水、细布、酒、金疮药。他头也不抬的命令，老四就跪在晕过去的老三旁边。秦瑶光的靠近让他咬紧牙关，才克制住了心底的恐惧。当看见秦瑶光用了沸水的细布清洗老三伤口时，他更恐惧了。难道这个女人又想出什么新法子来折腾我们？难道这个女人又想出什么新法子来折腾我们？倒上去。古代的酒浓度不高，用来消毒应该够了。用量大，希望能冲走伤口里的碎屑，这样老三就不必再受一次把瓷片挑出来的苦楚。倒上去。老大恨得额角青筋暴起，他就知道这个女人没安好心。如果他只是一个人，早就跟这个恶毒的女人拼命了。可是弟弟妹妹都还小，二弟常常告诉他必须控制脾气，不要招惹来更大的祸端。老二垂了眼眸，跪着的身体一动不动，仿佛一切事情都与他无关。老五年纪小，现在还懵懂着，不知道即将会发生的事。邓嬷嬷蹲在地上，另外一名侍女白露扶住酒坛子，让坛口对准老三手掌心的伤口，哗啦一声倒了下去。满满一坛酒，足足倒了7、8秒才结束。白酒冲洗伤口有多痛？老三原本陷入昏迷，此刻如同案板上的鱼，整个身体呈现出不规则的剧烈抖动，呼吸急促。最先打破这份寂静的是老五的哭声，没等他恢复理智，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老四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搂在怀里，捂住嘴巴，在他耳边急促道：别哭，不能哭。老大攥紧拳头，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这个女人死无葬身之地。片刻之后，老三的身体才停止抖动，虚弱地睁开眼睛，看看手，再看看搁在地上的酒坛子，还有什么不明白？老三缓缓坐起，恢复成之前的跪姿。过来。老三不明白秦瑶光的意思，脸上露出一丝诧异，终于有了和他这个年纪匹配的表情。他起身走到他跟前，手给我。老三摊开那只受伤的手掌。院子里的所有人都神情紧张地看着秦瑶光。长公主，她究竟想要干什么？老三站得笔直，
在满院子人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的情况下，他脸上看不见任何不安，平静得让人心惊。秦瑶光在心里松了口气，从侍女端着的托盘里取过金疮药和细布，替他把金疮药涂在伤口上后，再用细布包扎好。好了，散了吧，本宫累了。一个个这都什么表情？他刚穿过来，什么都没搞清楚，就摊上这一大堆事，最心累的明明是他。好在她是长公主，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哎呦，我的儿啊，跪痛了吧？娘，我不痛，我这才跪多久，跟大表哥他们比起来算什么？还好今天长公主没有追究，还替三哥上药。老大哼了一声，别被他骗了，我们回去说。他吃过大亏，不敢在外面说秦瑶光的半点不好。长公主娘娘说她累了，今天应该都不会再找你们。他要不累，怎么会放我们走？老三忽然开口，明天还不知道有什么新花样呢。他们5个活得战战兢兢，就是长公主随意取乐虐待的工具。在那个恶毒女人眼中，他们根本算不上人。娘，博远侯夫人许久没来做客了呢，女儿瞧着长公主娘娘是觉着没意思了。老二开口道，萧夫人，您如果能请来博远侯夫人，我就把那个古香方子给你。哎呀，我一个双居之人呐，贪图你手头的方子做什么？老二也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来历，手里有些稀奇古怪的宝贝，这个方子他想要很久了。萧夫人说笑了，就当是谢过你们母女这几年的照顾。应该的，应该的。说完，萧氏拉着周清河朝着公主府的角门出去了。偌大一个公主府，亭台楼阁，雕梁画栋，无一不精，无一不美。可惜的是，主子只有岳阳长公主一人，奴仆再多也掩不住府里在深秋时的冷清寥落。一大群人跟在秦瑶光身后，簇拥着他走过游廊。只是秦瑶光高估了原主这副娇养惯了的身体，才走了没多久就有些喘不上气。见状，邓嬷嬷招招手，2名贱妇抬着软轿上前。不愧是公主，还真是享受。抬轿的贱妇一定练过，抬着秦瑶光健步如飞，4平8稳。公主殿下，您要去外院吗？不知道外院走上一圈需要多少时间？秦瑶光正犹豫着，一名下人来报：长公主殿下，博远侯夫人到门口了，刚递了帖子进来。博远侯夫人。秦瑶光回忆了一下剧情，心下了然，让他先去暖阁里候着，本宫去外院瞧瞧。驸马不在，外院有什么可看？贴身侍女对视了一眼，按下心底疑惑。往常博远侯夫人来的时候，公主生怕怠慢了半分，今天这是怎么了？被请进暖阁，博远侯夫人神色倨傲，拿起粉彩缠枝纹玉兰杯，浅浅抿了一口。长公主人呢？公主殿下今儿有了兴致，正在游园呢。侯夫人请稍坐。什么意思？你们公主府里连我都怠慢了吗？作为燕长青唯一的亲眷，他啥时候在公主府遭受过如此冷遇？想到萧氏来对他说的那些话，他越发笃定这个外甥媳妇是要不得了。他甩手刚走到暖阁门口，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秦瑶光坐在软轿上，高高在上的看着他，没有要下轿的意思。臣妇见过长公主殿下，殿下静安。侯夫人请起，不知道你来府上所谓何事？外甥媳妇，你都在忙什么呢？我都来了一个时辰，是不是这些没眼力劲儿的下人没告诉你？往日只要他一递上帖子，长公主就巴巴地迎在二门处。
一路上亲亲热热地挽着他走进来，好酒好茶招待着。临走时还会送上一大车时令瓜果绢帛之物，只为了让他在给外甥去信时多多美言几句。这点事都办不好，公主府里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秦耀光一见，这位侯夫人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连公主府上的下人都敢管。给我掌嘴！他随便找个小丫鬟做法子，是好叫长公主知道她自己是个什么身份，今儿竟敢给她立规矩了。跟着博远侯夫人的贴身大丫鬟珊瑚站了出来，捋起袖子就冲着那名站在后面的小丫鬟而去。小丫鬟吓得瑟瑟发抖，扑通一声跪下。白露姐姐，救救奴婢！侯夫人一进府，奴婢就通报了。没法子，白露只好咬咬牙，跪在博远侯夫人脚下。侯夫人息怒，此事原是奴婢的不是，与她无干。她在赌她是长公主身边的4大贴身侍女之一，博远侯夫人再怎么嚣张，也不敢对她下死手。见白露被逼得跪了，躬身站着的另3名侍女谷雨、春分双降，目光中都透出兔死狐悲的哀切之色。今天是白露，明天就会轮到他们，要怪只怪他们命不好，跟错了主子。哼，白露啊白露，这可是你自己找上门来，怨不得我。我原本只想教训教训一个小丫头。白露姐姐得罪了。慢着，外甥媳妇，你什么意思？事到如今，我在这府上连教训一个下人都不行了？我从小看着外甥长大，他在儿时就常说长大后要孝敬我。和公主成亲后，长青每次来信都会嘱咐他不在身边，就让公主替他尽这番孝心。若公主有行差踏错，让我务必不能袖手旁观。他张口就来，事实上远在边关的燕长青根本就未曾与他通信。哼，就凭这道不甚高明的 PUA 话术，能把原主一个堂堂长公主捏在手心这么多年，简直可笑。原主不愧是没有脑子的炮灰女配，谁都可以拿捏一番，身份再高也没用。臣妇作为长辈，有规劝之责。此番劝诫长公主殿下，女子为妻当柔家淑惠，侍奉长辈当孝敬顺从，方是长久之道。哦，秦瑶光睨了他一眼，慢条斯理道：按你的意思，本宫要把你当作先皇和宫里的皇太后一样来孝顺。摸清了对方底细，他懒得再绕圈子。博远侯夫人吓得一个机灵，他再怎样也不敢比肩先皇和太后娘娘啊！他砰的一声跪下。臣妇不是这个意思。这么一顶帽子扣下来，他哪里敢认？侯府是依赖皇帝才能生存的勋贵人家，给他100个胆子也不敢认下这个罪名。公主殿下明鉴，臣妇一番好意，是为了周全您和驸马爷的夫妻情分，万万不敢有任何越矩的想法。你不敢？你都敢在本宫面前责罚本宫的贴身侍女，你还有什么不敢？如此大不敬，如果不是你，那就是你背后的博远侯轻慢皇家。博远侯夫人一听，冷汗涔涔而下。大不敬乃10恶不赦的重罪之一，这可是死罪。公主饶命，臣妇绝无此意。他想不通，今天明明是他登门问罪，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来人，贱婢不守本分，不分尊卑，拖下去杖毙。珊瑚狐假虎威不是1天2天了，在书房里，原主最后被做成人质，就是他建议的。这种人留不得。殿下，救命啊！夫人，奴婢都是听您的吩咐，您不能不管奴婢呀。长公主明察秋毫，臣妇失仪，都是这个该死的贱奴给蒙蔽的。此言一出，伺候他的下人们极其心寒。很快，
院门外传来行刑声，板子击打在身上的闷响和着珊瑚的惨叫声，把跪在地上的博远侯夫人吓得魂不附体。家里出了刁奴，博远侯夫人难逃失察之罪。看在你是驸马爷长辈的份上，本宫暂且记下，切记事后谨言慎行，以免给博远侯府招来祸端。长公主殿下教训的是，臣妇受教。你们都退下，邓嬷嬷留下。是。坐。秦瑶光指了一个绣墩给他，邓嬷嬷施礼谢过，搬着绣墩到了秦瑶光跟前，浅浅坐了。邓嬷嬷，你是跟着我的老人了，我可以信任你吗？公主殿下，老奴的命都是殿下给的，您让我往东，老奴绝不敢往西。您要让老奴去死，老奴立刻找条白绫，不连累殿下。秦瑶光起身，双手虚扶将他扶起，叹了口气。嬷嬷，世人都道我风光，又有几人能知我真正的处境？你看这偌大的公主府，可有一个贴心的人？殿下，殿下，您受苦了。满京城都在说长公主的不是，可换了他们谁来试试？新婚当日，驸马爷连洞房都没踏进来半步，天一亮就领兵出征，一去就是10年。试问这满天下哪个新嫁娘受过这份委屈？人走了不说，还一个劲的往府里送外室生的孩子，最大的2个比他和长公主的婚期还要长上几岁，这是人干的事儿吗？博远侯夫人今日来，是不是萧氏母女的主意？殿下，您让他们散了之后，那2人就出了角门，老奴让人跟着，看着他们进了博远侯府。殿下，那母女2人居心不良，您可不能再收在府中了。唉，只要能让主子远着2人，就是老天开眼呐。邓嬷嬷，周清河还不满10岁，就这么多心眼，长大后还不知道会怎样。你想个法子，让他生上一场大病，把这母女2人远远的送走，越远越好。是，请殿下放心，老奴一定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她是从宫里出来的嬷嬷，手段心计一应不缺。是夜，周清河就发起了高烧。殿下，春桃院打发人来说，周清河得了疾病，浑身上下起了红疹，高热不退，求殿下开恩，让府医过去诊脉开方。哦，发生什么事？白日里不是还好好的吗？奴婢不知。既然如此，拿本宫的牌子去请上小儿科的太医来瞧。清河是周家后人，别怠慢了。既然如此，拿本宫的牌子去请上小儿科的太医来瞧。清河是周家后人，别怠慢了。是。唇份应了，心头迟疑着退了出去。听起来周清河的病情颇为凶险，既然不能怠慢，那不是应该赶紧让府医前去瞧病吗？怎么要舍近求远去寻太医？难道是殿下故意如此？他猛地打了一个寒战，忙制止自己再继续往下想，按命令行事。室内温暖如春，秦瑶光换好寝衣，坐在铜镜前。白露替他拆着发髻上的钗环，梳妆台前打开的妆帘匣子里珠光宝气。他打量着镜中的自己，灯下看美人，肤如凝脂，青丝如瀑，眉似黛，朱唇贝齿，身段纤浓合度，活脱脱一个浓颜系古典名艳大美人。秦瑶光把视线往下移，在胸前丰盈的曲线上停留片刻，心道：没想到姐姐我也有低罩杯的一天，看谁还敢嘲笑我飞机场荷包蛋。可惜呀，那些聚在一起开玩笑的好姐妹们是再也见不到了。从明儿起，辰时叫醒本宫。是。白露眼住心头讶然应了，用象牙梳一下一下地将秦瑶光的一头长发梳顺。
国语拿着2个鎏金熏香暖炉放进被子里，和白露一道伺候着秦瑶光沐浴更衣。这不知道加了什么药材的浴汤，碧寿香炉里燃放着让人安神的熏香。国语轻声提醒：殿下，水有些凉了。哪里凉？这不是刚刚好吗？你们对水温的要求也太严格了。走出浴室，白露盛上玫瑰露给他饮了。秦瑶光在国语的伺候下躺在软榻上，白露把他的一头长发梳顺后，抹上护发香脂，仔细烘着。此时小丫鬟打了帘子，邓嬷嬷走进来：都下去吧，有邓嬷嬷伺候就行。是。殿下，太医到了春堂院，一番时针之下，周清河已然无碍，小娘子千恩万谢要来磕头呢。什么？你用的什么法子？怎的这般容易就破解了？殿下恕罪，老奴用的法子原本10拿9稳，让他看似出斗阵，只待太医瞧过，就能被移出府去，又不会被伤了性命。他领会秦瑶光的意思，没想要周清河的命。再说了，能不沾染人命，谁也不想背负多一份罪孽。那后来呢？没想到今日在太医院值守的是刘院判，他医术高明，一听是长公主来请，立刻提着药箱赶来，针刀并除。听邓嬷嬷说完，秦瑶光一口心头气泄了，缓缓躺回软榻上。刘院判怎么会值守？老奴送他出去时问过了，宫里4皇子有些积食，皇后娘娘忧心夜里反复，便留下刘院判在太医院。地上凉，你起来吧。这一连串真的只是巧合吗？亦或是主角光环？还是原书的剧情无法更改，每个角色都有自己既定的命运？不行，什么人命天定，我偏要天命由心，逆天改命。我秦瑶光什么时候认过命？他躺在软榻上，情绪激荡，胸口丰盈的曲线随着心情激动而剧烈起伏，荡出一片波涛汹涌。殿下息怒，是老奴无能，请殿下责罚。时运不济，你何罪之有？他看着这位忠心耿耿的奴仆，既要用人，就不能让人寒心。殿下，要不然让老奴再试一次，这次定然不会失手。不用，一个法子用2次，只会打草惊蛇。给春堂院加2名护卫，就说让周清河安心养病，院子里只进不出，需要什么东西尽管提。虽然刘院判排除了斗阵，但为了长公主的安危，以生病这个由头将萧氏母女软禁起来，合情合理。邓嬷嬷应了，伺候着秦瑶光躺下，又叫了白露进来值夜。辰时是现代的早上7点，也是他一直以来习惯的起床时间。从今日起，他就要把原主紊乱的作息给调整过来。去把绣娘叫来，本宫有东西要交代了去做。花园里，浅蓝色的晨光正在散去，秋色正浓，秋菊正艳。秦瑶光在园子里慢慢走了一圈，直到感到气喘，才叫了软轿来抬回房里。看来昨天走几步就累，不是意外，是这具身体果真不争气。殿下金安，起来吧。叫你来是按我说的做几样小衣，用最舒服的贴身料子。说着，他取过书案上的毛笔，画了现代的文胸和内裤的样式。这里没有弹性的面料，更没有固定用的钢圈，他就单独在文胸下面画了一条收束的线条，内裤则采用4角的款式，只要不会空荡荡就行。殿下，您是要用来代替肚兜？白露和国语对视一眼，眼住心底诧异。从昨儿开始，公主殿下就和以往不一样了，今日更是有这等稀罕的主意。见他领悟力强，秦瑶光展颜一笑，颔首道：对，殿下您笑起来真好看。
古雨喃喃自语了一句，随即自知失言，忙跪地请罪。起来吧，这有什么好怪罪的？秦瑶光心道，也不知道原主有多严苛，满府的下人动不动就请罪。他跟绣娘详细说了一遍文胸和内裤的结构。绣娘道，殿下，请让奴婢为您量身。这样的贴身之物要穿得舒服，必须得尺寸合适。正量着，春风进屋禀报，殿下，竹风院来人说五少爷溜去厨房偷了一屉刚蒸好的包子，被护卫抓住关进柴房，请长公主示下。包子？秦瑶光迷惑地看了邓嬷嬷一眼，我刚刚用完的早膳中有包子。回殿下的话，那包子是做给干粗活的下人吃了才有力气。怎么，这才短短1天就奢侈腐败，不接地气了？本宫去瞧瞧。昨日游园时，邓嬷嬷引着我从竹风院旁绕了一圈，并未入内。想必这5个孩子是原主的心头刺，能不让他见就不让他见，以免横生是非。既然不能马上处理掉周清河，就只好从5个小孩身上下功夫。殿下，请后退几步。带他出来。是。殿下恕罪，五少爷跑了。不该啊，老五是跑出府后才会成为毒医，但他逃跑的时机不是在老三受伤后的第2天。四处找找，难道老五跑去外院了？不过眼前这道墙估计有2米高，普通的成年人想要翻越都必须有人接应。秦瑶光想了想昨日见到的老五那个小身板，他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钻狗洞还差不多。这么想着，秦瑶光的视线就往下移，不看不打紧，一看之下，他忍不住乐出了声。快帮帮他，你别动。秦瑶光怕他伤到自己，蹲下身子，用最温柔的声音道：木板上有刺，我让他们帮你打开，但你别动。你别动啊。老五趴在地上一动不动，2名护卫上前，很快就用佩刀把原本的窟窿扩大。老五一咕噜从里面钻了出来，跪在地上请罪：小五知错，小五知错，请长公主殿下责罚。你怎么错了？告诉我。啊，怎么错了？老五的眼里充满迷惘，他只知道有任何不对劲赶紧认错，或许还有逃脱责罚的可能。殿下问你话呢，快说。二哥，怎么办？老四苍白着脸问老二。小五他会不会挨打？老大捏紧了拳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这回你们谁也别拦我。等等，再等等。老五一步3回头地走了回来，手里还握着不知道什么东西。吓死我了！小弟，以后千万不要干这种傻事了。在公主府里都是他的人，被抓到很惨的。老五吸了吸鼻涕，懵懵懂懂道：可是他今天没有打我，也没有让我罚跪，还让那个婆婆给了我饴糖。他怎么会给你糖？老大老四齐声惊呼。老二道：那个妖妇断然不会如此好心。我从柴房里爬出来的时候被卡住了，他让人把那个洞大，我才能出来。我说我错了，他问我哪里错了，我答不上来，以为要挨打呢。他却问旁边的人有没有糖，这块糖是那个邓嬷嬷给我的。邓嬷嬷？老二思索了片刻，如果是他，倒不奇怪了。他才得了酸儿，口袋里有饴糖再正常不过。这一次，妖妇装出这等好心是想做什么？他说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正是几个孩子心里担心的。往日长公主不是没有对他们好的时候，高兴了也赏下席面，
命人替他们裁衣。但通常在这之后，几人将会遭受更残酷的摧残。先不管了，老三要紧。老二掰了一小块饴糖放在老三嘴里含着，甜蜜的滋味慢慢在他舌尖化开。太好了！老四抹了一把泪，哽咽道。几个孩子在苦难中相濡以沫，比那亲兄弟姐妹的感情还亲。他被4个男孩子护着，说女孩子的皮肤最重要，她受的伤是最少的。他不敢想象失去其中一个人会是什么情况。来，不，给三哥。你拿着，三哥会好的，你快吃。天可怜见，5个名义上是公主府庶子的孩子，竟为了一块民间常见的小小饴糖你推我让。就在此刻，门外响起脚步声。大少爷，殿下请你前往华木堂。我去就来。大哥，你千万别冲动，不管他要做什么都忍着些。我也是这句话。老二神色平静。君子报仇，10年不晚。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可能他没我们想着这么坏。他刚刚还救我出来了，还给我饴糖。五弟，别天真了。老二看着他，一脸严肃道：我们5个到公主府里，时间最长的老大也快9年了，连个正经名字都没起，每天都被关在竹峰院里供妖妇取乐。他好，别给点甜头就让你忘了痛。下人叫你5少爷，还真觉得自己是个少爷了。对，奴婢见过长公主，大少爷到了。春分回禀。母亲。老大规规矩矩跪下，磕了一个头。起来。他是第一次进入长公主所在的室内，才知道原来小小一个房间就能如此奢华。老大才13岁，却已经比室内站着的侍女都要高出一截，目测接近1.7米。5个孩子里你是大哥，该立的规矩得立起来。往常懒怠些也就算了，从明日起，每日晨昏定省不可免。是。早上晨时陪殿下用完早膳后再回，晚上亥时。以为自己听错了。另外，午后绣娘来为你们量身制冬衣，让他们不要乱跑，都在院子里候着。冬衣？不能，一定是他又有了新的花招。原以为你们都还小，经邓嬷嬷一提醒，才发现个个都这么大了。尤其是你，还有2年就到束发之年，不能再这般无拘无束下去。既然你们叫我一声母亲，从今儿起，本宫就当起这管教之责，别让他人看了公主府的笑话去。妖妇说什么？老二压低声音问。怎会忽然叫你去？老大把秦瑶光的话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二弟，他这是什么意思？屋外，一名公主府护卫将耳朵紧紧贴在后窗，将里面的对话听了个滴水不漏。他没办法潜入长公主的院子，要掌握情况，只能从竹峰院下手。3年前，是不是也曾说过要替我们量体裁衣？啊，对，是有这么一回事，但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他们并没有穿到新衣。我听说是宫中要来人的缘故，后来没了下文，妖妇却进了宫。那我知道了，宫里有人要来府里，为了不让人说他虐待庶子，才让人给我们做衣服。后来他自己进宫了，宫里没来人，自然就不需要了。那这次肯定也差不多。我说他怎么突然好心？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我只希望能成真。
马上就到冬天了，就算我们能熬得住，老三和老五未必。一个受伤昏迷至今未醒，一个年纪太小，冬天是最难熬的季节。会的会的。老四的眼里燃起热切的希望。他不是说午后吗？很快就到了。他还让大哥去立规矩，恐怕这次不好糊弄过去，才这么做。还有那个邓嬷嬷，她既然愿意提点妖妇，那不如……想了想，他看着老大和老四道：往后我们可以适当亲近邓嬷嬷，她有了孙儿，对孩子总会有几分怜惜。殿下想着五少爷年幼，竟心心念念想吃那包子，便命人蒸了好几屉送来。贱妇将那2个食盒打开，热气腾腾之下，一个个白生生的包子香气扑鼻，看得老大两眼发直。这么多吃的。第1屉是鲜肉包，下面是葱油包，这2屉啊都是咸口肉馅儿。这边呢是鲜花包豆沙包，我瞧着家中孙儿爱吃，估摸着你们也会喜欢。老大看着他，只觉得邓嬷嬷脸上的每一根皱纹都透出慈祥的味道来。哎呦，大少爷快请起，老奴可不敢受你的礼啊，都是长公主殿下吩咐下来，老奴只是照办。四小姐，殿下说五少爷年纪小，半夜嘴馋也是有的，便让老奴送来了米面粮油，把你们院子里的小厨房给开起来，想吃什么自己随时可以做。如果说那几屉包子是意外之喜的话，这句话简直就是天降馅饼，砸得老大晕乎乎的。什么？他们可以自己开火？老奴见过大少爷，都是从大厨房调出来的，熟悉灶上功夫。邓嬷嬷道：有什么事，几位少爷小姐尽管使唤。从今儿起，你们好生伺候着，缺了什么短了什么，只管差人来报。大少爷每日都是要去殿下房里问安的，要是知道你们偷奸耍滑，哼！殿下的脾气你们都是知晓的。一番敲打之下，婆子们纷纷表着忠心。看着邓嬷嬷带着人离开，留下的几个婆子手脚麻溜地收拾着满是蛛网灰尘的厨房。不仅是老大愣怔在当场缓不过神，就是南风也大受震撼。不管怎样，整个公主府的下人都有了共识，公主府里的天恐怕是要变了。午休后，春分进来回话：殿下，竹风院的婆子来说，小厨房里没有能用的锅，碗也不成套，船子被虫蛀了，青瓦多时未曾剪过，恐怕下雨时就会漏，开不了火。还有柴房，里面放着的木柴还是好几年前的，都潮得不成样子，肯定是用不得了。春分，去把管竹风院的人叫来。霜降，找大管家把竹风院的账册拿来。是。春分、霜降两人都是在长公主跟前得力的侍女。霜降，你有没有觉得殿下他不一样了？我瞧这是好事，今儿殿下还笑了。是，往日里我这颗心啊，总是空落落的不踏实。虽然伺候的人是长公主，可在满京城里，没一个人说长公主的好，连带着府里下人也被瞧不起。走在外面，不过是强撑着罢了。殿下别气坏了身子，这些奴才一个个根红顶白，府里是该好好整顿一番。殿下，春堂院里来报，表小姐醒了，周太太定要带她来磕头谢恩。萧氏是驸马爷的远房表妹，她夫家姓周，客居在公主府内，身份微妙，下人便称呼她为周太太。不是说病了吗？秦瑶光半躺在软榻上，连眼睛都没睁开，心道：昨天晚上生病那么凶险，这才半天又闲不住了，真是心急。周太太说感谢殿下昨夜延请太医的恩德，让表小姐来给您磕头，还给您做了暖手的绣炉，想亲手送来。
即使病了，就该好好养着，磕什么头？若是把病气过给了殿下，又该如何是好？表小姐年纪小不懂事，难道周太太也不知道吗？殿下，这脱身的打扮比那几个孩子可强太多了。马六家的是宁国公府送来的陪房。起来回话。哎，奴婢今儿是走了大运，才能到殿下跟前回话。以往啊，都只远远的瞧着，长公主那真是天仙儿一般的人物。说完了。秦瑶光淡淡道：有着这般口才之人，让你管竹风院，是本宫委屈你了。不委屈，不委屈，奴婢能替长公主殿下效力，是祖坟冒青烟了才修来的福分。霜降，把竹风院的账簿给他。马六家的瞪着一双眼，双手急挥道：哎，殿下可饶了奴婢吧，奴婢大字不识一个，哪里看得懂账册啊？你念给他听。是。霜降应了，捧着账册念道：上个月4位少爷和小姐的月例共10两银，院内的丫鬟婆子们月例共3两银，6吊200钱，按月拨发茶水费、柴火费、修缮费共32两银。殿下还有10来个杂项，都是马六家来支的，从几百钱到2吊钱不等。长公主殿下是奴婢知的，但他那眼珠咕噜噜转了几转，把头埋到胸口，不说话。放肆！即使支了这许多银子，别的不提，那厨房的瓦是怎么回事？还有柴房。马六家的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颤声道：殿下，你忘了吗？殿下，您不妨让其他人退下。有什么话，你现在一五一十给本宫说清楚。秦瑶光靠在银枕上，眼神凛冽。快说，若是敢有半分欺瞒，殿下能饶得了你，老身也饶不了你这条狗命。别以为宁国公府上会真在意一个分出去的陪房。这些银钱的去处，奴婢都是按殿下的吩咐啊。什么？简直荒唐！荒谬！她一个堂堂大景朝的岳阳长公主，生来就金尊玉贵，大婚开府后更是豪奢。公主府里要什么没有，用得着去贪区区一个竹风院的丽银？说什么呢？什么叫按殿下的吩咐？别卖关子，今儿你若是不能老老实实交代清楚，休想活着离开。说，殿下，是您亲口吩咐下来，说竹风院里养着的都是闲人，除了日常缴用的银子，每个月都包50两银子给宜春姑娘送去。你说宜春，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我都不记得了，什么时候的事？这么点小事儿，哪里值得殿下挂心？不记得也是正理，都是8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大少爷刚刚入府半年的样子，驸马爷这事儿做得不地道，也不怪殿下生气，不待见竹风院。要知道，大少爷进府的时候都4岁了，而公主和驸马才成婚不足2年。换句话说，这位忽然被送进府的大少爷，是驸马爷成婚前就和别的女人生的。都说燕家满门忠烈，但这事儿做的忒不厚道。京城的权贵世家，不管里子怎样乌七八糟，面子上都会以嫡妻为尊。行了，你下去吧。从今儿起，这50两银子不必再给了。竹风院里的小厨房都按正经主子的份里来，不得克扣。他在最后4个字上加重了语气，让马六家的心头一颤，忙磕头领命。马六家的退下后，秦瑶光想了想道：邓嬷嬷，你拿着我的名帖跑一趟宁国公府，请大夫人明日过府一叙。是，老奴这就去办。邓嬷嬷出了华木堂，正要去吩咐人套车去往宁国公府，便发现有一名妇人形迹可疑地跟着她。什么人敢在公主府里鬼鬼祟祟？见过邓嬷嬷，奴家是绣房春娘，有事回禀。既是有事，为何如此作态？
奴家依公主殿下的命令，去竹风院内给少爷小姐们量体裁衣，却发现三少爷至今昏迷未醒。大少爷不让奴家靠近，奴家趁量身的功夫，偷偷摸了摸三少爷的额头，发现滚烫的吓人。你起来，把事情经过详细跟我说说。听他说完，邓嬷嬷让跟着她的小丫头去角门处备车，自己扭头回了华木堂。见邓嬷嬷去而复返，秦瑶光问：何事？秀娘来禀，在量身时发现三少爷高烧不退，大少爷极力瞒着，恐怕是几个孩子想差了。殿下，您看这事儿眼下还落在嬷嬷你的身上。我如今是想明白了，跟这几个孩子过不去没意思。驸马总有回京的那一日，待他回来时，我把他们齐齐整整的交到他手上，也就是了。但凭殿下吩咐，他的公主殿下从那么小小一团长成了威仪日重的长公主，可她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妈妈，你找我？我听春娘说三少爷高烧不退，这些你拿着，回头老奴便差个小厮去请了坐堂的郎中来，你们警醒着些，悄悄给三少爷看病开方也就是了。老大却没立刻接过来，努力憋回了眼里的泪意。他在公主府里艰难求存，都是靠几个孩子彼此支撑熬过去。妈妈，我们几条贱命不能连累了你。长期遭受虐待欺凌，他的人生观早就扭曲。如果一直这么下去，他就会像原书中一样，凭借勇猛成为一员纵横沙场的悍将。他的悍不畏死，其实是对他自己生命的轻贱。哎呦，大少爷，快别这么说，您是咱公主府的大少爷，老奴只是奴婢。放心好了，有老奴看着，这点小事无人理会，只管安心便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邓嬷嬷在公主府里地位超然，但她始终把自己当下人，心中从无逾矩之处。二弟，这位邓嬷嬷我们是可以相信的吧？太好了，三哥终于不用自己看过去了。不过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邓嬷嬷只是得了一个孙儿，才对我们起了怜惜之心，不是那妖妇转了性子。小半个时辰后，果然有人领着郎中进了院子，给老三看诊。所幸处理及时，伤处才未曾染了外邪，眼下高烧不退，只是小郎君染了风寒所致。此言一出，几个孩子都面面相觑。老二忍不住道：三弟被瓷片划伤时，有人用酒给他冲洗了伤口。瓷片？幸好替他包扎那人医术很高明，没有留下碎屑在血肉里啊！不可能！老大冲口而出：你懂什么？这是军中用来急救的法子，痛是痛了些，却是能救人命的。你们看，这伤口颇深，边缘并不规整，若不是处理得当，让那些瓷片碎屑给残存在血肉里，这只手恐怕都要不得了。养肿而亡的人我也见过，而眼下伤处有愈合趋势，并无红肿迹象，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为，在下却想拜见一二。我们看见时，三弟手上的伤就被包扎好了，也不知是谁。他这风寒看似凶险，却并不难治。你们按我开的方子拿了药煎好，一日3次喝下，明日醒来就可无事。只是药不能断，需服够7日，当可无碍。多给他用些粥水流食，待发了汗出来就会退热了。三哥不会有事吗？不会有事的。你是神仙吗？好厉害！行医救人乃医者本分，算不得什么神仙本事。若是遇到沉疴难起，我也没办法。老五坐在门槛上，看着郎中和背着药箱的药童走远，拖着腮出神。
想什么呢？这么专心，别做封口礼。三哥已经着凉了，你要是再病了，邓嬷嬷给的银钱也不知道够不够。四姐姐，我要是能有开方看病的本事就好了，能给你们治病，还能挣钱。好啊，五弟长大后就去学医术，姐姐等你挣钱买口脂。郎中说要让三哥多喝粥水，我这就去小厨房看。哎，等等！哎，小厨房那边还一团糟，公主府的厨娘哪里会听五弟的话？哎，小厨房那边还一团糟，公主府的厨娘哪里会听五弟的话？等他碰了壁回来，也就知道了。四姐姐，你看，我要到好大一碗粥呢！老四顿时激动起来，他们5个以后都能吃饱饭了。三哥醒了，太好了！老五欢呼起来，兴奋得手舞足蹈。四姐，我去叫二哥他们来。你去吧，走路仔细些，别摔着了。老五脆生生的应了，笑逐颜开的甩开小短腿。拜见长公主娘娘。见过长公主娘娘，娘娘金安。秦瑶光蹲下身子，用丝绢轻轻擦去老五因为寒冷而流下来的鼻涕，伸出双臂环抱住他。他没带过孩子，但这不影响他母性大发。我带小五去洗个热水澡，穿暖和些。这是书里的世界，想来科技、医学等等知识的发展和真正的古代并不同步。这些法子能帮他退热。吩咐完之后，秦瑶光也不管他们会怎么想，抱着老五就往外走去。殿下，把五少爷给奴婢吧。见他抱得吃力，跟着他的春芬伸出手，将老五接了过去。姐姐，你抱着我太累了，我能自己走。五少爷，你这么轻，奴婢抱着不累的。小小年纪，心思这么重，你还只是个孩子呢。大人做的错事跟你没关系。是，奴婢知道了。什么？老大一脸震惊地看着老四。你说什么？小五被那个女人抱走了？他把五弟单独抱走做什么？他还专门挑了我们不在的时候来，他到底想要做什么？怎么办？大哥，我说过很多次，你一定要控制住脾气，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天生神力。我就是一时着急，要是小五被抱走的时候我在就好了，拼死也不能让那个女人把小五抱走的。眼下我们怎么办？妖妇诡计多端，不如由我走一趟。不行，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我们几个就更没主意了。还是我去。大哥，这事得我去。对，你就让二哥去，我怕你应付不来。好，不去就不去。但二弟，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放心，我跟妖妇做一桩交易，她不会把我怎样的。去把玫瑰露拿来给小五尝尝，另外再拿点异刻画的点心上来。殿下，您看这压手杯可使得？奴婢让霜降开了小库房，寻了一个。可，殿下，二少爷来了，说是想跟您做一桩交易。哦，让他进来。起来说话。你说你要跟我做交易，你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我的，你又有什么可跟我交易的？而在5人之中，老三的五官最为出众，原书中用俊美似妖来形容，只是秦瑶光一想到他面无表情的用瓷片割伤掌心的场面，就脑仁痛得慌。你想交易什么？老二垂着头，用眼角余光看见了他旁边的老五垂下来够不着地的一双小脚丫，斟酌着言辞道：母亲，前些日子我在春堂院外看见大柱从里面出来，儿子跟了他一段路，见他从怀里拿出一个碧玉杯，反复看了好几次才揣了回去。哦，原来是常见的内外勾结戏码上演了。
大柱是外院王管事的儿子，我还听说周姑娘曾经救过大柱的性命。老二，你告诉我这个消息是想交易什么？老二，你告诉我这个消息是想交易什么？母亲，儿子见您对周姑娘那般厚待，他却做出这等背叛之事，只是心头不忿罢了。喏，你二哥来找你了，你们自己去玩吧。说着，还把自己琉璃盏里放着的小银勺往老二手里一塞。你也尝尝。老二大喜，面上却不动声色，伸手牵着老五。他本就是存着拿消息来救老五的心思，却并没有把握。要是他听了消息翻脸不认人呢，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刚刚看见时不是闹得欢吗？怎么这会儿拿到手里了却不吃了？二哥，你是不是也想吃？五弟，你喝吧。好不好喝？老五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好不好喝？老五一对眼睛亮晶晶的。老二低低的嗯了一声。喝完我们回去。殿下，热水放好了。白露进来禀报。好生伺候你们五少爷。五少爷，跟婢子去好生梳洗一番，可好？老二，你既然来了，就一道去。我那个池子够大，你们想游水都成。他这个提议虽然不是正中老二下怀，却也不失为两全之策。看着白露带着两个孩子进去，秦瑶光吩咐：再端几碟子瓜果糕点进去，先让他们吃上一点，再慢慢洗。另外，换洗的衣衫可都备好了。管衣服的谷雨屈膝回话：殿下，府里没有现成能穿的，奴婢让采买去成衣店里临时买了几套，这会儿估摸着快回来了。不愧是训练有素的侍女，在听见让老五洗热水澡时就去筹备了。确实，今天午后才让绣房去给5个孩子量了身，做衣服得好几天，总不能让公主府的庶出小主子穿下人的衣服吧？老三的买了吗？谷雨含笑应道：回殿下的话，几位少爷的和4小姐的衣衫，从内到外的婢子都要买了。见他办事周全，秦瑶光心头舒服，赞道：做得好。他随手拿起把玩的一串红玛瑙珠子，递给谷雨道：赏你的，拿去玩吧。婢子谢过长公主殿下的赏。奴婢去瞧瞧衣服买来了吗？去吧。洗好穿暖之后，老五一扫之前的小可怜样，清秀的脸蛋儿格外喜人，就连长相普通心思深沉的老二看起来也多了几分可爱。来来来，让我好好瞧瞧。小五谢过母亲大人的赏。这句话一听就是老二教的。他把双手背在身后，身子却不自在地扭着，给我看看。痒吗？老五原本还一直克制着自己不要去挠，听他这么一问，小嘴一扁，就快要哭出来，哽咽着：哦。冻疮不能浸泡热水，他怎么就给忘了呢？秦瑶光正暗自懊恼着，白露禀道：殿下，婢子在宫中时，常见宫人用外敷香霜膏、内服菌川散来医治冻疮，外院管事应该有备用的药。5个孩子中你最成熟，这件事就交给你，去找王管事把治冻疮的药给带回来。请母亲吩咐。你替我问他，春堂院的碧玉杯用的可顺手？是，儿子一定办到。母亲，是有什么好事儿吗？您笑起来真好看。秦瑶光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冲着可可爱爱的老五脸蛋啪叽就是一口，吓得他瞬间石化。难道我穿入之后身上也有了主角光环？痛吗？我好痒。都是我忘了冬装不能洗热水澡。你忍一下，如果现在冷敷的话会更难受。这瓶玫瑰露你要是喜欢，
待会儿就带回去，给哥哥姐姐们都尝尝，好不好？老五一听，看着那瓶只舀了1勺的玫瑰露，顿时喜形于色。也许是年纪最小的缘故，5个孩子当中他最为嘴馋。见他开心，秦耀光心道：想不到我还是有些哄孩子的天赋嘛。难为你替这孩子想得周到，有赏。殿下，舅夫人明日午休后来拜见您。见老五一连吃了2块茯苓糕，秦瑶光对白露道：这个还有吗？装上一些，待会儿一块给竹风院送去。可不能再吃了，小肚皮都鼓起来了。邓嬷嬷也笑道：得留点肚皮吃晚饭。奴才知错，请殿下责罚。王管事，你二哥在外面等你呢，回去吧，回去吧。我二哥回来了。母亲，我都没听见二哥的声音，你是怎么知道的？秦耀光笑了笑：我猜的。要不我跟你打个赌，看看你二哥在不在外面。四姐说赌博的人都是坏人，我相信母亲。母亲，儿子回去了。白露、谷雨，送小五回去。二哥，你真的在外面等我呀？母亲没有骗人。去，把周清河叫来。殿下，您先歇会儿。嬷嬷，你不知道，周清河小小年纪，满肚子心思，竟然和王管事搭上关系，把春堂院的东西偷偷拿出去变卖。幸好老二一颗心是向着我的，方才跟我讲他亲眼看见大柱拿了春堂院的碧玉杯。这是知道的，那不知道的，谁知道还有多少呢？放肆！在主子的眼皮子底下，他们竟敢欺上瞒下，内外勾结。那对母女如果不是殿下您照拂着，能有今天？白下了您对他们的好。嬷嬷，我累了，眯一会儿。殿下，您只管歇息，有老奴在，谁也不敢扰了你。不论谁来了，只管说殿下正在休息，让候着。二少爷不愿意我们跟着，不如我们慢慢走，总之把东西送到就行。白露，我们主子这次是认真的吧？好好的，你说这个做什么？主子想什么，是我们能议论的吗？你有什么想法，都给我烂到肚子里去。好好的过日子不好吗？想想你刚才得的赏，我们只要听殿下的命令，其余的多想1分都是僭越。你若是因为起了别的不该有的心思，往后惹了祸，别说我不救你。妹妹知道了，有劳姐姐教诲。有了这个冬天，我娘不必再给人洗衣了。住手！我都让你们住手了，没听见吗？老大气得2眼通红，护住一个浑身湿透的粗使下人，一个管事模样的肥胖男人，阴阳怪气道：哼，大少爷，你还真以为我们叫你一声少爷，还真把自个儿当人物了？不过是教训个不长眼的下人，仔细小人手滑，不小心伤了您。呸！外室养的，谁知道你们是什么来路？要不是我们殿下好心，你们会在公主府里好吃好喝混日子吗？不过是收留一二，还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少爷小姐了。都给我起开！今儿小爷非得好好教训这个刁奴不可。住手！这一脚要是踢结实了，以地上那个少年的小身板哪里受得了？谷雨这一出声，让满院子人都朝着他看过来。白露不赞同地看了他一眼，往前站了一步，沉下脸问：这都是在做什么？吵吵闹闹，不成体统。他欺负人。老大率先开口：哎呦，我真该死，没有管教好下人，惊了白露姑娘、谷雨姑娘，该死啊！你们几个赶紧把这个不长眼的东西给拉下去，再把院子给收拾了，迎接2位姑娘。别冲动。曾夏，你不在外院待着，进来竹风院做什么？
白鹿姑娘、古雨姑娘，你们可不能听一个小兔崽子胡诌，他哪懂这些？这些都是上好的木料和红砖，他不懂。他竟然拦着不让过去，这哪成啊？耽误功夫事小，误了殿下的事儿怎么行啊？我这也是没法子，才出手教训一二。身后的家丁跟着起哄，七嘴八舌。是啊，姑娘，您评评理吧。明儿泥水匠人就要进院子里来了，砖石土木都要用呢。要是长公主殿下怪罪下来，可怎么办呢？你起来回话。得了他的话，瘦弱少年身体一颤，好似不敢相信般，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曾夏脸色一变，忙拱手道：姑娘，您不信我，我这忠心耿耿替殿下。你来说。那少年浑身冷水，在秋风中如筛糠一般抖着，就连说话时也止不住的发抖。小子来宝，刚说完名字，寒气上涌，让他猛地打了一个喷嚏。唾沫横飞，喷了离他最近的曾夏一脸。曾夏脸都黑了，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唾沫，作势欲打。住手！白鹿淡淡道：你好好说，不怕。他拉来的材料不对，小子的师傅就是做木活的，我认得。小子的师傅就是做木活的，我认得。你们看，木头芯子里都有霉点，要是用来做梁柱，顶多2年就会垮。胡说八道！我没胡说。来宝大声道：还有那砖石也有问题，从推车上摔下来都能摔粉碎了，哪里还能用来砌墙？果然如此。不是。这下子就轮到曾夏慌了手脚，忙道：白鹿姑娘、古雨姑娘，你们可不能听一个小兔崽子胡诌，他哪懂这些呀？这些都是上好的木料和红砖，他不懂。他不懂，那我呢？院门处平地响起一声吼，如惊雷般炸响，众人齐齐一惊，回头望去，穿着军中才有的乌垂甲，头戴一顶威风凛凛的铁翅盔，整个人如同铁塔一般站在那里。他走到曾夏面前，也不见他怎么使劲，如同拎小鸡一样，拎着曾夏的衣襟到了跟前，瓮声瓮气问：你说这些都是好料子？见他迟迟不说话，猛将不耐烦地把他随手一扔，就像扔一个破布口袋一般，将他掷到了墙角。老五高高的仰起头，看见那个欺负人的肥胖管事在半空中画出超大的弧线，随即砰的一声闷响，砸到午后才送进院子里还没来得及归置的2个棘笼中间。事出突然，所有人惊掉了下巴，都没反应过来。就在院子里一片安静之际，孩子欢畅的笑声忽然响起。老五捂着肚子，指着一身狼狈的曾夏，笑得前仰后合，完全停不下来。紧跟着，老大指着曾夏放声大笑，一边笑一边道：你们快看，他头顶上那个鸡毛像不像那啥插了草标卖身的人？国语看了一眼，忍不住扑哧一乐，就连最沉稳的白鹿也忍俊不禁。他压下唇边笑意，走到猛将身边，蹲身一礼，问道：敢问阁下何人，又为何在此？你不怕我？阁下还没应我。猛将被他笑得颇有些不好意思，挠挠脸。在下呼延进，奉了驸马爷的命来给长公主殿下传话的。那个……说到此处，他看着原本就乱糟糟的院子，因为他更乱了一些，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啊，我不是故意的，没想到他那么不耐摔。曾夏到现在都没爬起来呢，一听更是白了脸色。他不是故意的，都把自个儿摔成这样，那要是故意的还得了？原来是呼延将军，既是给我们主子传话，怎的会到了竹风院？
呼延进能被派来传话，也不是蠢人。他一摸下巴，心头生出一个主意，几步走到那堆材料那里，弯腰拿起其中一块红砖掂了掂，再一捏，在所有人震惊的眼神中，好好一块红砖被他捏成了粉末，扑簌簌地从他指缝里掉落。不是我力气大，刚刚那个小家伙说的对，这些东西啊，没一个能用的。既是如此，还劳烦呼延将军替我们做个证。白鹿道：把这胆大包天的管事给拎回华木堂里，回禀长公主示下。行吧。来宝，你去把衣服换了，速速来华木堂作证。这些吃食是五少爷喜欢的，殿下特意赏了，衣服都是新买回来的，请少爷小姐们先穿着，待绣房里做了新衣裳出来便不用了。你们几个自己绑了吧，跟着到华木堂请罪。他和谷雨只是来送东西，并没有带剑妇跟着。又望着看热闹的厨娘道：还杵着干什么？眼看着快用晚饭了，灶上烧水了吗？少爷小姐们晚上吃什么？呼延进压着曾夏一行人浩浩荡荡往华木堂而去。这边闹翻了天，和竹峰院隔得老远的华木堂里却是清风雅静。既是长公主在休息，萧氏母女也只敢安静地候在廊下。周清河看着跪在青石板上的王管事，一张脸煞白煞白。估摸着小半个时辰都过去了，门里还没有动静。正当周清河开始想法子时，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抬头望去，走在最前面的正是白鹿。白鹿姐姐，我整整1日不曾见着你，昨儿病得凶险，差点以为往后都见不到了。哎呦，白鹿姑娘啊，昨晚可把我给吓死了呀！亏得殿下请了院判大人来呀，小女今日这才好了。一早我就想着来给公主磕头谢恩呢。周太太请稍后，奴婢正有事去请长公主示下。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早上就摆明态度不要谢恩了，这会儿还提，这个便宜娘亲有脑子，但不多。殿下，驸马爷遣了家将前来。此外，奴婢奉命前往竹峰院，碰上外院管事以次充好，殴打家仆。2件都是大事。秦耀光接过帖子一看，昭武校尉呼延进，心里暗自思忖：从五品的实职武官，看名字应是胡人血统。外院管事怎么会去竹峰院？白鹿把经过简单禀了一遍。秦耀光道：请呼延将军到明光堂稍后，好生伺候着，本宫换了衣服就到。殿下，那廊下候着的人？秦耀光淡淡道：就让他们候着。从王管事到周清河，没一个好人，且候着吧。末将呼延进拜见长公主。呼延进单膝跪下，双拳高抱于铁翅盔前，中气十足的见礼。平身。呼延进一抬头，被秦耀光艳光所射，不敢造次。末将此来是奉了驸马爷的令，给公主捎来一条口信。口信？原书中并没有提及这一条。呼延进愤怒离开后就没有回来。原来他出现在公主府是为了带口信。看来驸马燕长青对长公主并非毫无情分。是。讲。长公主无妻，别来无恙否？一别10年，无甚念之。幸而上天垂怜，皇恩浩荡，你我不日就要相见，无心甚慰。还有吗？除了他要回来这个事儿，其他都是废话吗？幸好他知道剧情，要不然还真是两眼一摸黑。呼延将军，公主问你还有吗？没有了。呼延将军，驸马究竟何日回京？这个末将离开的时候，大将军正要启程，从边关到京城，末将快马加鞭花了半个月。大将军的仪仗行程缓慢，走上1-2个月也是有可能的。大将军称呼惯了，只有传话的时候他还记得用驸马爷这个敬称，
只有传话的时候，他还记得用驸马爷这个敬称。好家伙，从15天到1-2个月，这个时间也够灵活的。怎么，本宫敬你一句将军，你这倒是连驸马的行程都弄不真切，要你报谢，你有什么用？糟了，公主好像生气了，果然是脾气不好吧？不过，呼延禁将心比心，换了他也会生气。如果是他娶的妻子一走10年，好不容易有消息了，还说不清楚究竟多久能到家，他也生气。殿下容禀，大将军带着人马难免走得慢些，沿途又有州府接待，末将实在是不知。行了，我知道了，10年我都等了，也不在乎多这么1-2个月。把深闺怨妇的模样演绎了个10成10。他们夫妻的事，呼延禁怎好说话，心道：我们大将军是干大事的人，能忍心把如此花容月貌的尊贵夫人丢在京城，还一丢就是10年。公主心头有怨，大将军也只能认了。还有何事？殿下，末将在竹峰院见到有管事以次充好，欺上瞒下，恐公主被蒙在鼓里，想要做个见证。他半个字不提曾夏不把竹峰院的主子放在眼里的事，把重点放在以次充好上。白露听见，颇为意外地看了他一眼，心道：原来他并不是看上去这般粗豪。要知道，奴大欺主这种事最难有真凭实据，无非就是人证，且罪名可大可小，全凭主子心意。这些古人啊，一个个都神经，就连这个猛张飞在关键时刻也不掉链子。不过正好了，有呼延禁这个燕长卿的心腹家将做见证，他也不怕生出什么不必要的误会来。来人，去把王管事、曾夏、周清河带来。将军请坐。将军请坐，上茶。这么一来，呼延禁总算没有那么局促，端起茶杯，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殿下，公主殿下，小荷还病着呢，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好姐姐呀，您就让臣妇进去吧，她一个小孩子，恐怕说不清楚。聒噪！秦瑶光的眉宇间闪过一丝不耐，看了一眼邓嬷嬷。邓嬷嬷最是明白他的心意，当即跃众而出。殿下并未召见，周太太若无事，可在此候着。再要喧哗，就请回春堂院吧。嬷嬷啊，公主殿下今儿可是心情不好。她虽然是个生过女儿的寡妇，身段却一直保持得极好，有衣着素淡。她虽然是个生过女儿的寡妇，身段却一直保持得极好，有衣着素淡，颇有一番我见犹怜的风情。只不过她此时的作态，注定是要给瞎子看。殿下的事，老奴奉劝周太太一句，少打听。说完，她转身回到室内。长公主娘娘，清河断断不敢欺瞒您，我是瞧着大柱被打得可怜，才从屋子里拿的东西给他玩。白露上前半步，拿了哪些东西？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清河也记不得了。他怯生生地看着王管事。管事叔叔，你往后别打大柱了吧，他没了娘已经很可怜了。几句话把他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还往身上揽了善名。秦瑶光几乎都想要替他鼓掌了，可惜呀，不止他一人有嘴。不值钱的小玩意儿。秦瑶光语带讥讽，质问道：你管皇帝陛下赏的中秋节礼叫不值钱的小玩意儿，本宫怜你们孤儿寡母实在可怜，才赏给你们把玩几日，未曾想你竟然胆大包天，宫中之物也敢变卖。看着周清河陡然害白了脸色，秦瑶光心道：继续啊，狡辩啊，不要停，让我看看你身为女主角的能力。长公主娘娘，都是大柱管我要，我才给他玩的，我哪里知道是皇帝陛下的赏赐呢？王管事，是不是你指使的？
故意让大柱来哄了我的东西去，又让我背了罪名。你胡说！明明是你让大柱把东西带给了我。你胡说！明明是你让大柱把东西带给了我，换成银钱给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王主管，你都在说些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周清河一脸无辜，这出狗咬狗的戏，秦瑶光看得可太欢乐了。口说无凭，你们可有证据？娘娘，你要相信清河，我从来就没有动过那起子心思，哪里会有什么证据呢？殿下，万不可让两人诓了去，分明是事迹败露，这才互相推诿。吃里扒外的家伙都该治罪，尤其是周清河。邓嬷嬷早就看他不对劲，小小年纪总是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来博同情，满肚子的心眼算计。呼延将军，你怎么看？殿下明察秋毫，哪有末将智慧的余地？王管事欺上瞒下，内外勾结，侵吞财物，私卖宫中物品，罪不可赦。邓嬷嬷，你持着我的帖子，把他给押去京兆府问罪，凭宫处置。殿下要把事情闹大。邓嬷嬷立刻领会了秦瑶光的意思。殿下金安，宫里来人说，太傅今儿在给皇子公主们授课时，思及过世的弟子，感慨了一句：“五公主仁慈，要召表姑娘入宫觐见呐。”宫里派来的软轿，如今正候在院门处。本宫知道了。既是五公主要见，你好生换了件衣服去吧。宫里不比得公主府，若是失了仪，本宫也庇护不了你。这么个不长眼的东西，竟然奴大欺主，以次充好。既然呼延将军亲眼见了，也没什么好说的。曾夏死命挣扎着，想求饶，却又没办法开口，只得以头抢地，砰砰砰地磕起头来，想要求他开恩。呼延将军，若是依军规，当如何处置？那自然是杖80，于辕门处示众15天。若还未死，便发配去苦役营。那就依将军所言，本宫不想见到那血腥气，这个人就交给你处置。呼延金一惊，差点以为长公主知道了些什么。离了公主府，他让亲兵将曾夏押走，呼延进则到兵部报道，呈上燕长青的奏折后，转入西市的一座小院子内，召来贴身心腹，吩咐了几句。务必面见大将军后，亲口转述。大将军真是神机妙算，现在谁也不知道，只要时机成熟，他1个时辰就能进京。清兵把口信送到时，天色才将将擦黑。燕长青坐在窗边，修长有力的大掌中玩着一把玄铁匕首，左手指腹精准无比地从锋利的刀口上掠过，只差一点便要见血。公子，京里来人了。公子，呼延将军命标下转述，公主府里几位少爷小姐衣着单薄，被管事欺辱，长公主把人犯交给他发落。另外，王管事和表小姐内外勾结，私卖公造之物，被扭送京兆府。表小姐被五公主接进了宫。知道了，告诉他依计行事，切勿节外生枝。公子，那大少爷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在乎这1、2个月。京兆府那里需不需要属下让人去一趟？东林请示。不需要，他想把事情闹大，就让他闹大。你让人去宁国公府里探一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故？嬷嬷，您快擦一把，要不要换一件衣服？不用了。带着身后的一名30来岁的妇人一起走到秦瑶光的厢房前，吩咐道：“你且候着。”怎么样？京兆府那里怎么说？殿下送去的案子，自然是府尹亲自接了。问明情况后，就派了杖50
图3000里的流刑。殿下，老奴回来时，王全家的拦住老奴，求老奴在殿下这里美言几句，不要发卖了他们。哦，就凭几句话就想要轻轻接过？这里面记着周清河交给他变卖的所有东西，记着售卖银钱卖给了谁，还有哪些留在手里等等。行，我知道了，把他家给抄了，银子、账册等等收回小库房，让双将登记入库，念其家人一片忠心，允他们带上随身衣物，免去庄子上做活，命人看着，不准逃了。长公主府吗？王御史来了，今天你又要弹劾哪位啊？公主府里，刚刚用完一顿沉默的早膳，老大就想行礼告退，没有遭受到意料之中的为难。身后伺候的人给他布菜时，他眼睛落到哪里，碗里就会多了那道菜；他眼睛落到哪里，碗里就会多了那道菜。那个以次充好的管事，我已经交给昨天来的那位将军去处置了。新的材料今儿就拉来，再有什么不妥当的，你直接来告诉我。老大一愣，老母亲操心，是儿子的不是。另外，你们院里的管家娘子该换了，你们几个商量一下，推一个人上来。当然，如果你们没有这个人，我就直接指派了。母亲，请容我们商议一二。把这些点心各装上一碟，小五最爱吃。这道糟鹅掌没怎么动，也一并装了。你带回院子里去，有什么只管说，不必拘着。你放个口风出去，让他们都来找你，给我仔细打听好了。明儿我先见见人。前几日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众叛亲离。殿下，您是不是演着了？嬷嬷，你要助我，我不想那般浑浑噩噩下去了。春分来禀，殿下，宫里来人了，皇后娘娘请殿下进宫。知道什么事吗？回殿下的话，说是今儿御史台有奏章弹劾，还有驸马爷回京的消息。替我更衣。进宫是大事，哪怕对于初入宫廷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的长公主来说，也是大事。啊，原来我见到皇帝皇后都只需要行万夫礼就可以了，不用下跪，真是个好消息。谢皇后看着明艳动人的秦瑶光，暗自掐了掐手掌，微笑道：长公主不必多礼，快快请起。多日不见皇后娘娘，娘娘的气色是越发好了。看坐。娘娘，不知今日相邀所谓何事？皇帝让我问你，冬日战事频发，驸马何故回京？此外，御史台又有人上折子弹劾，长公主府上的马车在闹市疾驰伤人，纵奴行凶。驸马的事情我哪知道？10年了，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快忘记了。我知道剧情也不能跟你说呀，我又不是傻子。我也是昨儿下午才知道的，竟是请了一个野人似的家将回府传话，又不懂规矩，到处乱窜。娘娘您说我找谁主持公道去？为此还处置了2个管事，一大堆烦心事，就没一件能称心如意的。马车是怎么回事？平庸就是最好的保护伞。什么马车？他一脸茫然地看着邓嬷嬷。御史台说的那什么马车，嬷嬷知道吗？本宫今日出府就是到宫里，是谁仗着公主府的事行凶，绝不能轻饶了。回长公主殿下的话，是昨儿表小姐应了5公主的邀请入宫，今儿一早回府。秦瑶光在心里哈哈大笑3声。原来是这样啊！我说呢，我这公主府眼下就我一个正经主子，原来是宫里的马车。谢皇后脸都绿了。皇后娘娘，不是我说，
这宫里出去的人就是皇家的脸面，耀武扬威的欺压百姓，败坏的是我们皇家的名声，这可不成。我今儿就不走了，非把那个惹祸的秧子给拔了。皇帝跟皇后跟前，哪里能留着这种人？不用了，既然是误会一场，还请长公主回府。宫里御下不严，本宫自会处置。那哪行啊，娘娘您还在宫里，不能污了您的威名。这种事就让我来最合适，横竖我也没什么好名声。你还知道你没什么好名声，这又是闹什么？长公主姐姐，你府中事忙，我哪敢耽误你的时间？不忙，这一天天的我都要闲得发芽了，好不容易有点事做。娘娘，您就让人去把那小黄门叫来。哦，对了，还有那个王御史也叫来，当面让他认认，往后别再弄错了去。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难道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借着我的手处置这个弹劾他的言官？娘娘，您这是有什么不方便吗？皇后娘娘，长公主殿下，封文奏事乃是下官分内之事，若是有得罪长公主之处，恕下官无能为力。让你封文奏事，没让你造谣啊？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本宫坐着那辆马车？下官自然知道，那并非公主仪仗。然而，公主府出行的马车就能随意践踏百姓吗？皇后娘娘，那个小黄门还没到吗？静妃娘娘求见。一阵环佩叮当作响，静妃缓步入内。她生了一张精致的厌世脸，仿佛对万事都倦怠了一般，眼尾却微微长挑着，平添了几分凌厉之色。皇后娘娘，是臣妾的昭儿不懂事，才惹下这场祸端。臣妾已罚她抄了10遍女德，禁足半个月，不知娘娘可还满意？昭儿还小，哪里懂得什么？宫中的人要好好约束，省得教坏了皇帝的血脉。不劳姐姐费心，那个不懂事的小黄门，臣妾已经杖毙了。臣妾吩咐铺尸半日示众，以儆效尤。姐姐，您要去瞧瞧吗？一个上不得台面的阿杂东西，打死了就打死了，与本宫何干？既是如此，臣妾就告退了。秦瑶光算是明白了，王御史弹劾他，事情却牵扯到了五公主。静妃护犊子，直接罚了五公主，杖毙惹祸的小黄门。皇上驾到！臣妾拜见皇帝陛下。平身。皇上这会儿怎的有空来了？臣妾亲手炖了一盅梨汤，正要请人送去文德殿呢。皇姐难得进宫一趟，朕就出来松快松快。这么多人，是在做什么？岳阳常来常往，有何难得？分明是来替静妃撑腰的，嘴上说的好听罢了。皇上操劳国事辛苦，都是臣妾的不是，只是个小误会。静妃御下甚严，臣妾深知不如。皇后说的是，朕去静妃宫里时，也时常觉得安静。昭儿都罚了，王御史也罚俸3个月，其他的就不追究了。往后不要再弄错，惹出这么多事。王御史立刻应了，施礼告退。他是世家养着的喉舌，根本就不靠那点俸禄过日子，这点惩罚不算什么。与之相比，他更怕被谢皇后迁怒，让世家舍弃了他。这件事说来还是怪臣，是臣没看好周姑娘，才惊动了皇后娘娘过问。这件事说来还是怪臣，是臣没看好周姑娘，才惊动了皇后娘娘过问。眼下五公主都被罚了，周姑娘自然不能例外，就罚她在10日内抄写50本心经，送到大般若寺中供奉，替娘娘祈福可好？既是要祈福，不妨多抄几本，心诚则灵。皇上所言极是，那就再加10本。
臣妾出门时，昭儿有些不舒服，刚睡下，臣妾有些担心，就先告退了。昭儿是不是被吓着了？不行，朕也一块儿去瞧瞧才安心。皇后先歇着，朕空闲了就来看你。皇上，请以国事为重。青天白日的，皇帝应该在文德殿理政，或照朝臣应对或批改奏章。唯一不该出现的地方就是后宫。国事有大司徒操心，朕在不在有何干系？幸好谢皇后知道她一向就是这么个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深意。长公主，皇子公主们都大了，你家的那位周姑娘多约束着些，我这里不欢迎她。就是静妃娘娘不提，我也会多看着些。安国公前些日子咳疾犯了，娘娘可有话需要本宫带去府上？原主到底是愚蠢到什么地步啊，才会让一脸倦怠仿佛万事都不在意的静妃能露出这等神情？娘娘，你若有什么话，可请人去喜宁宫，1个时辰之内我都在那里。给母后请安，母后万福金安。这不年不节的，是又惹了什么祸事？要找我替你收拾烂摊子吗？母后，您怎么能这么说儿臣啊？儿臣就不能是因为想您了，特意来跟您请安的吗？行，怎么就不行了？我们瑶光啊，想做什么，母亲都替你撑腰。母后对儿臣可真好。你这张嘴呀，跟哪儿学的？抹了蜜似的。不行，这个颜色太深了，与我儿不配。母后，这么好的花，就让它陪着母后，好生生的剪了，岂不可惜？几盆花罢了，有甚可惜呀？能簪在岳阳头上，才是他们的荣幸；能簪在岳阳头上，才是他们的荣幸。不错。这就像打扮芭比娃娃，看见芭比娃娃漂亮了，自己也高兴。好看吗？快快寻一柄镜子给我。谢母后的赏。本宫记得前些日子从苏州上贡了几匹软烟萝卜，都拿出来，让我瞧瞧哪个色儿更配我家瑶光。把库房开了，鲜亮的颜色都拿出来。在喜宁宫里一待就是小半天，直到陪着皇太后用完午膳，皇太后要午休了，他才告辞。皇太后再怎么尊贵，因身份限制，1年也出不了几趟门。宫殿再大，花园再美，看多了终究也都是死物。刚出来喜宁宫，旁边迎上来一名宫女，见礼道：奴婢景平宫碧桃给长公主请安。平身。金瑶光看着碧桃问：你来找本宫，所谓何事？静妃娘娘听闻安国公咳疾犯了，忧思不已，圣上赏了宫里特制的枇杷膏，劳烦长公主殿下遣人送去。娘娘亲自采摘制成的桂花口汁，还望长公主殿下笑纳。殿下送去的东西，安国公已经收到了，让奴婢转告殿下，若下次进宫能提前告知他们，将感激不尽。春分来禀：殿下，宁国公府的舅夫人到了。让她在花厅候着，把马六家的叫来，舅母离开的时候一并打发她走。本宫那竹风院每个月都拿50两给宜春，我却是忘了，近日才想起。说着，他望向在汪氏身后站着伺候的宜春。宜春吓了一跳，走到中间跪下，不敢抬头，也不敢吭声。是，殿下有所不知，我们府上实在艰难。艰难？自打有了宁国公这个爵位，公公就立下家训，不得以外戚身份经商，给皇太后添麻烦。我也是嫁进来才知道这件事。每年宫中的收入就靠各处的庄子撑着，开支却不小。族中的义学，逢年过节各处的打点，
京中有寿宴、喜宴，红白喜事不断，还有宫里，红白喜事不断，还有宫里，样样都要送礼，桩桩都要花钱。太后娘娘回府省亲那一回，又耗巨资修了那么大的园子，不过是表面锦绣罢了。我这个家当的是真的艰难。殿下您也知道，光靠老爷们的俸禄，还顶不上府里半个月的开销。舅母，本宫虽然贵为长公主，身上也流着崔家的血，有什么事你大可直言，不必瞒着。莫说殿下不信，我要是没经历过，也是不信的。行吧，舅母的难处本宫知道了，只是没有以出嫁的外甥女给舅家送银子的道理，被人知道了，只怕又会横生波折。殿下，您身份尊贵，有谁敢智慧？就拿起子不长眼的，还有太后娘娘在呢。送客。见无法挽回，汪氏只好一脸愁容地离开。到了公主府角门处，春芬早就带着马六一家人候在这里。舅夫人，奉殿下之命，把马六这一家陪房送还宁国公府。走，去春堂院。这些花开得不错，明儿趁着晨露时都给本宫打了，本宫要做一道百花宴。是。听见动静，萧氏母女从屋中迎出来。见过长公主殿下。给长公主娘娘请安。起来吧，今儿本宫来是奉了陛下的令，来让周姑娘抄书的。时日，今儿已是酉时，周姑娘还是抓紧些时间吧，到时候若是交不出来，就是抗旨。殿下，能不能从明日开始啊？你是在跟圣上讲条件，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你能求得圣上同意。笔墨够吗？蜡烛有吗？周姑娘要抄写给皇后娘娘祈福的心经，姿势体大，你安排2个小丫头前来伺候笔墨，务必看着周姑娘一笔一画仔细抄写，若有污损墨点，立即整本重抄，不得有误。哦，对了，静妃娘娘说了，你连累五公主受罚，景平宫不欢迎你。什么？比起这个，抄经书又算不得什么，抄经书又算不得什么，他好不容易才搭上的关系。长公主娘娘，我和五公主一见如故，能不能求求你接五公主到公主府来玩？她是可以不出现，但五公主能出来呀？不能。你们一见如故，与本宫何干？关他屁事！哎呀，我的儿啊，你这是干嘛？还是赶紧些，开始抄经书吧。这第一天眼看就快过去了。你是害怕我完不成，连累你受罚吧？我这还不是担心你吗？去准备笔墨吧。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一切都开始不顺利起来。现在又被抄经书给困住，10天内他都做不了什么。母亲，我们院子里还有一筐橘子，您着人送去竹峰院，就说我被罚经抄书，这几日都不能去探他们，实在是对不住。好，你这里一个人可以吗？长公主的丫鬟就快到了，我有什么不可以？她这个便宜母亲真是又蠢又坏，还不懂得掩饰，偏偏想要去够那片她得不到的天。曾经订过婚又怎样？燕长青如今已贵为驸马，还是手握军权的镇国大将军，还袭着镇国公的爵位，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一个带着女儿的寡妇，哪怕保养得再好，燕长青是瞎了眼吗？会看上你？殿下，殿下，殿下，咱们公主府里有偷东西的小贼呢。谁在喧哗？春芬屈膝道：“婢子去瞧瞧。”没过一会儿，他带着萧氏进来，神情有些疑惑。殿下，周太太说有人偷了殿下的东西。可不是，
殿下这般好心，那起子狼心狗肺的野种，竟然还敢偷您的东西，真不要脸！你说谁是野种？是大少爷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刚刚还在我们院子里嘘寒问暖，原来我们几个在你眼里就是野种。他实在没想到，一向关心爱护着他们5个孩子的周太太，竟然是这样的人。不是的，大少爷您听错了。周清河不在，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殿下救我！不得喧哗。儿子，拜见母亲。起来吧，起来吧。你之前说什么？偷什么东西？我的好殿下，不是什么大事儿，没什么的。怎么不是大事？府里都进贼了，这不算大事，要什么才算大事？如实道来。五少爷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孩子嘛，就是嘴馋了些，偷偷拿了玫瑰露，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是五弟偷的，是母亲赏给五弟。说完，他求助地望向秦瑶光。在这个瞬间，他心里陡然生出恐惧的寒意来。难道真像二弟说的那样，长公主丝毫没变，给他们甜头只是为了变着花样的责罚他们？是本宫赏的，怎么，萧氏你有看法？不敢。既然事情都弄清楚了，你还有何事？没有了。望着萧氏失魂落魄的倒退着出去，还差点被门槛绊了一跤。秦瑶光品了一口茶，掩住唇边的笑意。摆饭吧。你们院子里管事的人想好了吗？老大点点头，却说出一个令秦瑶光意外的人选来。你们确定？我们都商量好了，二弟他也愿意。可以，我可以答应你们。真的？老大忘形地问，满脸喜色。他原就不是懂得掩藏情绪的孩子。不过，秦瑶光又道，原本我对你们有其他的计划，老二如果要管院子，恐怕会顾不过来。我把白露拨给他，大小事都由他说了算，具体的事情就让白露去做。你们年纪还小，至今还没启蒙，是我的疏忽。原来这就是他口中所说的其他计划吗？他眼眶发热，天哪，这是认真吗？他没听错吗？老大晕头转向的离开，白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音颤抖道：殿下，是婢子哪里做的不好，你要赶走奴婢。不是，你别多想，以前都是本宫想差了，哪怕是庶子女，那也是驸马的血脉，若是连大字都不识得一个，只会让人笑话。让你去，你就去好好照顾他们的生活，你还是我身边最信任的人，这件事很重要，我只有交给你才放心，你明白吗？可是主子，奴婢舍不得你。都在一个府里，本宫还要你每日都回来跟我禀报呢，有什么舍不得的？那怎么一样？奴婢不能时时伺候在主子身旁，主子冷了热了，婢子也是不知的。还有谷雨他们在呢，院子里的小丫头你最清楚，找一个可靠的，交给邓嬷嬷手里带着。你快起来，地上凉，别再跪着了。今儿你就早些歇着，把手头的事都交给邓嬷嬷，收拾好东西，明儿就去竹风院。那边乱七八糟的，又没个管事的人，本宫实在放心不下。主子，有个叫春红的2等丫头，她干娘就是被发卖的梳头娘子，手艺不错，也不是说是非的人。从外面采买的？3年前官府发卖了一大批人，咱们府里也买了一些。殿下您忘了，3年前的水灾冒镇案，皇上震怒，发落了一大批官员。我知道了。春红是吧？邓嬷嬷去看看，若是没有问题，就给她改个名字叫韩露，先跟着谷雨伺候。
我知道了，春红是吧？邓嬷嬷去看看，若是没有问题，就给她改个名字叫韩露，先跟着谷雨伺候。白露姐姐，大哥说我们能识字了，是真的吗？当然了，主子从来不骗人。白露姑娘，给您留了糖蒸酥酪，您快尝尝。只一份？给白露姑娘的可不是只有一份嘛。给三少爷端去，他现在是病人，吃这个正好。来宝从外面跑进来，气喘吁吁地指着外面。白露姐姐，你快去看看吧，外面吵起来了。反了不成？大呼小叫的，这都是在做什么？竹风院是少爷小姐们的院子，往日里没个章法，从今儿起，都把规矩给我立起来。怎么了？谁来说说？白露走到老二身后站着。白露姐姐，你可要替小子们做主，小子几个从公主府开府之日起，咱们便在这竹风院里伺候着，不敢有任何行差踏错。这么多年不念功劳也有苦劳，白露姐姐您说对吧？这么多年不念功劳也有苦劳，白露姐姐您说对吧？怎的今儿便翻脸不认人了？一大早的，二少爷便说要将小子们给逐出去啊！是啊是啊，不至于吧？我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难道还错了不成？搁这里起早贪黑的伺候着，都抛媚眼给瞎子看了。在他后面，老大提着拳头，双眼冒火。大哥，二哥说了，都交给他处理，让我们都不要管。白露才点了其中一人，问道：你多大？回白露姐姐的话，小子今年刚满12。主子开府10年，你12，合着你2岁就能挑水担柴，洒扫庭院了？别以为我今儿个刚到，就以为我是好欺负的。真当他不知道呢。来了竹风院这几回，除了来宝，就没见着过什么正经伺候的下人。哪怕我不知道，二少爷却是极清楚的。你们几个满口胡气，按我说，二少爷只是把你们给撵出去，委实是太心善了些。白露的话音刚落，几名贱妇就走上前来。二少爷，奴婢以为此等不守本分的刁奴，不如回禀了殿下再来处置，您看可好？可。主子说了，竹风院内大小事由二少爷说了算。再让我发现那起子偷奸耍滑的、欺上瞒下的、不尊少爷小姐们的，一律请府里的家法处置。殿下，您是没瞧见婢子走的时候啊，朱太太那个样子都快哭了。春分心直口快，他有什么可哭的？还心疼他满院子花呢。这府里有什么东西不是我们主子的？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今儿之后，春囊院里就只有绿色了。长公主殿下，朱太太求见。她可是来讨她的花了？无妨，本宫正要找她。邓嬷嬷不屑道：哼，好歹也算是个官家太太，怎的行事如此没有章法？主子连早膳都还没用，她来做什么？殿下，大少爷来请安了。让萧氏候着，把老大叫进来。萧氏母女这些年在公主府里得了不少好处，正该好好亮上一亮，让她知道自己的身份才好。昨儿白露把她带来老奴这里，老奴细细问过了，是个好的，就把主子赏赐的名字给了他。他既是这么说，秦瑶光再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也拿眼打量着韩露。奴婢韩露拜见长公主殿下，陛下吉安。起来吧，瞧着是个好的，好生跟着嬷嬷学规矩吧。是。白露在竹风院管事，府中一概旧例她都是知晓的。你们若是缺了什么，差了什么，尽管跟她讲。此外，再有不妥之处，你且先记下，早晚说与我听，不得造次。你想问什么，尽管说。作为母亲，我担有教养之责。母亲，您为何前些年对他们百般虐待，
如今又是让白鹿管事，又是给予各种支持，为何之前他们5个孩子在公主府的地位连下人都不如，眼下却慢慢被尊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看着老大一脸迷惘，他解释道：这段话出自孟子、告子，待你们学过之后便知道我用心良苦。别想了，先吃饭。吃完饭我还有事与你讲。食不言，寝不语，安安静静吃完一顿早膳，用谷雨盛上来的香茶漱了口，秦瑶光才让萧氏进来。长公主姐姐呀，咱府里的厨艺呀更精进了些，这道豆腐皮包子啊做的可真不赖，光是闻着呀就令人垂涎。确实不错，里面的馅是把鱼肉细细剔出来，加了羊肉、香菇、虾仁、木耳一起调味，再加了姜丝和麻油来蒸。他神色淡淡的，却是把这道菜描述得极仔细。萧氏听在耳朵里，更是想吃得发慌，心头跟猫抓似的。把这道菜装好，让老大带回去竹峰院，给几个小的尝个鲜。国语赶紧低头掩住脸上的笑，心道：上天保佑，殿下的性子是越发活泼了。你倒也不必谢我，要谢周太太才是。既是行了礼，就劳烦周太太从明儿4时起，至鸡鸣的酉时，前往竹峰院里替5个孩子启蒙。就劳烦周太太从明儿4时起，至鸡鸣的酉时，前往竹峰院里替5个孩子启蒙。启蒙？周太太娘家以耕读传家，丈夫更是太傅跟前的得意弟子，来教育你们识得几个字正好。萧氏本身是个蠢的，只要把他和周清河分开，他就翻不起什么浪。秦瑶光又吩咐春分去买千字文、三字经，又学琼林回来，送到竹峰院里，让哥儿姐儿们先看着。明儿开始上学习字，万不可偷懒。把萧氏打发走，秦瑶光突然想起，问邓嬷嬷：他来这一趟也没说所谓何事？哎呦，恐是忘了让邓嬷嬷传了那几个预备做外院管事的人进来。王管事被他送去京兆府后，那边已经判了流刑，外院却不能一直让邓嬷嬷这么兼着管，内外有别，很多事情都不便利。秦瑶光跟前3个人上前见了礼，恭恭敬敬地垂手站着。本宫瞧着你是个能顶事的，先试试，给你10天，10天后再来回话。若是都能理得齐整，就由你管着外院。奴才曾祥进定然不负长公主所托。主子，曾祥进想要把外院给管起来，恐怕要费些功夫哦。对公主府来说，曾祥进是个毫无根基的外人，长公主怎么想着用这么一个人？正因为他是外人，我才要用。府里势力盘根错节，用谁背后都牵扯甚多，不如用一个只能靠着我的人。他没有依靠，必须忠心。不愧是殿下思虑周详。不过殿下觉得他能胜任吗？他如果不能，我不过是多费些功夫重新找一个罢了。嬷嬷，你可知道何处能买到石墨？石墨？殿下怎么想起石墨了？那都是木匠用来画线的工具呀。什么工具？替我寻来，或许有大用。而他想要献一幅让皇太后爱不释手的八仙鹤寿图，就要与众不同，把他运用娴熟的现代绘画技法给用起来。因为原料的缘故，油画暂时没办法，但他却可以把素描的技法糅合进来，让人物更逼真，场景更富有真实感，让人物更逼真，场景更富有真实感。殿下，中午摆饭可要用百花宴，厨房做了几道菜出来，特意让奴婢去尝了，味道不错。摆，去竹峰院把几个孩子都叫来，一起吃这百花宴。把椅子端得靠近些，再去拿个脚凳来，让小五能踏结实了都仔细些，小五喜欢的都给他。
你们都知道了，从明儿起，周太太来竹峰院里教你们识字习字。待你们识的字，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就该知道男女7岁不同习。你们已经大了，老四一个姑娘家，不能成天和几个小子混在一个院。往日我是为了锤炼你们，今后却都该知礼识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老三，我希望你记住这句话，不要以损毁自己身体的代价来作为筹码。老三听懂了，不过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刚生过一场大病未愈，原就白皙的皮肤泛着病态的苍白，让精致的眉眼越发出挑，不经意之间透出几分瑰丽之色。母亲，我的身体既是受之父母，就与您无干。秦瑶光闭了闭眼，吸了一口气，再缓缓睁开。熊孩子，熊孩子，熊孩子，我不跟你计较。还是好气，不气不气，气坏身子无人替。他就是故意挑衅，想激怒你罚他，然后把老四搬出竹峰院这件事给接过去。老三既然还伤着，就带下去养伤。目无尊长，从明儿起，每日习50篇大字，老大早上请安时教来。叫你再凶，此时便用祭出罚抄大法，不打不骂，还能让他认字，简直完美。多谢母亲教诲，孩儿定当督促三弟。莫以为我是在诓骗你们，只要出了公主府打听打听，哪家哪户都没有10多岁的姑娘家，还成日和异母兄弟厮混在一块的道理。但其实在这几个孩子里，只有老大跟他是亲生兄妹，其他3人都毫无血缘关系。主子说的是，再过2年，四小姐就该相看人家了，眼下正应该跟在殿下身边，学着怎么管家。比起秦瑶光，吴晓对邓嬷嬷还更信任一些。老四当下就红了脸，不敢吭声。行了，就这么着。既然是这样，择日不如撞日，老四眼下就跟着我回华木堂，把我那隔扇必杀厨给收拾一下，往后就给四小姐住了。是。国语屈膝应了，被秦耀光牵着手，老四推脱不得，一步一回头的去了。二哥，你做什么要拦住我？四妹妹被带走，你满意了？二哥，四姐走了，我们怎么办？这里是公主府，她想要做什么，我们难道还能反抗不成？这个道理难道需要我再提醒你们一次？今儿四妹妹不走，明儿也是会走的。哼，你就知道明哲保身，我豁出去闹上一场，先把眼下对付过去不好吗？剩下的我们再慢慢想办法，总能保住四妹妹。四妹妹走了也没什么不好。你说什么？老三暴怒。做什么？不要你假惺惺。我以为大哥才是最冲动的，没想到三弟连控制自己的情绪都学不会。长公主有句话说的没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呸！这才几天呢，你就站在他那头了？给点甜头你就什么都忘记了是吧？我们都是一群没有爹妈的人，还受之父母？没有父母，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三哥，你就不要生气了，二哥肯定有自己的原因。你这么大个人，还没有小五懂事。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先回竹峰院。见他们散了，下人才上前收拾。秋风送爽，院子里层层叠叠落满了银杏叶，阳光从树梢枝叶中洒下来，点点光斑闪耀如金。老四，往日我未曾教你闺阁里的道理，从今儿起你要用心学。白日里你就在竹峰院里跟兄弟们识字习字，却不可与他们同吃同住。就快是大姑娘了，我这公主府出来的小姐，不说琴棋书画都要精通，走出去可不能让人低瞧了去。
用完晚膳，你就跟着嬷嬷学礼仪规矩，如何走路，如何见礼，如何吃饭，都要重新学过。我会走路吃饭。是。吴语蹲身应了，走到距离两人10来步的距离，舒展身子往前走去。他在行走之间脚步轻盈，步伐不快不慢，下垂的青玉耳坠几乎没有晃动。他走的可好看？你来赏。我？老四受惊似的往后瑟缩着，盯着那个荷包，仿佛盯着烫手山芋。你要是不赏，他就得一直这样蹲着。啊？你还得说点什么。你走路很好看，赏你的。谢四小姐的赏。回到厢房，秦瑶光指了2个小丫鬟给他，一个春杏，一个春桃，让2人伺候着他在碧纱橱里歇了午休。四小姐醒了，可是觉得口渴，先喝一口温茶漱漱口吧。绣房里给少爷小姐们的西衣都做好了，主子就让他们把四小姐的送到这里来，正好赶上姑娘醒了。姑娘皮肤真好，桃红色可太衬您了。姑娘，这个匣子都是主子赏给您的。她年纪小，秦瑶光给的都是小姑娘用的鲜亮珠宝和活泼的款式，金灿灿的钗环，红的醉人的宝石。梳妆完毕后，老四在2人的伺候下走出浣纱橱，整个人如在梦中。四小姐起了呀，我们家四姑娘这么一打扮可真好看。来，快让我瞧瞧，多漂亮的小姑娘。你记住，从今儿起你就是养在本宫膝下的四姑娘，谁要是敢欺负你，你就使人打回去。打回去？老四吃惊地睁大双眼，眼神纯净如春水，懵懂如小鹿，太可爱了。嬷嬷，把我用的那玉容膏，宫中新赏下的口脂面脂都给四姑娘一套，今儿晚间再用羊奶好好给她泡一泡，本宫的女儿就得好好娇养着。母亲，女儿眼下能学走路吗？好呀，你既是想上计，万没有拦着的道理，只是你儿时未曾接触过，眼下开始学却有些辛苦，你可愿意？母亲，女儿不怕吃苦。那就交给邓嬷嬷了。姑娘要学规矩，你们就精心伺候着，若是让姑娘渴着饿着，本宫的板子可不饶人。邓嬷嬷牵着老四离开后，秦瑶光屏退下人，自己在屋子里脱下衣服，试了试新做好的文胸内裤，真是不错，穿着甚是舒服。你们也可以去绣房打听了做法，自己做。春分来报，殿下，您找的做石墨的匠人到了。匠人老实巴交，指缝中是洗不净的墨黑色，仓皇地跪在廊下，不敢抬头。殿下，此人是曾管事在东市寻来的，说他最擅长机关造物，叫刘明。抬起头来。还不赶紧见过殿下？见过殿下。本宫想要用石墨做成可写字的笔，你可会？石墨笔？小人就用石墨笔画图。殿下，尾部有个盖子，您把盖子旋开后就可以更换里面的石墨笔芯。这竟然还是能换题型的自动铅笔！小人这是偷懒，不想再做木笔，笔芯要是短了就取出来，把材料重新融了，做一根长度足够的石墨芯进去。就是每次做出来的石墨芯不大一样，有时颜色太浅了，不大能用。你从前端把这里堵死，后面中空的就做成一节一节短短的石墨芯，当使用的笔芯磨秃后，就从后面储存的取一支出来替换，不是更方便吗？我怎么没想到啊！小人不妨事。你按这个想法去做出一支能用的木笔来，另外从最深的颜色到最浅的材料都记下来，
本宫每一种都要，需要几日？若是要把从深到浅的材料都试出来，需要耗费些时日。若是殿下所言的可替换石墨烯的木笔，明儿就能得了。好，第一批先制出10支送来。好，第一批先制出10支送来。材料耗费和你的工钱不够，再告诉本宫。够了，够了。刘明大喜过望，当即在心里决定推了其他活计，接下来专心做长公主的石墨笔。他离开后，秦瑶光吩咐赏了曾祥进，曾祥进就来求见，说是来谢过主子的赏，婢子瞧着倒是来求救的。他能来找本宫，确实是个聪明的，懂得借势，而不是自不量力硬杠的人，才是真正能做事的。曾祥进进门见了礼，规规矩矩道：奴才听说四小姐到了华木堂，想来还缺使唤的人手，便带了几个小丫头来，听候吩咐。进来一连串小丫头行礼，跪得规规矩矩，连头都不敢抬。哪个是曾雪莲？进来一连串小丫头行礼，跪得规规矩矩，连头都不敢抬。哪个是曾雪莲？奴婢曾雪莲给长公主殿下请安。抬起头来。曾夏是你哥，有何内情，尽管讲来。奴婢是主家反噬后被他给抢来的，说是当做他的童养媳，又怕别人打奴婢的主意，对外只以兄妹相称。奴婢被他养在屋里，替他洗衣做饭，夜里还要暖被窝，他在外面过得不顺心了，回来就打骂奴婢出气。你怎么不早说啊？奴婢不敢，他说要是敢透露半个字，就要把奴婢打死。行，你就留在华木堂，跟在春风后面跑腿，做一个2等丫鬟吧，就叫雪莲，多留在院子里扫扫。华木堂这么大个院子，多几个人不多，既是为曾祥进撑腰，不如撑得更足一些，把这些小丫头都收下。不必谢本宫，是你办的差事合乎本宫心意。很快就到了用晚膳的时间，老大来得特别早，天色还亮着，就在外面候着。母亲，四妹妹这是怎么了？四妹妹，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快告诉大哥，大哥替你做主。放开他！不，休想！你别欺负妹妹，有什么冲着我来！跪下！本宫教了你这2日的规矩，都给忘了？大哥，你误会了。大哥，你误会了，母亲她没有欺负我。这还不叫欺负？有大哥在呢，你别怕，受什么委屈就告诉我，我一定替你讨公道。哥，我真的没事儿，你别冤枉母亲。邓嬷嬷掀了帘子，从碧纱橱里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个平底长口描金花鸟纹漆盘，漆盘里还盛着一大半的水。一见眼前场景，她脸上的笑劲都收了。哎呦喂，这是怎么了？大少爷，你赶紧把四姑娘放开！哎呀，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哪怕是亲兄妹，过了10岁也不能这般搂着呀！母亲，都是女儿的错，才让大哥误会，还请不要责怪大哥。短短半天功夫，他的举止仪态突飞猛进。短短半天功夫，他的举止仪态突飞猛进。都跟你说了慢慢来，不着急，你怎么就是不听呢？这么乖巧的孩子，有一个算一个，真的不要太可爱好吗？一个老4，一个老5，都是可人疼的好孩子，就是老3，哎，算了，那个熊孩子不提也罢。难道是真的？我难道真的错怪了好人？主子您看，这是最后一圈走下来，盘子里的水半点没洒呢。
你来走一遍，让我瞧瞧可曾退步了。谷雨接过去，把棋盘在头顶放好，举步朝着老大走去。他身姿平稳，仪态大方，那棋盘就像是长在了他头顶似的，一滴水都没洒出来。大少爷，还请您查验，婢子头上棋盘里的水可有洒出来？老大个子高，老大情不自禁地张大嘴，感叹出声：好厉害！原来姑娘们要练这个的，练这个又有什么用？不只是姑娘们要练，学子也要习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排在头一位的就是礼。如此，你知错了吗？孩儿知错。错在何处？孩儿不该顶撞母亲。老大诚心认错。此为其一，其二为未曾探明事实真相，就不分青红皂白，以自己心中的猜测为事实。这是在家里，若他日在朝堂，在军中，你仍如此呢，岂不是让好人蒙冤？老大在袁术中的下场跟他冲动莽直的性格有直接关系，做了别人手里的刀，至死都没明白。你仔细想想，去廊下跪着，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起来？他不是爱使用体罚手段的人，但事关老大之后的命运，眼见他有所开悟，便趁机下了重药。是。老大磕了一个头，眼里再无半分怨恨。老大磕了一个头，眼里再无半分怨恨，退下去到外面的青石板上跪着。去给老大拿个垫子去，地上凉，别跪伤了膝盖。好好吃饭，瞧瞧你瘦的这副模样，真是可怜见的。把这几个没动过的菜给装好，让大哥带着四姐回去一趟竹峰院。明儿就要习字了，四姐儿也要熟悉下课本才好。婢子就知道主子是断断舍不得让大少爷受苦的。都说严父慈母，这府里呀，就咱们主子一人，可不得父亲母亲的角色都一并给担了，拼着担待了骂名，也要把少爷小姐们教导好啊。主子还说不是，分明是怕竹峰院里的少爷们担心妹妹，想让四姑娘特意回去一趟，心里啊可疼得慌呢。行了，都别贫嘴了，外边冷，你去院子里跟哥哥弟弟们说说话就回来。至于课本，明儿总之都是要教的，不急。大少爷，主子让您把赏下的饭菜拿回竹峰院，送四小姐回去熟悉课本呢。母亲既是罚了孩儿，我还没想明白，不能起。可让大少爷回竹峰院也是主子的命令。好冷，大哥，你先送我回去好不好？太阳一下山就太冷了。唉，小手都冻得冰凉了，可不能再这么站着，走动起来就暖和了。我送四妹妹回去。给大少爷、四姑娘请安，婢子正担心着呢，就怕路上天黑不好走。几个孩子都揣着不安，等着老大回来。偏生他今日回来的又晚了些，直到见到老四平安无恙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围着他说起话来。还热乎着呢，大少爷赶紧用饭，别饿着了。瞧我说什么吧，这么晚回来连饭都不给吃。老三凉凉地横插一句，气氛顿时有些尴尬。白露姐姐，烦请您稍后再来收拾，让我们兄妹几人好好说个话。白露立刻应了，和春芬出了门。四妹妹，你在华木堂里，她对你如何？二哥，我觉得长公主被妖精附身了。别胡说，这是能乱说的事情吗？这么紧张做什么呀？这里不就我们5个人吗？有什么信不过的？大哥，先把饭吃了。什么情况？怎么闹得连饭都没吃？详细跟我们说说。都是我爱吃的，你们晚上吃了啥？要不要再吃2口？哎，这里还有一道五弟最爱吃的珍珠丸子，要我说呀，哪怕真就被妖怪附体了，那也是个好妖怪。
大哥，你干嘛吓他呀？二哥，还是我来说吧，让大哥好好吃饭。再说这个过程也只有我最清楚。行，你来说。于是老四把他到了华木堂之后的经历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二哥，大哥到的时候，我正刚刚练完，有些脱力，大哥才会误会，被长公主罚跪，没能吃上晚饭。你们瞧这身衣服，我穿的戴的，还有你们现在身上的新衣，都是绣房新做的，除了暖和，比在长公主跟前伺候的人料子都好。我是不服气，才让邓嬷嬷给我加练。无论怎么说，我也是这公主府里唯一的小姐，怎么能比不过一名侍女？如果不是三哥掌心的伤还没好，我都会以为这些年受的虐待是我的错觉。你们看，他是认真在教导我和大哥，之前抓到武力偷吃也没有罚他，还派了厨娘来，更是赶走了曾管事和那个管家娘子，换了白露姐姐。二哥，你觉得他会是因为要同时扮演父母2个角色，才会对我们那样严苛？或者是像他跟大哥说的那句听不懂的话一样，是为了磨练我们的意志？或者是像他跟大哥说的那句听不懂的话一样，是为了磨练我们的意志？嗨，想那么多干嘛？总之他现在对我们好了，是吧？那种苦日子我能继续挨下去，小五也挨不了。你们看，眼下这不是很好吗？哎呀，二弟，你也别想太多了。要我说，哪怕他真的被妖怪附了体，这个妖怪也是只好妖怪，是天上降下来专门救我们的。啊，从天上下凡来救我们，那不是菩萨吗？对，小五说的对，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哈哈哈哈。二哥，你觉得他会一直都这样对我们好吗？二哥，你觉得他会一直都这样对我们好吗？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从那天我钻柴房被卡住，他让人把我救出来开始。我觉得是邓嬷嬷给了银子，让我们去请郎中替三弟治病那回。老大说，现在想想，要不是有长公主的授意，邓嬷嬷怎么敢？是不是那一日，姓曾的管事拉了几车烂木头来我们院子糊弄，还欺负来宝那一回？大哥和五弟说的都只是一种感觉，那个管事却是切实被处置了的。老二却摇摇头。你们说的都有理，但都不是。是3天前那个早晨，周太太把鞭子递给他，他没接的那个时候。不可能。是3天前那个早晨，周太太把鞭子递给他，他没接的那个时候。不可能。不会吧？哼，你确定？他用白酒浇我的伤口，痛得我都恨不得马上重新投胎了。对呀，我也觉得不可能。那么狠毒的招数，他眼也不眨就用出来了，肯定还是那妖妇在作怪。不对，那么快就忘了吗？那日前来给三弟看诊的郎中说得很明白，用处理伤口的这个法子军中常见，还说幸亏伤口处理及时，才没让外邪入侵。三弟只是普通风寒。对啊，走的时候郎中还问我们是何方高人处理的，他还想见一见呢。高人？难道真是菩萨下凡？所以跟今儿晚见大哥在华木堂因为看见四妹妹辛苦而误会了长公主一样，那天他用白酒处理你的伤口也是误会。周姑娘往日总在我们面前说，她和她娘是迫不得已才当着妖妇的面对我们口出恶言，但大哥那日
却亲耳听见周太太特意去华木堂告状，说我们是野种，说武帝偷了她的玫瑰露。大哥，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周家母女进府后，我们的日子才变得难过了？萧氏母女是4年前进入公主府，和老三是同一年入府，而在他们之前，老大、老四和老二就已经在了。那会儿老四年纪还小，可能不一定记得，但老大一定有印象。有这事儿啊？所以我们被虐待的那么惨，是那母女2人在背后搞鬼。大哥，你好好想想，不急。大哥，你好好想想，不急。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我记得在他们来之前，他只是把我们放在这个院子里不闻不问，虽然上上下下也不待见，还克扣伙食，但基本上1年4季的衣服都是有的，料子都比那些下人要好。说起这些细节，老大还另想起一件事来。四妹，你还记得吗？你进府的第2年，还不到3岁，生了一场很凶险的大病，连着几天高热不退，胡言乱语。我急得没法，也只能没日没夜地守着。是长公主半夜让人拿着牌子进宫请了太医来，一副药下去才退了热。后来精心调养了好几日，四妹妹这才活蹦乱跳。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一副药下去才退了热。后来精心调养了好几日，四妹妹这才活蹦乱跳。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但我记不清了。如果是这样，那我基本可以肯定，在周清河母女未进府前，长公主还是一个正常的嫡母，虽然不喜，却也尽到了嫡母的职责。那个时候老二还没入府，并不知道此事，由老大说出来更佐证了他的推测。你的意思是他后来针对我们，是因为春堂院那对母女在背后挑拨的缘故？老三问出这句话，眼里嗖嗖冒着寒光。对。老二下了最终结论。虽然过于荒谬，但华木堂的主人确实不是之前那个妖妇。从今儿起，我们奉她为母，不可轻慢。更紧要的是，这是属于我们5个人的秘密，不得外泄，否则只会让我们失去保护伞。四妹妹不怕，有大哥在。老四了一声，声音细细的。我不怕。好在跟着他们的人多，举着灯笼照亮着前后好大一片，很快进了华木堂。他怎么回来了？热水早已备好，秦瑶光让春杏、春桃伺候着老四去泡澡。孩儿给母亲请安。一进门，老大便双手按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母亲，是儿子错了，儿子不该怀疑顶撞母亲，让母亲伤心动怒，更不该没问明白事情真相就妄下结论，差点铸成大错。儿子不该怀疑顶撞母亲，让母亲伤心动怒，更不该没问明白事情真相就妄下结论，差点铸成大错。这孩子开窍了。起来吧，既是想明白了，就要记住这一次的教训。你且记住，永远不要让冲动蒙蔽自己的双眼，也永远不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做决定，可记下了？永远不要让冲动蒙蔽自己的双眼，也永远不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做决定。孩儿记下了。记下了就好，凡事不可冲动。是。母亲可是有些受凉，天寒风凉，母亲要保重身体才是。诡异，太诡异了！老大他竟然开始关心起他的身体了。秦瑶光自问向来沉稳，这会儿也绷不住，
一脸惊诧地看着他。老大只觉无辜。这是怎么了吗？我是真心诚意的替他担心，万一要是病倒了，那妖妇又回来了，该怎么办？看着他真挚无辜的眼神，秦瑶光这下是真的被自己口水呛到，连咳了几声，差点背过气去。不碍事，只是不小心呛着了，太晚了，送大哥回去，早些歇息。哎呦，主子先喝口茶润润嗓子，老奴这就去安排，保管大少爷好好的回去竹风院里。主子，这会儿可总算是能放心睡个好觉了吧？老奴瞧着哥儿姐们都是孝顺的孩子，您的福气享不完喽。翌日，还未起身，就听见窗外哗啦啦的雨声。大少爷，您慢点，仔细脚下。大厂工艺复杂，新赶制出的衣衫里并没有。老大便找了一顶往日使用的旧斗笠出来，带着避雨。旁边的下人替他撑着伞，雨下得太大，又有风一阵阵的把雨水刮到人身上。走到华木堂时，老大的大半个身子都淋透了。怎地来了？我正要打发人去传话，雨下得太大，免了你今日一早的请安。哎呦，我的好少爷，您跑出去这是做什么？还嫌淋得不够多吗？我老大一阵凄凄爱爱，低头望着昨日才新上身的青竹色菱纹锦袍，被雨打湿了好大一片，连连心疼不已。大少爷您快进来吧，今儿风大，廊下也都是雨，您这儿浑身都湿透了。快进来，别心疼衣服地毯这些死物了，赶紧伺候着把身上衣服都给换了，端热水来把脚好好泡一下，千万别着了凉。这些死物，快进来！邓嬷嬷拉着他的胳膊往浴池外面穿衣服的隔间去了，那里常年都备着热水，就是为了像这种时候主子需要。老大不愿让雨水滴落在室内，把步子迈得极快。秦瑶光还没反应过来，老大不愿让雨水滴落在室内，把步子迈得极快。秦瑶光还没反应过来，他就窜了进去。去沏一杯姜茶来，带大哥换了衣服，给他驱寒。老大在隔间里解了湿了的衣衫，却半晌都没有动静。邓嬷嬷正要去看，却被他挥着袖子赶出来。哎呦，大少爷，这是怎么了？我大少爷别急，老奴就在这儿守着，谁也进不来。这是害羞了。大少爷，您先用热水泡着脚，不着急出来。礼衣都放在这里啊，外面的衣服主子已经差人去竹风院里拿了，还得等会儿。大少爷懂事了，又不习惯让妇人丫鬟伺候，害羞了。大少爷懂事了，又不习惯让妇人丫鬟伺候，害羞了。倒是我疏忽了，竹风院里都是半大小子，白鹿管着院子，也没有个能近身伺候的。咱们府里有没有伶俐的小厮？秦瑶光想着，他把老四接出来养在跟前后，竹风院里就剩下4个男孩。按京城里权贵人家的配置，正经嫡子身边至少4个大丫鬟，庶子通常是2个。他要是配置齐全，那院子里不得8个大丫鬟伺候吗？殿下，殿下，殿下，咱们府里没有养小公子，外院的小厮跑腿还行，要跟着几个哥儿读书习字却是不行的。行，那就去外面采买一批伶俐听话的进来，挑好了给竹风院里送去。嬷嬷可是有话想说？老奴本想说，可以从内外管事的家里
挑那些聪慧懂事的小子，能知根知底，又想着殿下恐怕是不愿意用府里的人，能知根知底，又想着殿下恐怕是不愿意用府里的人。嬷嬷说的是，往日我不待见竹风院，是人尽皆知的事，就怕他们阳奉阴违，让几个哥儿不痛快。春桃伺候着老四从碧纱橱里出来，昨晚用羊奶泡了澡，又睡饱了觉。经过精心的梳妆打扮，老四整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了。昨睡好了吗？快来母亲这儿，让我好好瞧瞧。母亲，哎，真乖。我这单身狗答应的这么利落，是为了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无痛当妈啊！四姐这头发还得好好养着，下回进了宫你提醒着我，我去找太后讨点养头发的方子去。怎么了？母亲，不哭不哭啊！往后啊，你就是我的乖乖女儿，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挑一个如意郎君给嫁了，可好？说了一会儿话，腿脚快的贱妇已经去竹风院把老大的衣服给取来穿好。殿下，春堂院那边来说，周太太病了，今儿恐是开不了课。什么病了？分明是瞧着雨大不愿出门，这才第一天就给我拿墙。多去几个人把周太太从春堂院里给请出来，本宫倒要看看她生了什么病。秋日里下雨是多常见的事儿啊，大哥都能来请安，偏偏他去不了竹风院。哼，都是往日里太惯着了。老大和老四听在耳朵里，没有说话。他们现在都知道这位周太太是什么人，对她原本也没有抱什么希望。别提那些扫兴的人，我们先用早膳。怎么了？吃饭的时候一直走神？孩儿想着嬷嬷的教导，才知道母亲吃饭原来这么好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你们已经懂得了生活的艰难，从今儿开始读书习字，不可让我失望。窗外的雨连绵不绝，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陛下您看，这几个地方都有问题。霜降指着其中几笔开支道，这里写着宫里赏下来的红罗炭没烧完，就拿出去卖了，但这里又采买了银霜炭进来。去个人看看。京城的青石板路上雨花飞溅，原本因为避雨而空荡荡的大街上，此时因为一骑快马而彻底热闹起来。北戎大捷，北戎大捷，岳氏国降了！殿下，800里加急来报，北戎大捷，驸马爷领了5000精兵奔袭北戎王帐，生擒北戎大可汗，不日将押解回京。呼延敬说他不日回京，没说他还赢了一场大胜仗。还有什么消息一并禀来。岳氏国投降，献上阿勒泰公主珠宝，跟随驸马爷献俘队伍一起回京。替我递个牌子进宫，此外请人去一趟安国公府，准备入宫仪仗。国公夫人向长公主殿下请安。进了宫，在不停歇的雨势中，秦瑶光直奔喜宁宫。下这么大雨，着什么急呀？都这么大的人了，还是听见驸马就沉不住气。唉，这么多年也没个长进。谁说的？母后可是冤枉儿臣了，北戎大捷是喜事，儿臣是来向母后和皇帝道喜的。皇帝正在前殿和群臣议事，你要是想见，哀家就让人去请皇帝来喜宁宫用午膳。皇宫寂寞，
喜宁宫里打发时间的玩意儿不少。皇太后让人拿了一副叶子牌出来，又让邓嬷嬷和侍女凑齐人数，坐在暖炕前听雨喝茶，慢悠悠地打着牌。母后好兴致呀！邓嬷嬷起身给她让了一个位置。谢皇后接过她手里的牌一看，就笑了起来。这么好的牌，这却是送了我好大一个福气。那可不一定，母后今儿也是赢了不少，把我带进宫的金叶子都赢光了，还欠下不少呢。今儿母后的手气最好，幸好我还赢了皇后娘娘的，还欠下不少呢。今儿母后的手气最好，幸好我还赢了皇后娘娘的，要不然连裙子都得抵在了喜宁宫。长公主说笑了，太后娘娘怎么忍心让你抵债？皇上驾到！皇帝命谢皇后和秦瑶光起身，大踏步走到皇太后跟前，扶着她到中间的椅子上坐下，才笑着对秦瑶光道：皇姐，你的驸马真不错，朕正纳闷呢，他怎么好端端的派一名家将回京，说不日就要进京，原来是打了胜仗啊。皇上圣明，文治武功，此乃大景之福。臣恭喜皇上，贺喜皇上。皇姐，你这话说的是驸马打了胜仗，跟朕有什么关系？皇姐，你这话说的是驸马打了胜仗，跟朕有什么关系？他脸上明晃晃的写着：快夸我呀，继续夸，不要停，夸夸我到底哪里厉害。皇上切勿自谦，驸马是皇家的驸马，又是皇帝亲封的镇国大将军，是皇上知人善任，举国一心，才会有今天的捷报。皇姐说的极是。皇姐放心，这回驸马回来，朕一定让他留在京里陪着皇姐。皇上，臣正等着您这句话呢。皇姐只管放心，这一点小事朕还是能做主的。等驸马回来就跟他说说，让他留在京城，万不可再让皇姐独守空房。如此，先谢过皇上。驸马立下大功，臣妾要替皇姐先请皇上的赏。秦瑶光心道：我丈夫立功，你来请我弟弟赏赐，白白卖了一个人情，好大的脸呢。这个谢皇后是真的不行，比她那个大司徒父亲差远了。不急，既然是论功行赏，就不该从皇帝的私库里出。马车里，谷雨回禀：殿下，奴婢把国公夫人的请柬给静妃娘娘看了，娘娘说她知道了。金瑶光点点头，没有多说，闭目小憩。如此一来，秦瑶光和安国公府的结盟也就达成了。公主府竹峰院内，萧氏想要离开，被拦着院门的白鹿道：我要回去午休。萧氏想要离开，被拦着院门的白鹿道：我要回去午休。周太太，殿下吩咐了，您从今日起吃住都在竹峰院内，直到完成少爷小姐们的课业。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公主府上的客人，不是犯人。殿下让我来给几个孩子启蒙，都没有给书修呢。我想去哪里，还要被你跟奴婢管着。好啊，你们就是仗势欺人，欺负我一个寡妇没人撑腰。我要去太傅府上好好分说不可。周太太，您要完成殿下交代的差事，才能离开竹峰院。周太太仔细着些，雨水寒凉，别伤了身子。慢着，怎么回事？周太太是来授课的，你们伺候的这等不精心。臣妇见过长公主殿下，殿下您瞧。臣妇见过长公主殿下，殿下您瞧。臣妇不过是要回春堂院午休，这个刁奴竟然不肯，还说是殿下您吩咐的。是本宫说的没错。竹峰院里风水好，养人，这都是你跟本宫说过的话，怎么
你这么不愿意留在竹峰院，是有什么原因吗？殿下，竹峰院风水再好，臣妇还有女儿在春堂院呢，不放心她一个人。怎么是一个人呢？周姑娘要抄经书，就连本宫的人都陪在她身边轮流伺候，难道你还觉得不够？要本宫亲自去替她研墨不成？殿下恕罪，臣妇万万不该有这个意思啊！不是就好。你起来吧，大雨天的别跪着了，回房去把湿衣服换了，别着了凉。回头过了病期给哥儿姐儿们。什么？周太太，本宫待会儿就差人把你的东西都搬过来，你还有什么要求一并说出来，本宫都满足你。回禀殿下，周太太提过她没有束修。束修？秦瑶光想了想，垂眸看着萧氏，好像在思索着什么。不错，却是本宫想漏了。如果束修给的高，也不是不可以。嬷嬷，你去打听打听，外面那些私塾做馆的先生是怎么收束修的，然后好好给周太太算束修。另外，再去把曾管事叫来。周太太带着女儿在我们府里这么多年，吃穿用度的账目都好好算一算，还有那些从宫中赏下的东西，都登记造册给收回来。啊，殿下说的是，既然要算账，那还是两清些好，省得落到有心人眼里，惹人闲话。是什么？萧氏舌头打结，他不过是想要一份应得的束修罢了，怎么就成了要跟他算账？他带着女儿住在公主府里，从第2年开始，吃的用的都是1等1的好。他带着女儿住在公主府里，从第2年开始，吃的用的都是1等1的好，还领着2份月钱，攒下不少私房。要真跟他算账，他拿什么来还？就那点随行就市的束修吗？不用了。殿下太客气了，臣妇都是玩笑话，没想到却被白鹿姑娘给当真了。都是一家人，臣妇横竖闲来无事，哪里会收什么束修呢？不用了，真的不用了。一家人？你跟本宫什么时候是一家人了？本宫好心收留你，是看在你和驸马爷那点淡薄的渊源上，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一家人。看在过往情面的份上，你们吃的用的就不与你计较了，和束修两相抵消。但春堂院里宫中的东西不能再给你们留着，省得到时惹出什么事来。带路，本宫去瞧瞧哥儿姐们学的怎么样。今儿上午本宫不在，学的可好？老五看了跟在后面的萧氏一眼，低头看着地上，没有说话。回禀母亲，儿子听不懂。殿下，臣妇尽心尽力教授的，是大少爷不够认真。什么叫大哥不认真？我也听不懂。把课本给本宫。秦瑶光笑了，拿着书质问萧氏：第一天上课教增广贤文。第一天上课教增广贤文，连字都还不认识，就开始教谚语佳句、世态人情，可见萧氏就没认真想要教会几个孩子习字。本宫就把话撂在这里，10天后，哥儿姐儿们要是还学不完3字经，你就收拾收拾，爱上哪儿去哪儿。周太太淋了雨，来人伺候她回屋。等天晴了，母亲就命他们来补瓦。只是竹峰院要修缮起来，需要花费一些时日，不如单独收拾一个院子，先让你们搬过去住着。老母亲挂心，竹峰院里住了这么久，孩儿们也都习惯了。行，学习要紧，身体也要紧，不要累着了。读书习字，带周太太上了新课不迟。不要累着了，读书习字，带周太太上了新课不迟。日子按部就班地走着，很快就到了安国公府宴请的那一天。为了这次宴会，安国公夫人特意准备了一间暖阁，还找钦天监看了日子。
碧空如洗，秋高气爽，风里带来丝丝初冬的寒意，却丝毫不妨碍暖阁里温暖如春，清香袅袅。岳阳长公主到！众人纷纷起身见礼。平身。他穿书之后，头一回在京城的权贵圈中亮相，梳着高髻，衣着华贵。安国公夫人和他年纪差不多，是一名保养得宜、略显丰腴的贵妇。长公主肯赏脸，臣妇这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我就知道你这儿才有这样的好东西，秋鞋都买不到了，难为你这儿还有。要招待贵客，只是家常小菜怎么够啊？没有诚意，怎好请长公主殿下？灿叶，你别躲着我呀！你在哪儿啊？都是干什么吃的？官哥吃醉了酒，伺候的人呢？太丢脸了。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丢过人，偏偏那个还是他的亲生儿子。灿叶，本宫谢过国公夫人的款待，不如我们先走一步。夫人辛苦，若是有需要帮忙的，只管差人来公主府。本宫虽然没有什么本事，和夫人说几句话排遣总是可以的。殿下有心了。难道是静妃从中动了手脚，不愿让家里墙头草？谢皇后向来多虑，思来想去也拿不定主意。大司徒掸了掸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迈步朝着后宫而去。下午的阳光正好，晒得人身上暖洋洋的。老臣知道娘娘着急，但眼下不是着急的时候啊。父亲，婉儿年纪幼小，本宫不得不多为她打算。出息！娘娘眼里就只看得见朱家姑娘了，老臣倒觉得朱家人入宫不是好事儿，你别忘了背后的汝阳王。汝阳王？父亲，当年究竟发生何事？娘娘切勿多问。父亲，当年究竟发生何事？娘娘切勿多问。娘娘只要知晓，您今日之地位是为父殚精竭虑而来，好好守着四皇子，其他的事情无需操心。我的小祖宗哎，您还是在车里吧，外面风沙大，小姑娘的皮肤哪里经得起这等蹉跎。我好不容易能自由一回，嬷嬷你就依着我吧。小丫鬟不，朱灿意拉着老嬷嬷的手撒娇。好主子，您还是仔细着些。朱灿意的大丫鬟秋叶比她的容貌更上一个台阶，穿着她的衣服首饰扮成小姐的样子，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闺阁中的千金模样。不打紧，还有1个多时辰我们就到泾阳县，大家别露了马脚。在茶摊短暂歇息后，还有1个多时辰我们就到泾阳县，大家别露了马脚。在茶摊短暂歇息后，马车继续前进，走到一半时突然停了，前面一辆马车的轮子坏了，歪倒在路边，占了大半条路。朱灿意从车辕上跳下来，走到那名妇人身前见礼，询问道：敢问这位夫人可需要帮手？秦瑶光透过帷帽打量着这名朱家嫡女，心中升起赞叹来。啊，我们家夫人去泾阳走亲戚，怎料马车坏了。这位小哥啊，不知你家主子是否方便带我们太太一程？只要能进县城，我们就走。烦请小哥转告你家主子，到泾阳后必有酬谢。我家太太的夫家是在京里开绸缎庄的葛家，还望小哥好好给你们主子说说，行个方便。这位夫人，我家主子说车里空间狭窄，只能让夫人上车。啊，能当我家太太一程就行。邓嬷嬷顿时眉开眼笑，对秦瑶光道：太太请先行一步。你们把马车先抬开，别堵着路，修好了尽快赶来。
上了马车，老嬷嬷道：“我家姑娘脸生，还望太太包涵。”她出京这一趟是想通过朱灿义见到燕长青。一路上麻烦你们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夫人客气了。您去哪里？是否方便？我一个妇道人家，不好抛头露面，就在这里等家人前来。如此也好。朱灿义点点头，转身离开。天色尚早，秦瑶光戴着帷帽，走到靠窗的空桌前落座，要了一碗牛肉汤。没等多久，店小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上桌。透过热汤升腾的雾气，他看到了燕长青，他的驸马、夫君、镇国公、镇国大将军。不知道燕长青跟朱参议谈什么？掌柜的，要一桶热水，房费立即。好嘞。咦，夫人您还没离开？是小哥啊。咦，夫人您还没离开？是小哥啊。可能是车源断了，没那么容易修好，我在这里多等等，不打紧的。您住哪儿？我们就住在第2间，您若是有什么事，尽管来询。那太好了，小哥真是好心人，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们主家的。回到上房内，秦耀光点燃烛火。他们这是去哪里了？客栈里也渐渐恢复了安静，四处都相继灭了烛火，进入沉睡。到了半夜，他被渴醒。谷雨。他习惯性的嘟囔着叫了一声，才反应过来，这个空气冷冽的房间并非他住惯了的公主府厢房。房里有人？是谁？谁？你想做什么？我的荷包在桌子上，里面有3锭银子和几片金叶子，你可以都拿走。客栈都住满了，我想你也不愿意惊动其他人。你觉得我是来求财？那不然，如果是想劫色，阁下恐怕找错人了。我一个生养了5个孩子的已婚妇人，未免太过无趣。背后要挟着他的男人一愣，随即胸膛震动起来，震动的秦瑶光居然能感受到他厚实有力的胸肌。什么鬼？走了？他是怎么进来的？难道这个世界上果真有轻功这种东西？客栈大堂里除了守夜的店小二，还有几名把包袱当枕头睡在长凳的行商。秦瑶光叫醒趴在柜台上打瞌睡的店小二。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夫人，你说什么声音？你放心，住我们客栈最安全了。县尉大人是我们老板的侄儿，没人敢在我们这里找事儿。那应该是我听错了，不好意思。所以这个人是冲着我来的，会是谁呢？我一个没有路财也没有什么可觊觎的妇人，难道是朱灿义？他在朱灿义那里露了马脚，他遣人来试探自己。秦瑶光越想越觉得只有这个答案，于是放下心来回房睡觉。兄弟，黑灯瞎火的在外面，小心撞鬼啊！而被他咒骂的那个男人骑在马上打了一个喷嚏，朝着山上而去。公子，您受伤了？不碍事。公子，您受伤了？不碍事。他没想到，只是一次简单的试探，他的反应大大超出他所料。想到他说什么是5个孩子的已婚妇人，燕长青就很难不笑。骗别人可以，偏偏骗到了他头上。传信给南风，让他查明长公主出府的原因和前后变化。是，公子。燕小母亲，小五想您了。啊，这是怎么了？小五别哭，乖，母亲这不是来看你们了吗？您去哪里了？昨天一整天都没有看见你。母亲切勿责怪五弟，他从昨儿就开始担心，晚上一直醒。
听老二这么一说，老五的眼泪掉得更急了，呜呜咽咽的，瞧着又可怜又可爱。怎么了？你看，母亲还给你带了玩具回来呢。母亲，你不会突然不见了，是吗？不会不会，母亲跟你保证，这一辈子都会一直陪着你的。瞧瞧你，哭得脸都花了。为了哄老五，他蹲了一会儿，起身时便有些头晕眼花。殿下，臣妇见过长公主殿下。三字经进度如何？都能背了，只是五少爷还写不全。殿下，殿下再给我3天时间，一定把五少爷给教会。行，快上课了，你好好教孩子们。本宫去春堂院里看看周姑娘的经书抄得如何了。殿下，臣妇今儿在厨房做了梅花糕，能不能带去给小何？行，你且拿来。殿下也尝尝，臣妇亲手做的，想着给少爷小姐们换换口味。周太太还有时间做梅花糕，看来挺空闲的。不如明儿我让绣坊拿些针线来，不上课的时候，你就给几个孩子一人做一双鞋吧。做鞋？萧世京的眼珠子都快凸出去，这几个野种什么身份，也值得他做鞋？殿下，不如回华木堂先小睡片刻。算了，这会儿睡了，晚上又走了困。一行人走进了春堂院，秦瑶光看着满院子光秃秃的花树，只想发笑。给长公主娘娘请安。心经可都抄完了，给公主娘娘祈福所用，万不可怠慢。回长公主娘娘的话，已抄好37本，万不可怠慢。回长公主娘娘的话，已抄好37本。带我去看看。是。啊，殿下有所不知。知道了。那个蠢女人，一离开就坏事，连安分守己都做不到吗？秦瑶光走到书案前坐下，取过一本心经，细细翻看着。一本心经只有几百字，薄薄的一册，他很快就翻完。这3本重写。是。他自己都知道有问题，原想着这么多不可能挨着检查，放在里面就想着蒙混过关了。本宫今儿才知道，原来春堂院里有这么多宫中之物，是本宫大意了。这些东西给寻常百姓用只是灾祸，你们再仔细查一遍。还有周太太和周姑娘的妆帘匣子里，把本宫赏的东西全都收回来，重新入库。什么？谷雨听到主子回府的消息，便带着春分、霜降、寒露3人等在院门口。远远瞧见秦瑶光的身形出现，立刻奔上前去见礼。奴婢给长公主殿下请安。都起来吧。殿下，您可算回来了，奴婢心里都快担心死了。奴婢不在，谁伺候您洗脸梳头？那些东西可用得惯。那外面能有什么好的？奴婢不在，谁伺候您洗脸梳头？那些东西可用得惯。那外面能有什么好的？婢子只要一想到，就忧心的不行。您昨儿可歇好了？都不知道吃了些什么，还委屈主子穿这样的衣裙。韩露不如他们3人来的亲近，没有说话，可眼里仍是担心。好了好了，下次再要出去，一定把你们都带上。别的不提，昨天晚上他的确是没有睡好，果然是由奢入俭难。他这富贵日子还没过几天呢，就不适应了。他打算明天开始正式画一幅4尺横卷的8仙贺寿图。正改着画，春分来报：主子，刘明送来一批您要的石墨新笔。哦，拿进来。刘明做出来的东西比他设想的更好。秦瑶光把笔拿给春分：你试试能不能换。春分接过去，没花多少功夫就换好，递回给秦瑶光。秦瑶光点点头，满意道：不错，非常有巧思。刘明人呢？曾管事说他把东西送来就走了，
说是不敢打扰殿下。曾管事知道是主子要的东西，就赶紧差人送到后院来了。曾管事说他把东西送来就走了，说是不敢打扰殿下。曾管事知道是主子要的东西，就赶紧差人送到后院来了。主子，这些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应该是石墨写出来的深浅。他取出一张废纸，依次拿起盒子里的石墨心笔试了起来。春分惊讶地发现，纸上所呈现出的都是黑色的笔迹，但有的却浅得近似灰色，线条更细，有的一笔画下来则又粗又黑。主子是怎么知道的？太厉害了！我也只是让他试试，没想到真能做出来。一共有几盒？10盒。传话给刘明，这样的石墨心笔我再订100盒。怎么了？秦瑶光察觉到他的目光。我脸上有东西。春分忙垂眸道：殿下好美，婢子看呆了。瞧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让人去把市面上能买到的纸都给我买一刀回来，从最便宜的到最贵的，能写字不能写字的都买来。没过多久，天色还未黑，就有几名婆子捧着各色纸张进来。秦瑶光一看，果然让人去买是正确的。殿下，你画的就像真的一样。就这个，多采买些回来，我随时要用。殿下，这种纸看起来不好。他金尊玉贵的殿下，怎么能用这么粗糙的东西？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你试试。他身边的大丫鬟都是识字的，但却没有多少机会能写。不错，第一次用铅笔能写成这样，很不错了。却见秦瑶光取了一支墨迹最浅最细的石墨心笔出来，在纸上画出几条直线和交叉的斜线。他打了一个现代小学生常用的米字格出来。你再试试。春分明白了他的意思，握住笔，照着秦瑶光的工字，在米字格里按一模一样的位置来书写。殿下，这好神奇啊！我明白了，你去找书方，我需要这样的纸。殿下，哪里需要找什么书方呢？婢子去跟霜降说一声就成。您裴家的皇庄里就有一座书方，婢子去跟霜降说一声就成。您裴家的皇庄里就有一座书方。秦瑶光大乐，做长公主真好，要啥啥不缺。行，这事儿就让霜降去办。主子，是安国公府遣人送来的果子，说是今年最后一批，再往后就没有了。兴得了就赶紧给您送了好几筐来。春分，去看看我们府上有什么东西，挑几样回了礼。春分应下，自去办理。秦瑶光舒心极了，有这么几个大丫鬟，就相当于有了4个各司其职的特别助理，万事无需他操心，自会办得妥帖。用石墨心笔比毛笔方便，不需要研墨，随时都可以写，还能用馒头擦掉重复使用。待你们长大了，出门的时候还可以揣到怀里，有什么需要记的时候就写下来，不会忘记。只一点，纸上的墨迹如果沾到手上，记得及时清洗。两人都还是孩子，拿到如此新奇的东西，难免有些爱不释手。母亲，这种笔这么神奇，你有没有起名字？母亲，不如就叫岳阳笔，怎么样？如果母亲不介意，用岳阳的封号正好。有道理。做出石墨心笔，原本只是为了我方便画画，但既然对天下读书人有利，不妨用此物去清流寒门那儿刷些好感度。既然要刷好感，用我的名号来给笔起名字，不是正好？如果母亲不介意，用岳阳的封号正好。有道理。做出石墨心笔，原本只是为了我方便画画，但既然对天下读书人有利，不妨用此物去清流寒门那儿刷些好感度。既然要刷好感，用我的名号来给笔起名字，不是正好？
好，四姐儿想得真周到，母亲都没想到这一层呢。她就叫岳阳比了。得了他的表扬，老四埋下头，害羞地笑了。老四的脸上带着笑。还有写字的纸，一并也叫岳阳纸吧。翌日是个阴郁的秋日，秦瑶光带上3盒岳阳笔往皇宫而去，照样他直奔喜宁宫。老奴见过长公主，长公主今儿气色真好，这是得了什么好东西，特地给太后娘娘送来。这是什么？皇太后没看明白。母后您看，这样是不是很便利？写字也不用研磨了。您要是忽然想到什么方子，可以直接写下来，不怕忘了。当真？母后，您想说什么？你还刨根问底起来了。母后，您想说什么？你还刨根问底起来了。哀家想说，你这都不用研墨了，恐怕有人不喜。你这套纸笔价值几何呀？不贵。唉，是好东西，难为我儿能做出来，只怕是会。有时候好东西不一定会被人接受，这让秦瑶光想起在现代网购刚刚兴起时，也被实体店的经营者不看好，人们也普遍不敢信任。母后，儿臣想着这样方便又便宜的好东西，总能让更多人能拿到笔，会写字。您看，我连名字都起好了，就叫岳阳笔。有什么事情就让他们冲儿臣来好了。儿臣是长公主，哪怕有什么非议也不怕的。好，既然我儿有这样的想法，哀家非助你一臂之力不可。你的岳阳笔还有多少套？儿臣已让匠人先做100套，估摸着10来日就能得了。无需一整套，笺里面能写的最清晰的2、3款做了就行。好，母后想用来做什么？国子监里除了监生、阴生，还有不少出众的寒门学子。国子监里除了监生、阴生，还有不少出众的寒门学子。京城居大不易，国子监免了他们的食宿，但笔墨纸砚还需自行添置。看似小钱，常年月累的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呢。母后是说赏给他们？适合的东西要给适合的人。好，儿臣自去准备。岳阳笔和岳阳纸各1000套，母后您看是否足够？作为赏赐用足够了，只是你若想降低他们的花费，就不能只靠一次破例。皇太后想得更长远一些，她已经想到了法子，若秦瑶光想不到，她再出言提点。秦瑶光想了想，儿臣知道了，儿臣名下的皇庄就有书坊，在东西市都有店铺。出宫后，儿臣就去物色一家合适的，专门售卖岳阳纸笔，以防有人打着儿臣的名号高价售卖。我儿长大了。我儿长大了。母后，儿臣还要为您讨个方子。你什么方子没有啊？还要特意找哀家讨？还真没有。儿臣想讨一个养护头发的方子。您知道的，我们府里就一个小女娃，才将10岁，她那个头发就跟稻草似的。公主府里养肌肤的香膏香脂方子不少，唯独没有养护这等发质的。哦，皇太后极其诧异地看了秦瑶光一眼。你替那个孩子来讨哀家的方子，哀家以往不知道劝了你多少次，那些个庶子女，你若是不喜，就搁在一旁晾着，
他们能长成什么样，都跟你没有干系。你是嫡妻，何况他们的生母都未入府，去母留子，驸马对你表示了尊重，你计较反而失了体面。母后，孩儿如今知道错了。哀家也有责任。周嬷嬷，去把那个兰蕙方子拿来。哀家记得还有些陈檀膏，一并都给岳阳带回去。太后娘娘，长公主殿下，纯宁公主到了。今儿却是巧了，你们姐妹二人约好的。皇太后眉开眼笑，忙让人进来。纯宁公主是她的第3个孩子，也是秦瑶光的3妹。前2年大婚，驸马是百年世家卢家的嫡次子卢毅，生得风流倜傥，人才出众。想必妹妹也念着母后了。今儿怎的来了？可是府中过得不顺心呐。母后想差了，儿臣今儿来是替驸马的姑姑送来新鲜的风水梨，孝敬您老人家。皇太后一听就沉了脸色。纯宁，你跟驸马关起门来过日子，朝中的事别掺和。那筐风水梨，你给我抬回去卢家。可是母后，驸马待女儿极好，他们孝敬您的东西，您就收下吧。有多好，你说来听听。哀家可是知道，卢毅时常出入华街柳巷。与人吟诗作对。母后，驸马为了儿臣不能出世，有些许爱好又何妨？儿臣又不会歌舞吹奏，更未能诞下一儿半女。他爱惜我，尊重我。驸马说，哪怕儿臣什么都不会，连走几步路都喘，他这辈子都会对我好的。除了他，再没有别人了。他要是真的尊重你，就不会让你被别人议论是个管不住驸马的公主。哼，你倒好，心心念念的替他办事。母后，您怎么能这么说呢？驸马是卢家嫡子，原本有大好前途，他都是为了儿臣才不得不每日闲散着过，儿臣也做不了什么，替他分忧总是做得到的。罢了，哀家不与你争辩。他这辈子是欠了什么儿女债？1名嫡子，2名嫡女，没有一个遗传了先皇的英明神武，一个比一个不争气。卢家的东西不能收，你带回去。母后，皇妹，母后乏了，不如我同你先告辞，待母后精神好些再来。皇妹，母后乏了，不如我同你先告辞，待母后精神好些再来。我瞧去安国公府上赴宴，听说你府里从扬州新来了2匹瘦马，就想去见识一番。皇妹，你该不会不欢迎我吧？此瘦马并非真的马，而是扬州那些精于此道的商人专门把那贫苦人家中面貌姣好的女孩买回来，进行精心调教，教他们歌舞、琴棋书画。怎么会呢？驸马爷说了，他们虽是瘦马，身上却有我们所不能及之处，让我好生学习呢。皇姐，您的驸马就要回京了，是也想学学吗？简直荒谬！皇太后忍无可忍，一拍桌子道：什么上不得台面的瘦马，也值得哀家的金枝玉叶学习？岳阳，你这就给哀家去纯宁府中，把这2个东西给赶出去，别来碍眼。母后，她们都是极聪明的女子，母后怎么能迁怒她们呢？
你是不是不投儿臣了，才要让驸马不快？你是不是不投儿臣了，才要让驸马不快？这个姑娘被洗脑的程度颇深啊。母后，儿臣们先告辞了，得闲了再来跟您请安。出了喜宁宫，纯宁公主不禁埋怨道：皇姐，你说母后怎么就是不待见我的驸马呢？我没出嫁的时候，母后多疼我啊，我想要什么都有，怎么嫁了人就什么都不肯应了？你也知道皇太后心疼你啊，那你一口一个驸马的挂在嘴上。皇妹妹，你这样当姐姐的就不得不说说你了。你也知道那是出嫁前，你想要那天上的月亮，母后也恨不得去摘了给你。但你看看你现在要的这些东西都是替驸马讨的，你让母后怎么办？我和驸马本就是一体的呀，替他讨东西有什么不对吗？走吧，去你府上。邓嬷嬷，你让人把太后赏下的方子和陈檀膏送回长公主府，交代春杏春桃按方子调了，晚上给老四养头发。进了院门，丝丝腊梅幽香浮动，阵阵丝竹之声悠扬悦耳。这是在做什么？我出门时，驸马邀了3、5好友在府中小聚。你去问问驸马，皇姐来了，问问我们能不能过去。纯宁，你的公主府去哪里还要问过驸马的意见？纯宁，你的公主府去哪里还要问过驸马的意见？那是当然了，驸马说了，公主府太大，他看重我，担心我，恨不得时时都知道我的行踪才好。秦瑶光愕然，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2件事在一条逻辑线上吗？难道不是驸马总是在公主府里偷香窃玉，才要纯宁提前通报了，他好提前做准备吗？皇妹妹，夫妻相处，除了你驸马说的这些，时不时给对方一些惊喜也是很重要的。是吗？皇姐所言是什么惊喜呢？比如驸马知道皇妹妹今儿进宫了，一定在府里等着你呢，对吧？他向来如此。所以你突然出现，这是不是惊喜？秦瑶光循循善诱，纯宁果然被他说服。2人带着伺候的人一路朝着欢声笑语的梅园而去。怎么会这样？秦瑶光接过马鞭在手里掂了掂，不如他常用的卷草金丝鞭，但眼下的场合够用了。一道鞭影破空而过，哎呦！男人，一道鞭影破空而过，哎呦！男人吃痛，哎呦一声翻身坐起。他还以为是谁在跟他开玩笑，第2鞭又到了，左脸被鞭子抽破，顿时皮开肉绽。参见长公主。怪不得原主喜欢使鞭子呢，距离感就很优秀。皇姐，纯宁在最初的不敢相信之后，终于反应过来。皇姐快别打了，你打伤驸马了。却见秦瑶光把鞭子一抖，又是一鞭甩到卢毅身上。殿下，这种事情您怎的就亲自动手了？仔细手痛。这具身体真的太废柴了，谁说使鞭子就不费力的？光天化日，白日宣淫，都给本宫捆了。本宫这就进宫，请皇帝陛下做主。长公主息怒，微臣知错了。在下一时糊涂，还望殿下高抬贵手。草民第一回来，还望长公主手下留情。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不敢？本宫看来你们敢得很，竟敢到公主府撒野。今儿要不是本宫来撞见了，你们还想瞒到何时？不敢？冷冷道。本宫看来你们敢得很，竟敢到公主府撒野。今儿要不是本宫来撞见了，你们还想瞒到何时？罗毅做出这种事情，置纯宁于何地？还愣着干什么？都给本宫捆了！
邓嬷嬷使了个眼色，谷雨微微蹲身，带着小丫鬟上前，找到什么就用什么东西来捆人，衣带子、烙子等等都被派上用场。殿下，微臣知罪，是微臣一时糊涂，想着讨春宁欢心，才做下错事，还望您看在春宁的份上，饶过微臣这一遭，微臣以后都不会了。对，我们知错了。皇姐，他都是为了我好，你就放过他吧。拿我的帖子去宗正寺，让他们速速请人来纯宁公主府，去把你们府里的掌刑人叫来，都给本宫看住了，少一个人，本宫就唯你是问。谷雨，你留下。如果有人想走，你不用拦着，记下名字就行。他这么说了，谁还敢走？被他记下名字，说不定下场比乖乖留着更惨烈。被他记下名字，说不定下场比乖乖留着更惨烈。秦瑶光一口气吩咐完，转身朝着外面走去。卢毅见状，忙掐了一把纯宁。纯宁爬起来追上去。皇姐，您等等我，您真的要进宫吗？这种小事要是惹得母后生气了，就是我们不孝。我去找皇帝，为什么母后会知道？谁敢多嘴？你跟我一起。纯宁，你老实告诉我，你看见驸马跟其他女人搞在一起，不难受？怎么可能不难受？古往今来的女人都忍不了，除非是变态。皇姐，可是他说，他都是为了我好。您看啊，都结婚2年了，我都没有子嗣。驸马说，无论是谁生下孩子，都抱到我膝下养着，都是我的孩子。皇姐，您说，他都这么为我考虑了。是个傻子，鉴定完毕。嬷嬷，你跟皇妹妹仔细讲讲。是。纯宁公主殿下，京里的大户人家跟宫中不一样，在宫里，哪怕不是皇后诞下的嫡子女，身上也流着皇上的血脉，是天家骨肉，都是尊贵的皇子公主。但在民间就不一样，庶出就是庶出，上不得台面的。但在民间就不一样，庶出就是庶出，上不得台面的。那些讲究些的人家还会正经许个齿釉，那些不讲究的嘛，就跟猫狗没什么两样。这些话皇太后也对他讲过，但那会儿他心里都是驸马，根本听不进半句。所以呀，那些庶出子女要是被养在嫡母膝下，是顶顶最光荣的事。虽然不及正经嫡出，但连婚嫁都比普通庶出的强上不少。听明白了吗？他搞出庶子庶女出来养在你膝下，不是为你好，是利用你。好大的脸呢，也想要我们皇家公主的名头。但纯宁经过刚才那个震撼场面的洗礼，虽然仍是习惯性的维护卢毅，但心里总算是产生了动摇。皇姐，他怎么可能会骗我？你说他骗我有什么意义吗？我是他的结发妻子啊，我们是一体的。我要是不好，他又有什么好处？妹妹，你老实跟我说，他又有什么好处？妹妹，你老实跟我说，你看见刚刚那个样子，你难不难过？我们自家姐妹讲悄悄话，不提那些什么公主的体面，就说你自己。在她的声音里，纯宁的眼眶慢慢红了，哽咽了一声，眼泪无声流淌而下。我知道了，你想怎样，姐姐都会帮你的。真的吗？姐姐真的可以帮到我吗？你别忘了，我是长公主，就算我做不到，还有皇帝，还有皇太后。我说了，姐姐可能会不高兴。我心里还是有驸马的，
我就想他和我好好过日子，不再骗我，能做到吗？什么鬼？说了这么久，你还是放不下这个渣渣驸马？你喜欢他什么呀？卢毅此人除了空有一身好皮囊，只是一个才学有限的纨绔，就是一个绣花枕头。我都嫁给他了。姐姐你知道的吧，你也洞房过。妹妹，哪怕成了亲也能和离的。在皇家是困难了些，但只要你有心，我就能帮你办到。行，那我就答应你，让卢毅从今往后乖乖听你的话，再不敢骗你。真的？谢皇后正在寝殿里用着午膳，见着贴身侍女一脸怪异的拿着一张帖子进来。这是怎么了？讲纯宁公主府上的事，简单讲了，把岳阳长公主的名帖双手奉上。你说什么？娘娘，宗正寺的人已经去了，2位公主就等在皇宫门口，等着您召见。你快去将2位公主请进来，另外速速去文德殿一趟，给大司徒递个话。谢皇后的习惯，遇事不决找她爹，准没错。皇姐，你教我使鞭子行吗？怎么学来打驸马啊？纯宁也不知道想到什么，俏脸一红。我总得有制住他的法子才行。现在不行。为什么？你身体太差了，比我还差。那我就是不行吗？要不这样吧。什么？长公主殿下，纯宁公主殿下，皇后娘娘请2位进宫。娘娘，正是用午膳时，实在不是我要来打扰你，这事儿得请皇后娘娘做主啊！实在不是我要来打扰你，这事儿得请皇后娘娘做主啊！我们皇室的公主怎么能让一个区驸马把脸踩在脚底践踏？求皇后娘娘做主！哎呀，这是做什么？快别这样，我们都是一家人，遇到什么难事了，只管说说，我能帮得上忙的，就一定不会推辞。谢皇后赐了座，2人坐下后，纯宁用丝绢掩面，秦瑶光快速将纯宁公主府上发生的事讲了一遍。啊，竟有此事，太过分了！你也挺会演的，别告诉我这么久才叫我们进来，你没时间打听到消息。我们姐妹2人原本是打算去求皇上做主的。不，万万不可。所以我这就来找娘娘您了。娘娘母仪天下，是我们皇室女子的典范，纯宁被欺负成这样，只有来求您做主。您说说，卢毅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一旦传扬出去，我们皇家女子的颜面往哪里搁？到时候满京城里都会说，是我们管不住自己的夫君，才会让他们留恋别的女人，不待见嫡妻。说吧，你要本宫怎么替你们做主？纯宁公主的驸马卢毅是太后娘娘亲自替她挑的，才学品性那是1等1的好。纯宁公主的驸马卢毅是太后娘娘亲自替她挑的，才学品性那是1等1的好。驸马学坏，一定都是被那些人给带坏的，才会让纯宁如此伤心。那些人有一个算一个，我都不会放过的。皇后娘娘一定不能放过他们，都是他们的错。哪怕他心知肚明，坏根子是出在卢毅身上，但既然他还要和卢毅过下去，就得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我让人把他们就地看管起来，还请皇后娘娘请人去这些人的府上，让他们来纯宁公主府上赎人。赎人？最初的意外之后，谢皇后仔细思忖了半晌，这的确是个得体的法子，不会将皇家丑事闹得满城皆知。想绕过我们谢家，这不还是撞上来了吗？你说怎么赎？赎人的法子自然要按品级来，不能一概而论。那9卿之家非得用500两黄金来赎，
方能消我姐妹二人心头之恨。500两黄金。三公九卿，乃朝廷枢密重臣。三公九卿，乃朝廷枢密重臣。古人有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连自家儿孙都教不好，那本宫就替他来教。本宫替他出手教子，500万两黄金，多吗？为他气场所摄，谢皇后呼吸一滞，恍惚间，她仿佛回到当年第一次面见先帝之时。皇姐，皇后娘娘若是觉得为难，本宫就先告辞了。位于司卿大权在握，娘娘有所顾虑也是常理。岳阳，本宫可以派人前往，但至于能不能行，薛家肯不肯拿出500两黄金来赎人？他说话留了余地，但这场对峙最终以谢皇后败下阵来作为结束。那我们姐妹二人就先谢过皇后娘娘。不必多礼，本宫应该的。解决了最棘手的500两黄金，剩下的人就容易了。岳阳，你们贵为公主，何苦要这么多黄金呢？不如要求他们奉上古籍珍本，传世画作，还能不沾铜臭。若是要了娘娘所说的这些，岂不是剜了他们的心头肉？不好不好，传出去还当我们皇室公主是强盗呢。皇后你不懂，什么都不如这真金白银好使。哪怕再过2000年，这黄金仍然是硬通货呢。皇后娘娘，我们2人来打扰你用午膳了吧？罪过罪过，如此我和纯宁就先告辞了，这就回纯宁公主府里静候娘娘佳音。娘娘，这会儿已经是未时，还有3个时辰，宫门就要下药了。行了，本宫知道了。纯宁，多谢皇后娘娘做主。皇后娘娘，2位殿下这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分明是来请托您办事的，连午膳都不肯留下陪您用，这点做客之道都不懂。罢了，岳阳的性子，当年连先帝都敢顶撞，肆意惯了。你去喜宁宫里，把我们到了纯宁府上发生的事情桩桩件件一字不漏地告诉皇太后。既然从谢皇后这里离开，她就不便在后宫逗留，但皇太后那里却不能没有交代。皇姐，都是为了我的事儿才让您受饿。这有什么？我这会儿心情好得很。你要是过意不去，不如想想到了你府上用什么来招待我。重新抵达纯宁公主府，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纯宁恍如隔世。她站在原地悄悄咽了一下口水。好妹妹，有姐姐在呢，你什么都不用怕。刚才你在凤阳宫里就做得很好，临走时还不忘拜托皇后娘娘。走吧，先吃饭。皇姐，我们不先去梅园看看吗？急什么？眼下着急的人不是我们，不过让他们先知道我们回府了。先晾一晾，等待的滋味最煎熬，等一个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惩罚，尤其难熬。好妹妹，快去吩咐摆饭吧，皇姐我的肚子啊，饿得能吃下1头牛。你们府上的厨子手艺不错，该赏。日前是经理酒楼的大厨，师傅满觉得不错，买了人回来，有生气的。姐姐若是觉得不错，走的时候带走便是。把那厨子带上来，我想见见。去把人好好请来，就说皇姐很满意他的厨艺，别吓着了。2人用完午膳，屋子里伺候的人将饭菜给撤了下去。你叫什么？是哪里人？何时进府？之前做什么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吗？如今都在哪里？草民外玉柴，泾阳人士，1年前被驸马看中，进了公主府。之前在万民楼掌勺，家中上有老下有小，7、8口人，草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啊。不知道。万民楼是你自家的产业，你来公主府之前是良民。你如实说来，我们主子是当今岳阳长公主，若是有什么冤屈，自会替你做主。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悲嚎道：求殿下替草民做主啊！草民在京里经营万民楼10余年，养活着一家子人，自问诚信经营，从不亏欠了谁。见到街边的乞丐，还会时不时救济一二。谁知道驸马爷到万民楼吃过几回后，硬是要草民卖身入公主府，说是公主殿下喜欢草民的手艺。草民有家有室，当然不肯。说到这里，他不知道想起了什么，偌大一个汉子蜷了起来，大滴大滴的眼泪掉落。驸马爷带着京兆府的人来，用50两银子买了万民楼和草民。大滴的眼泪掉落。驸马爷带着京兆府的人来，用50两银子买了万民楼和草民。从那天起，草民就再也没见过家人。驸马说让草民在府里安心当差，要是有了什么别的心思，这辈子都见不到家中父老，还有那嗷嗷待哺的幼子。岂有此理！姐姐，我是真的不知道，竟然是这样。很多时候，无知也是一种恶。春宁，啊，我在。姐姐，妹妹这就让人去把她的家人找回来，把万民楼还给她。你这里叫公主府，不是驸马府，往后这里里外外的事情都必须经过你的手。你府里的事恐怕不止这1、2件。明儿一早你进宫去见母后，求母后拨几个得力的人手来，将府里好生整治一番。明儿一早你进宫去见母后，求母后拨几个得力的人手来，将府里好生整治一番。不是他看不起纯宁，纯宁就算有这份心，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好的。你且起来，回去把这些日子在公主府的东西收一收，到门口候着吧。本宫离开时带你回万民楼。万玉柴趴在地上，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草民谢过长公主殿下、纯宁公主殿下，大恩大德，草民感激不尽。此后好好过日子吧。皇姐，您要是不嫌弃，先随我去午休。有什么可嫌弃？你小时候我还抱着你一块睡呢。不过却是不能去他的卧室。纯宁是有驸马的，去他的床上睡觉算是怎么一回事？两人便在暖阁的软榻上歇了，足够宽大又暖和，2个人睡没问题。皇姐，您是觉得我做错了对吗？你才是公主府的主人，你一句不知道就是失职。你看那抄家的犯官，他们犯下的错，家人一定知情吗？或许妻子知情，那隔着房的呢？问罪之时，全家获罪。邓嬷嬷带着纯宁公主府的侍女都守在暖阁外，微风轻送，摇动着廊下花铃，发出悦耳的铃声，一片岁月静好。纯宁公主的贴身侍女兰香压低了声音，对邓嬷嬷道：嬷嬷，今儿多亏了你们。我们的主子是嫡亲的姐妹，往后2边府上还是要多走动才是。嬷嬷说的是。嬷嬷难得来一趟，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招待，昨儿主子赏下的贡品，姐妹几个没舍得吃，今儿正好嬷嬷来了，替我们尝尝鲜。不愧是贡品。只见一人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来，张口就要喊：晋升，主子都在歇息，何时悄悄禀来？好叫嬷嬷知道，梅园里有位公子翻墙逃了。主子都在歇息，何时悄悄禀来？好叫嬷嬷知道，梅园里有位公子翻墙逃了，把蓝巧姑娘急得不行，赶紧差我来回禀。怎么回事？都绑住了手脚，怎么还能跑？什么时候的事？是主子们回府后的事儿。是谁？博远侯家的五少爷，偷偷钻狗洞逃走的，连驸马爷都没发现。不急，即使走了，眼下也寻不回。你回去跟谷雨说，务必把剩下的人给看住了，待主子们醒来再行处置。
嬷嬷，不叫醒公主吗？多大点事儿啊，不值一提。还望嬷嬷垂怜，替蓝巧美言几句。还好这件事之前就同邓嬷嬷亲近了些，方才能顺势开口。若是等出了这事儿，连16都不好拿给邓嬷嬷。姑娘放心，老身心头有数。主子可是醒了？几时了？回殿下的话，已是申时3刻了。这么久了？美美的睡了一个午觉，秦瑶光只觉得此刻神清气爽。妹妹可睡好了？放着这么美丽的妻子，偏偏要去偷腥，男人啊！盗用一句经典骂人的话，贱不贱呢？放着这么美丽的妻子，偏偏要去偷腥，男人啊！盗用一句经典骂人的话，贱不贱呢？纯宁这才彻底清醒过来，一双美眸湿漉漉地望着他，目光中带着恳求。好好好，我不说他就是了。主子这头发又浓又黑，可羡煞老奴了。博远侯府的五少爷。侯夫人的嫡幼子，在府上排行第5，大名叫董浩远的。邓嬷嬷从旁提醒着。原来是他。我记得他还没籍贯吧，就跟着这群人厮混。他要是个懂变通的，还会钻狗洞。看来侯夫人的教养别具一格。谁说不是呢？看来侯夫人的教养别具一格。谁说不是呢？依老奴看呐，这事儿也怪不得孤玉蓝巧。谁能想到博远侯五少爷他还能爬狗洞？权贵人家要说看重名声，那是顶顶看重的。这爬狗洞的名声，董浩远这辈子都甩不掉了。见主子终于到了，国语心里长长松了一口气。殿下，奴婢办事不力，还请主子责罚。皇姐，降罪的事不如等等再说。本宫知道，你们都以为本宫不能把你们怎么样。一雪，我这背上好痛啊！乱叫什么？看来给你的教训还不够。竟然当着这些纨绔子弟的面喊出纯宁的闺名，他到底把纯宁当什么了？竟然当着这些纨绔子弟的面喊出纯宁的闺名，他到底把纯宁当什么了？你凭什么管我啊？我们夫妻你情我愿的事情，跟你一个老女人有什么关系？是啊，那是人家闺房之乐，长公主懂不懂啊？是不是身边没有驸马陪着太寂寞了，才来挑拨人家好好的夫妻俩？我懂，独守空房嘛，不如找个人来陪。给我掌嘴！是，敢对主子出言不讳。邓嬷嬷的心头早就憋着一股气，毫不留情。只听得一阵巴掌声。可以了，你们想的没错，本宫的确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但你们难道没想过，你们也不能拿本宫怎么样？薛仁苏，难道轮到自己了？你值500两黄金，来人，给薛公子净面治伤，上茶水糕点，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值500两黄金，来人，给薛公子净面治伤，上茶水糕点，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薛仁苏一脸迷茫。各位切勿惊慌，皇后娘娘已经遣人到你们府上索要赎金，赎金送到之日，就是你们归家之时。在此之前，就请各位少爷稍安勿躁，留在公主府做客。500两是什么？薛公子是不是耳朵有问题？本宫再说一遍，你的赎金是500两黄金，何时送到，何时归家。500两黄金！众人此时才有了真实感，明白这500两的真正意思，
瞪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明白这500两的真正意思，瞪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我大伯怎么可能拿这么多黄金来赎我？那他呢？50两黄金。什么？又是黄金？比起那500两黄金的巨资来，50两的确不算多，但那是黄金呐，黄金。那我呢？你80两。凭什么他80两，我才50啊？啊，这也要比？威玉四卿500两，献公50两。吩咐完毕，金瑶光带着纯宁往梅园外走去。吩咐完毕，金瑶光带着纯宁往梅园外走去，边走边问：梅园那些女子呢？现在何处？别看了，兰香，着人去请你们府上的大夫拿最好的伤药，给梅园里的各位仔细疗伤。妹妹，你若是今后想好好过日子，就不能心软。打人不是目的，既然打了，就要把对方打怕、打服，打的以后只要一看见他或者纯宁，就能想起今日。殿下放心，老奴手里留了劲儿的，看着可怕，但只要好好养着，保管还你一个活蹦乱跳的驸马爷。长公主殿下，梅园那些女子有驸马爷的姬妾，别人送的瘦马，还有几名是勾栏女子。主子们离开后，奴婢就命人将他们押在后厢房里。你说什么？还有姬妾？什么男人才会把自己的姬妾拿出来供人遐玩？今天卢毅拿姬妾同人取乐，他会不会终究有一天会轮到自己？我们去看看。殿下，您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不如老奴派人去把春分和寒露都接来。古雨要在梅园看着，您身边没人伺候不行。另外，拿我的名帖去把呼延将军请来，我有事找他。既然是人情，将来就是他谈条件的资本。后厢房里一片愁云惨雾，偷偷抹泪的，躺在地上眼神空洞的，把自己蜷起来忍着痛的，互相安慰的，不一而足。这群女人对未知的命运充满惶恐。岳阳长公主的恶名谁没听过？连平时那些高高在上的大爷都被她鞭打得屁滚尿流，连平时那些高高在上的大爷都被她鞭打得屁滚尿流。他们的下场会怎样，可想而知。这些人中最自在的反而是那几名勾栏女子，他们的人生已经够惨了，还能怎样呢？在妓院里什么苦头都吃过，被打、被骂、被关小黑屋，眼下的情形最坏就是把他们送回原处。两位殿下，人都在这里了。上去拜见长公主殿下，纯纯公主殿下。都起来吧。妹妹，你怎么想？我不想再看到他们。行，那你想要怎么处置？皇姐，你来安排吧，只要不让他们在我府里就行。既然这样，不如把驸马的其他姬妾一并安排了。只要不让他们在我府里就行。既然这样，不如把驸马的其他姬妾一并安排了。纯宁公主的话你们也都听到了，公主府里肯定是再容不得你们。你们都有什么擅长的，说来听听，本宫替你们想想出路。奴家不着急，慢慢说。奴家黄莺儿，年方15，从小习得琴棋书画，样样都是甲等。奴家还会作诗，连对子，新老曲子都会唱。这样一个十项全能的美丽姑娘，要是放在现代，妥妥的流量小花呀。奴家还是清白身子。殿下，奴家黄梨儿和莺儿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甲等，才被选了进京。
奴家也是清白身子。长公主殿下，求求你，奴家只要片瓦遮身，你让我们干什么都行。本宫知道了，兰香，你让人将他们送到门口，和即将离府的万玉钗一起，本宫另行处置。是。皇姐，这是什么？我在家闲来无事做着玩的。今儿进宫，我就是拿去给母后调的。母后说让我多做一些，赏给国子监的寒门学子。妹妹若是喜欢，明儿我就让人送几套过来。两位殿下，于家七少爷和胡家二公子的家人到了。还挺快。原来是2个80两最先到。金子带来了吗？带来了。两家的人呢？他们不敢来见两位殿下，穷奴才带话，将他们的公子少爷给放了。行，你去梅园找谷雨，让他将于家七少爷和胡家二公子这2人给放了，带出去，亲手交给他们的家人，确定他们没接错人，再回来见本宫。皇姐，这个钱我不能要。今儿您忙了整整1日，都是在替我操心。如今也是有皇姐您、皇后娘娘才肯请人去各府里送信。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他撞见这件事是巧合，但索要赎金只是把事情闹大的添头。他就没想过要占嫡亲妹妹的便宜。皇姐，你是知道我的，我担心就算我拿着，也守不住这笔财。陈宁是担心秦瑶光一走，他又被卢毅给哄骗了去。春宁，你始终还是要靠你自己。皇姐，您给我些时间。要不这样，我先替你保管着，什么时候你需要了，你就遣人来取。不，您就当做是妹妹给您的谢礼。还得是公主从小不差钱，又因为阅历有限，不知道金钱的重要性，才会如此潇洒地拒之门外。那就一半，你要是再坚持，我就让人都给退回去。行，一半就一半。我这原本就去看看东西两市的铺子，找个合适的卖岳阳纸笔。既然妹妹把金子存在我这儿，我就拿去入股，你说好不好？将来若是挣了钱，妹妹还能有分红。好，皇姐想拿去做什么都行。正在此时，他听见屋子里响起了一声很明显的咕噜声。秦瑶光抬头往声音的地方望去，只见一名身材丰腴的女子满脸通红，伏地磕头，不敢起身。让人去多拿些糕点茶水来，本宫也饿了。下面的话本宫只问一遍，这里面所记录的有无谎言？如果是为了谋得更好的出路而写上自己并不会的东西，本宫会以欺主的罪名交给京兆府查办。如果是记错记混了，眼下改了还来得及。今日你们到本宫位于京郊的别庄安置，明儿自会有人来安排你们的去处。不过本宫丑话说到前头，若是有那想攀高枝的，想以美色示人的，都趁早给本宫打消了主意。若是不安分，打死一个算一个。邓嬷嬷清点完毕，秦瑶光就问了纯宁借了7、8辆马车，将他们全都送到京郊的别庄上。还是老规矩，赎金交给邓嬷嬷收着，韩露你带人出去核对好名字再放人，回来后就在纸簿上把名字勾画掉。皇妹妹，我想借你待客的花厅一用。皇姐尽管用。纯宁公主府上的花厅建得精巧，屋檐竟好似铁塔般的往那里一站，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存在感极强。囧将军来是拜托您一件事。长公主殿下请吩咐。大将军吩咐了，殿下的命令就是他的命令。春芬，你把梅园的事从头到尾跟护颜将军讲一遍。是。殿下，你想让末将打谁，末将就去打谁。春芬差点笑出声，
忙低下头掩住嘴。不需要将军去打人，本宫想劳烦将军去一趟博远侯府，把那位爬狗洞的五少爷给带回来。这其中的弯弯绕绕，秦瑶光也不知道呼延进到底明不明白。将军请留步。公主还有何吩咐？殿下，不是都说完了吗？又叫我回来干啥呀？呼延将军，还请你给驸马传2个口信。第一个，就说魏玉四卿打算过继的薛仁苏就在梅园，眼下薛家还没有动静。末将记下。第二个，本公主问他，府里的4姑娘都10岁了，打算让她一直没有名字。怪不得驸马让你来传话，果然学得像。春芬实在憋不住笑，只好低下头去。末将多谢殿下夸奖，大将军也这么夸我。这2个口信务必亲口告诉驸马，不能让第4个人知道，明白吗？这2个口信务必亲口告诉驸马，不能让第4个人知道，明白吗？末将遵命。呼延将军可还有事？末将……他抓了抓鼻子，看了站在秦瑶光身后的春芬一眼，问道：末将上回见着的那位姑娘今儿不在？问道：呀，将军所言可是那日在竹风院见到的白露？白露姑娘，原来她叫这个呀，真好听。他乐呵呵地摸了摸后脑勺。末将这几日在外面替大将军办事，见那西域商人售卖的玩偶实在可爱，就买了回来，想着有机会送给白露姑娘。放肆！你一个外男送这等物件，岂不是让人误会私相授受？末将也没有私底下，就想着托殿下转交。呼延进，你是不是喜欢白露？你多大年纪，是否娶妻？末将18，这些年东奔西走，不敢耽误人家姑娘，不曾娶妻。你才18？末将不敢对殿下撒谎。你可知白露多大？末将不敢对殿下撒谎。你可知白露多大？殿下，敢问白露姑娘今年多大呀？春芬垂了眼眸，声音里有些可惜，替秦瑶光回答道：将军，白露妹妹今年24。敢问姑娘有什么问题吗？白露比你大6岁。只要不是嫌弃末将年纪太大就好。末将知道你们汉人10多岁就定亲了。你不介意？你们汉人不是有句俗话叫女大3抱金砖吗？搁末将这里都能抱2块了。只要白露姑娘愿意，末将把所有的身家都交给她。还有，按汉人的规矩，明媒正娶。末将如果还有什么没想周到的，白露姑娘尽管提。行，本宫知道了。那末将告辞了。时辰已经不早，他要抓紧时间，得先去博远侯府那里晃一圈，才能出城给泾阳县的燕长青送口信。殿下，这个怎么办？你先替白露收着，今儿我估摸着是回不去了，明儿给白露带回去，问问他的意思再说。殿下，曾大管事在角门外候着，让奴婢来回禀殿下，说有什么事尽管吩咐。让他过来，我正好有事找他。回到纯宁的院子，纯宁正握着一支越洋笔，尝试着在纸上写字。皇姐，姐姐您看，我是不是写得很好了？对于第一次接触硬笔的人来说，纯宁写出来的字结构工整，字体娟秀，十分好看。很漂亮啊，纯宁，你不担心驸马了吗？皇姐做什么都是为了妹妹好，我不担心。梅园里的公子少爷被接走了好几个，我让邓嬷嬷将驸马安置回外院书房了，让我府里的侍卫看管起来，在他疗伤这段时间暂且禁足，伤好后就让他上折子认罪，你再去喜宁宫里替他求情，他才能得自由，明白吗？姐姐，我知道的，你放心，他禁足期间我会冷着他。只是
这么一来，恶人都被您做了，还让卢家记下我一个人情，这怎么好？这个恶人做了就做了，他卢家还能奈我何？你不一样，你还要跟驸马过日子，关系不能太僵了。皇姐，还是姐姐疼我。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不疼你疼谁？皇姐，还是姐姐疼我。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不疼你疼谁？哎，对了，姐姐，那会儿你想对我说什么来着？啊，我那会儿是想说，妹妹想学鞭子，不如每日都来我府里，先把身子骨练好，才能学别的。好呀好呀，能跟皇姐一块儿就最好了。姐姐，既然是要锻炼身体，不如去武学里找专门教女弟子的武行娘子。武学？殿下，曾管事到了。春分来禀，让他进来。自家管事也不必避着纯宁，何况他要说的事都跟纯宁有关。奴才曾祥进，见过长公主殿下、纯宁公主殿下。起来吧。你去门口把黄莺儿、黄梨儿两人安排马车送回本宫府上，交给霜降，让他找个偏院将两人安置起来，待本宫明日回府。是，奴才记下了。此外，你拿着我的名帖，护送万玉柴回万明楼，看看他那里是个什么情况，把他的父母妻儿都找回来，遇到解决不了的事，再回来找本宫。是，奴才一定办好，不劳公主费心。把万明楼的地契交给大管事，还给万玉柴。该打点的就打点，不能让人觉得我们公主府以势压人。剩下的就赏你了。谢殿下赏赐。他离开后，纯宁才问：皇姐，你府上的大管事换人了？我跟你讲个事儿。我把王管事交给京兆府治罪，判了流刑。太可恶了！那周清河呢？小小年纪就懂得这些歪门邪道，皇姐您不罚他？罚他上新京替皇后娘娘祈福。至于周太太，则被我拘在竹峰院里，给5个孩子们启蒙呢。姐姐，您可太促狭了。那不然呢？她们母女吃我的住我的，眼下也该还还债了。你想说什么只管说，我们姐妹2人不要有那些顾虑。皇姐，您别看我这里一团糟，其实这母女2人的事，妹妹早就想劝您了。您说说，那位周太太死了丈夫，不回去娘家，巴巴地带着女儿往京城来，是什么个意思？您还好心将他们收在府里，好吃好喝的供着。供着供着，就供出了一对白眼狼。难道是姐夫做主？供着供着，就供出了一对白眼狼。难道是姐夫做主，让姐姐替他收留？皇姐，我没有别的意思，您如果不想说。我说过，我们姐妹2人没有不能说的话，她们2人的事是我当年脑子糊涂，与你姐夫无干。姐姐，都是我不好，不该提这些烦心事，惹你不高兴。还有什么？你的烦心事不也都告诉我吗？纯宁这才释然了，跟他说起悄悄话来。还有几人未曾交来赎金？回殿下的话，还有6位。韩露回禀，呈上名册。秦瑶光取过来仔细看，薛仁苏就在其中。让人往这6家都送个口信，就说宵禁一过，他们就只能在梅园过夜了。明儿4时之后，就让他们去宗正寺赎人。我们公主府不养闲人。姐姐，我让兰香把暖阁准备好了，今儿夜里咱姐妹2人就睡那里，怎么样？行啊。上午我当着那么多人说了，董浩源跑了的这件事儿，我不能当作没看见。姐姐您说该怎么罚？如果你还想继续把他留在身边，我就传话，罚他在这件事结束后去负责花木，降等为粗使丫鬟，做洒扫挑水的活计。还是一样的法子，你找个机会把他重新放回身边就好。
姐姐，这太委屈你了。还有个法子，你找个合适的管事把蓝巧配了，这样又能罚，又能把她留在院子里。2个法子各有利弊。妹妹不用担心，姐姐我啊，不怕担任何恶名。姐姐，年我让绣娘给您量量尺寸，多做几套衣服给您备在府里，您说可好？既然是妹妹的一番心意，有什么不好？秦瑶光说着，背对着纯宁将文胸脱下来。这玩意儿白天好用，晚上睡觉还是得解放解放，让他的地罩杯喘口气。咦，姐姐，您穿的这是什么？我嫌肚兜穿着空荡荡的，就让绣娘改了改，你看可好？都是女人，又是妹妹，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姐姐，你穿这个好漂亮啊！好痒，好妹妹，你若是喜欢，我把法子告诉你就是了。你自个儿也做得，何苦来摸我？她本就生得极明艳，灯光下这么一笑，只把纯宁看呆了去。她本就生得极明艳，灯光下这么一笑，只把纯宁看呆了去。娘娘，先安歇吧。皇后娘娘，今日四皇子在月见斋里得了太傅大人的夸赞，晚上来请安时还多用了1碗汤呢。娘娘糊涂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能随便应承下呢？纯宁一个无权无势的公主，不过就是沾了个嫡出的名分，也值得娘娘动用名头，挨家挨户的替她索要赎金。别跟臣说什么长公主在此，说到底，这到底不是长公主的事儿。父亲，本宫是知道卢家有个另起炉灶的心思，才想着敲打一二。近来他们是越发猖狂了，连囚官都想着要绕开您，求到皇太后跟前。卢家的事，臣早有打算。对他这么横插一杠子，整个布局都要重新调整。有些棋子还就这么给废了。明天的朝堂上将是怎样的惊涛骇浪？都快宵禁了，还来？还望通传一二。在管事焦急的等待中，有人搀扶着一名走路一瘸一拐的年轻公子哥从公主府里走出来。三少爷，管事急忙迎上去，把人接过来，扶着他登上马车。少爷，奴婢终于见着您了，您这是怎么了？梅夫人心头大恨，哼，不就是100两黄金吗？要不是大房从中作梗，不至于到了晚上才把命根子接回来。我的儿，你怎么就被打成这个模样？我这就去求你爹，这顿打你不能白白挨了。儿子，这还算好的，你没看见驸马都被打成了猪头。啊，不可能吧！在他的世界里，公主驸马都是遥远的存在，象征着皇室威严，怎么可能连驸马都被打了？长公主身边的嬷嬷出手真狠，打的时候儿子就在旁边看着，血乎的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从今往后，给他100个胆子也不敢对长公主出言不逊。从今往后，给他100个胆子也不敢对长公主出言不逊。细雨迷蒙，泾阳县无名山庄，一灯如豆，燕长青的眉眼都隐在黑暗中。燕长青的手指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打着，问坐在他下手的师爷：“你怎么看？”公子，夫人难道知道了您就在这里？不可能啊，这不可能啊！公子，会不会对我们计划有碍？你准备一下，明天我扮成你的护卫进公主府一趟。公子，公子三思啊！以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将是欺君之罪。姿势体大，我必须亲自和他确认。姿势体大，我必须亲自和他确认。岳阳是敌是友，关系着他整个计划。燕长青道：“你们不用炫了，明日我自然会乔装打扮。”
要不然咱们想个法子把夫人引出来。不行，梅园事件一出，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2座公主府，夫人要出城，身后还不知道会跟着多少尾巴。就这么定了，他们不会在意呼延禁身边一个不知名的侍卫。他做了决定，其他人自然不会再劝。东林想了想，问道：公子，那4小姐？明日我会亲口告诉她，夫人这些年也不容易，府里养着5个孩子，风言风语不少。那些畜生杀人放火不算，还想方设法挑拨公子和夫人的感情。当年的事就不说了，公子从驿站走的那些书信也全都被截留，连1封都没能送到夫人手上。公子，属下以为你不必把一切都和盘托出，知道苦衷就好。10年都等了，不必急于一时。是我对不起他。那若是……东林急道：若是夫人翻脸，公子你陷于公主府中，又该怎么办？我若想走，有人能留得住吗？纯宁公主府的门开了，包括薛仁苏在内的5人。如此，你可放心了。嬷嬷，此话怎讲？做那花木丫鬟辛苦不说，是连主子的面都见不到的。时日一久，恐怕就更难了。我来问你，是我们长公主罚的，还是你们主子？邓嬷嬷提点道：是长公主殿下。想明白了就好。谢过长公主恩典。你心头记着我们主子的好就行，切勿张扬。兰香醒的，国语带着寒露来报：2位殿下，梅园之流的5位少爷已押往宗正寺。此外，那3名青楼女子的身契，曾大管事一早就让人送了来。知道了，身契你先拿着，回府后交给霜降一并收着。知道了，身契你先拿着，回府后交给霜降一并收着。主子，往后可不能如此使鞭子了，今儿都还未消肿呢。昨儿打人有多爽快，今儿就有多痛。不止手腕，他就连整条胳膊到肩膀都酸痛不已。原主这副身体，不堪大用。嬷嬷，你该劝我多使，使得多了就不会肿了。好姐姐，记得带上我。行啊，姐妹同心，其利断金，看谁还来惹我们。嬷嬷，你真不是故意的。好殿下，且忍一忍，老奴不把你揉开了，还得痛上好几日。行了，晚上回府后，老奴给殿下准备一个药浴，泡完澡再推拿一次，明儿就不痛了。晚上还要你？驸马白日宣淫有错在先，正该借这个势头好好杀一杀这歪风邪气。驸马既做出这种事，不该打吗？滥用私权，公主府不是大理寺，此风不可长。打的那些人都是白身，又不是朝廷命官，有什么不能打的？奴家骄子无方，与他人何干？再说了，只是私德败坏，又不是什么罪行，他凭什么说打就打呀？皇帝高坐于龙椅上，百无聊赖地望着这一切。他昨天就在谢皇后处知道了梅园事件，只是不明白怎么就值得吵成这样。你去替朕问问大司徒，要不让他们先吵着，待他们吵完了朕再回来行不？与此同时，纯宁公主府外，要不我还是陪你进宫一趟。皇姐，已经让您操足了心，我可以自己去洗宁宫的。当真？秦瑶光看着他，微微一笑。当真。您已经教了我这么多，再说了，您离府一日，想来也有不少事等着您回去处理。行，那你替我给母后传个话，扰了他老人家的清静是儿臣的不是，待腾出手来，定然进宫赔罪。
我知道了，皇姐。2辆马车在纯宁公主府门口分道扬镳。秦瑶光用了全套长公主仪仗，带着人马一行人浩浩荡荡回府。哎呀，你别晃悠了，晃得我头晕。博远侯夫人按着额角，斜靠在软榻上道：你慌什么呀？左右不过多避避风头，这个月不出门罢了。你慌什么呀？左右不过多避避风头，这个月不出门罢了。母亲，你可得护着儿子。哎呦，好少爷，你可把心放回肚子里吧。这满京城谁不知道夫人和公主府的关系？要为难谁，也不可能真为难你呀。可是，那母亲身边的珊瑚怎么没了？我让你在学堂好好读书，你不读。成日里就知道跟那群没出息的鬼混，你瞧瞧你这出息，才知道怕了。那我平日里拿东西回来，你也没说不收啊。怎么着，把你能耐了是吧？边打边骂。你出息怎么钻了公主府的狗洞啊？这满京城里还不知道怎么笑话我呢。我钻狗洞怎么了？这不是替咱们府上省钱了吗？您不知道吗？这最低也要50两黄金呢。正鸡飞狗跳之时，一名丫鬟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一脸惊慌。夫人！大呼小叫做什么？还有没有个规矩章法了？夫人，门口门！慌什么呢？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大呼小叫做什么？还有没有个规矩章法了？是，夫人，门口门！他紧张的舌头都在打结。慌什么呢？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门口来了好多人，说是要把五少爷拿了送去宗正寺。这会儿，另一名媳妇子进来，见礼后道：夫人，是昨儿那位昭武校尉到了，说就算是驸马爷在此，也是要替董家清理门户的。娘，母亲救我！正乱作一团时，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博远侯带着一堆家丁出现，看着董浩远，虎着脸道：来人呐，把这个逆子给我绑了，送到宗正寺去。不，父亲，您知道去了是什么后果吗？我们侯府还有那金子给我赎身吗？去了还想回来，还嫌不够丢人吗？还不动手，愣着干什么呀？就当我没生过这个儿子。你当然没生过，是我拼死拼活生下来的。你当然没生过，是我拼死拼活生下来的。远儿即使回了府，我倒要看看谁敢让他出去。逆子，你就惯着他们，惯得无法无天，总有一天会惹出收拾不了的祸事来。我不惯着，难道指望你吗？转眼间，呼延庆就带着人出现在正房门口。末将呼延进，奉长公主命令，前来缉拿逃犯董浩远归案。空气猛然安静下来，10多名兵丁在他身后排成2列，在阴郁的天气下，冰冷的盔甲和长刀的组合格外有震慑力。放肆！一个区区五品的校尉，也敢在我们侯府撒野！我儿犯了什么法什么罪？他怎么就成逃犯了？还在等什么呀？把人绑了！娘救我！侯爷大义灭亲，末将定会如实回禀长公主。末将告辞。他干净利落的转身，带着兵丁气势如虹的离开。大义灭亲是吧？就你能是吧？我问你，要你这个当爹的有什么用？就这么活生生的把远儿送进宗正寺。哎，你们快看，
真的被押出来了。长公主好大的威风啊，居然进侯府抓人，还是抓的少爷。嘿，他活该！什么侯府五少爷，阿扎的下贱胚子，前几日还调戏我孙女儿。那五少爷犯了什么事啊？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听说和纯宁公主的驸马在一块儿，干了见不得光的事儿，被长公主撞个正着。当真？快详细说说。这种公主驸马的皇室秘闻最能吸引民众热议，更何况还涉及2位公主，其中一名还是在民间赫赫有名的长公主。跟梅园事件相关的人当然不愿意此事被传得沸沸扬扬，心照不宣地选择保密。昨儿还风平浪静，各种传言是今儿从博远侯府的五少爷被呼延将军给抓去宗正伺候才忽然兴起的。老奴留心了，确实没有关于2位殿下的，就是那些梅园里女子的身份也很少提及。小五怎么来了？快进来。母亲。哎呦喂，被这粉粉嫩嫩的糯米团子这么一叫，这谁受得了啊？五哥，快来母亲这儿。母亲，你都答应过我，这辈子一直都会陪着我的，为什么突然又不见了？我把好吃的都给你留着，我再也不贪吃了，好不好？不哭不哭，小五最乖了，母亲哪里舍得你。五哥，这篮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是我给母亲留的。这么多品种，难为他怎样搜罗而来。母亲，都是我最喜欢吃的，你尝尝，可好吃了。好吃好吃，五哥给母亲特意留的，可好吃了。真的吗？老五停了抽泣，一对大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他。真的。那母亲可是应了，这辈子都会陪着我。触怒是魔鬼啊，会的，都会陪着小五的。母亲，这是给您留的。五哥乖，别挠，仔细挠破了皮。殿下，不如老奴替您抱着，您先去换了衣服。母亲，都是小五不好，您快去换衣服。母亲没有怪你。秦瑶光俯身摸了摸他的头，才进了里间。五少爷，你让奴婢一阵好找，原来是到了主子这儿。啊，白露姐姐，对不起，我不该逃课，我只是听见母亲回府，太想念母亲了。这孩子还逃了课？秦瑶光听在耳朵里，不由失笑。难怪，就说他怎么一个人出现在华木堂，身边也没有个跟着伺候的丫鬟婆子。既是白露来了，你把那对小兔子拿上，我们出去。母亲，孩儿这就回珠峰院上学，孩儿告辞。说罢，他就撒开脚丫子，手脚并用地爬出高门槛，一溜烟消失了。快让个人跟上去，仔细摔了。都是奴婢的疏忽，连五少爷跑出来了都不知道。秦瑶光坐下，把屋子里不相干的下人都遣了下去，室内就剩了他、邓嬷嬷、春分、白露四人。别紧张，留你下来是有正事要和你说。白露迟疑地问道。春分看了秦瑶光一眼，见他微微颔首，才将呼延进昨日在纯宁公主府花厅里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听见后只含笑望着白露，白露越听一张脸越发涨得通红。白露，你别怕，这里只得我们3人，都是信得过的。呼延将军跟你是打过照面的，他诚心求娶，你说说你是怎么想的？秦瑶光看着他脸上不断变换的神情，温言问道。白露，你可是担心
呼延将军是军人？奴婢不怕。那是担心年龄？有一些。那就是说，也不是主要原因。在古代，想做个媒人真难，姑娘们连表达心思的自由都受限，稍不留神就会变成别人口中不守妇道的女人。奴婢只是还没想好，事情太突然，殿下可否多给奴婢一些时间？没问题。这对小兔子你先留着，往后想好了，是留是还都依着你。是呼延进送的礼物，其他人都不好替他保管。在外面守着的雪莲回话道：长公主殿下，1刻钟前前院来人通传，呼延将军前来回话。请呼延将军去明光堂候着，本宫随后就到。你是跟我一块儿去，还是先回竹风院？白露红着脸轻声道：奴婢许久未曾伺候主子，请容奴婢伺候一回。这就是和他一起去见呼延金的意思了。行，嬷嬷这2日辛苦了，先去歇着吧。主子心疼老奴，老奴却不能轻狂。主子要见客，老奴去府里各处走走。我这才回府多久，数一数，已经要换第3套衣裙了。殿下您忘了，要是到了过年进宫那会儿，一天换上3、4套衣裳也是有的。金耀光走到主位上坐下，白露春分在他身后分左右势力。白露春分在他身后分左右势力。将军辛苦了，本宫方才回府，让将军久等，还望见谅。替长公主殿下办差不辛苦。殿下，末将有机密要事相禀，是否并退左右啊？你们都退下去吧，守住门口，不得有任何人靠近。是。既是要事，你带来的人是不是也该退下？还望殿下见谅，末将自作主张。燕长青，金耀光眉头一皱。这个时候他出现在公主府里是做什么？呼延将军，你带这么一个人来，是想对本宫做什么？你要想清楚，这里是公主府，并非军营。夫人，是为夫鲁莽惊扰了夫人，为夫给夫人赔罪。金耀光收回思绪，挑眉看着他。为夫给夫人赔罪。金耀光收回思绪，挑眉看着他，眸色淡淡的，也不说话。臣燕长青见过长公主殿下。论君臣之道，他是臣，再之后才是夫妻。起来吧。燕大将军，郑国公，驸马爷。从他的朱唇中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他的名号。您为国征战，镇守边关足足10年，本宫是不是该替天下苍生感谢你？敢问大将军，您不是押送俘虏在回京途中吗？又为何在此？大将军可知，本宫立刻就能治您一个欺君之罪。殿下，我们夫妻2人又何必使用敬语？夫妻？敢问燕大将军，这个世界上有你我这样的夫妻？夫人，是我对不起你。对不起这3个字多么轻巧，能弥补一个女人风华正茂的10年和她的一辈子吗？燕长青漠然地看着他，眸色里情绪复杂。夫人，你再给我10年，只要大仇得报，我燕长青这条命要杀要剐都由得你。为了报仇，他燕长青不惜身。他准备了足足10年，方能回京一搏。要杀要剐都由得夫人，绝非戏言。金耀光从他这句话里听出了决心和一往无前的气势，没想到对他，燕长青在心里做好了此等觉悟。一命抵一命吗？没想到对他，燕长青在心里做好了此等觉悟。一命抵一命吗？见他久久不语，
燕长青垂眸看着他问：夫人这是不信我燕长青在此起誓，他日大仇得报，这条性命交与夫人岳阳长公主处置，若违此事，刀剑加身，乱箭射死。好，大将军既已立誓，我便信你。不过报仇，替谁报仇又与我何干？为了燕家满门，为了先帝。父皇，此事不方便细说，待我回京再仔细说与夫人。那你今天为何来此？为夫此来只是想问夫人一件事，这些年你可曾有信寄往边城？怎么，他倒是先发制人了？我有没有寄信你不清楚？怎么，他倒是先发制人了？我有没有寄信你不清楚？自从燕长青离京后，原主以1天1封的频率给他寄信，哪怕他在路上不能按时收到，他也没有间断过。我也写信给夫人，你可收到？你是说有人刻意截了你我的书信，让我们生出嫌隙？是的。是谁？谁在中间捣鬼？世家勋贵，他们都逃不了干系。夫人，你可信我？信又如何？不信又如何？我想你既然让呼延进问我老四的名字，就是对他身世有所猜疑，对吧？并非我不告诉你，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告诉你才能保住他们身上的秘密，所以今天我来了，亲口告诉你。好，那你告诉我，老大和老四究竟是何人血脉？你该知道，当年我们燕家满门殉国，他们并非战死。我大哥大嫂受困孤城，等来的不是援军，是敌军。这2个名字如今是用不得了，你另起吧。吉赵皆因，西吉丕。赵熙的名字是大嫂所取，便是由此而来。既如此，另取2个字，就叫吉因，如何？好，好名字。愿他从今往后的人生里都是吉因。他这句话里的祝福是真心实意，让燕长青颇为疑惑。这个人真是那个虐待孩子的长公主？满肚子的诘问，也就问不出口。至于本鱼，他天生力气大，大哥替他起了这个名字，就是要时时刻刻提醒他，凡事多思多想，切勿冲动。守拙的名字，待他到了束发之年再给吧。你想要掩藏他们的身份，就不能引人注目。吉英是5人中唯一的姑娘，我先把她的名字起了，不足为怪。好，你安排就是。夫人，为夫哪怕有万般错，却有一点从未对不起你。老大和老四是我的侄儿侄女，老二却是听说了我收留战争遗孤后自己找上门来的，才6岁，连我都看不透他的来历，不知姓名。我知道他的来历。才6岁，连我都看不透他的来历，不知姓名。我知道他的来历。老三是军中遗孤，父母双亡，父亲死于10年前的战火，母亲带着他在边关生活，因过于貌美，被北戎一个部落劫去。说到这里，燕长青闭了闭眼。当着他的面，那些畜生糟蹋了他的母亲。我带人赶到时，他的母亲将他托付给我后自尽而亡，那时他才6岁半。原来在袁术未曾提及的地方，老三的身世如此惨烈，怪不得他成年后偏执乖张，成了典狱司里人人谈之色变的存在。离业。老五是4年前北戎南侵打丘谷，全军歼敌后，打扫战场时在死人堆里捡到的。那时我收留战争遗孤的事情一传扬开去，捡到他的百夫长就送到了我面前。边关条件艰苦，一个才刚刚2岁的孩子谁也庇护不了。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待他年长一些，夫人替他取吧。 5个孩子各有来历，如果有选择，他也不想将后来的孩子们都送往京城。这些年辛苦你了。我还是那句话，他日事成，
要杀要剐都由得夫人。大将军，该走了。慢着，带你回京，我有一事与你相商。好，为夫告辞。秦瑶光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一脸沉思。燕长青特意回京，把5个孩子的身世说给他听，是他万万没想到之事。他这么做，不觉得太冒险了吗？还是另有目的？看清楚了。是，小人看清楚了，正是呼延进。这么说，燕长青的人果真能被岳阳所驱使？这人抚着下颌短须，直呼怪哉怪哉。整整10年，有他们从中作梗，这2人还能劲儿往一处使？整整10年，有他们从中作梗，这2人还能劲儿往一处使？不会，定然是做出个样子给众人看的。他快速写了一封书信，晾干墨迹后，用火漆封口，速速送进府里。是。其中一座小院子内，娘，我回来了，今天中午吃什么？快去把衣服先换了，仔细着凉，别总是仗着身子骨好，将来有你受的。啊，新磨了豆浆，还有些豆子和猪肺，做了个猪肺豆汤饭，自己去盛来吃。好嘞。少年手脚麻利的进屋，3下5除2的就换了衣服，去厨房里盛了2碗热乎乎的豆汤饭出来，拿了2双筷子勺子放在石桌上，去厨房里盛了2碗热乎乎的豆汤饭出来，拿了2双筷子勺子放在石桌上。娘，你快来吃。说着，他自己走到水缸旁，里面都是他今天早上刚挑好的新鲜井水。哎呀，怎么这就喝呀？我说了多少次不能喝生水，仔细拉肚子。娘，儿子身体结实着呢，喝点水怕什么？刚练了舞，太热了。娘，快来吃饭了。任安呐，最近几日府里乱，除了练武场，别的地方你都不准去啊。孩儿知道。娘放心，孩儿没那么傻，就是练武场，孩儿也不跟人说话的。好好吃饭，口中的食物咽下去再说话。母子2人吃过午饭，薛仁安歇完午觉，又拿着白蜡枪去了练武场。做什么呢？眼睛瞎了，没看见我们任副少爷？你做什么？薛仁安是想着苏哥回不来，就要成大少爷了是吧？我说安哥，今非昔比呀，不如我们打上一场？哼，如何，任安大少爷？不如我们战上一场。今日之事不能善了。薛仁安咬紧牙关，对身后的老仆道：快走。是老奴连累了少爷。走。昨天就送回府的黄莺儿和黄梨儿，如今在何处？都在客院里。谷雨应道：把他们叫来。这2人虽是被精心调教出来的美丽玩物，但他们自身没有错，那一身琴棋书画的本领更没有错。奴家黄莺儿见过长公主殿下，殿下金安。起来吧。你们原本叫什么？回殿下的话，我们从小就被卖给妈妈，没有名字。后来京城的老爷把我们2人买来，妈妈才给了我们名字。奴家不过是猫儿狗儿一样的玩物，哪里配什么名字呢？奴家不过是猫儿狗儿一样的玩物，哪里配什么名字呢？名字。既如此，往后你们就叫秦英、秦离，可好？秦离，谢殿下赐姓。 2人感激涕零，眼里有着水光。2人把头磕得砰砰作响。别磕了，都起来。从今儿起，你们就是本宫府上的教习娘子，教4姑娘琴棋书画。教习娘子，2人更猛了。从今儿起，若有人敢议论他们往日身份，
乱棍打死。是。若有人问起，就说是本宫专程从两淮寻来的教习娘子。本宫既能给你们身份，就能收回，安分守己，自尊自爱，明白吗？奴婢明白，奴婢定不会让殿下失望。行了，你们都下去吧，去找邓嬷嬷，替你们在华木堂里安排个住处，万事都听嬷嬷安排。殿下，您心肠真好。长公主殿下是把他们都当成了人，替我碾墨。自从上午呼延剑离开之后，殿下就一直有些郁郁。作为下人，他们都盼着主子心情能好。婢子将将才来，不敢惊扰殿下作画。何事？是曾大管事传了话进来，说万玉钗的事已办妥，请殿下放心。殿下，曾大管事说万掌柜一家家人团聚，抱在一起足足哭了半个时辰，都在感念您的恩德。挺好的，听见好消息，秦瑶光的心情明朗了几分，如此也不枉他费心一场。万掌柜还托了曾大管事求主子一件事。何事？万掌柜说想求殿下赏个名字，他不想再用醉仙楼。他在纯宁府里这一进一出受了些苦，也算是赚到了。见他的心情终于好了起来，谷雨在一旁笑道：眼下看来虽然如此，可万掌柜是命好，才会碰见我们这般仁慈的主子，用自己的脸面替他做主。可不。春芬紧接着道：要不是我们主子，这酒楼翻修的再好，也和他毫无干系。他去哪儿一家团聚？我们殿下呀，那就是戏文里救苦救难的菩萨。这二人一唱一和的，搁这儿捧哏演相声呢。这二人一唱一和的，搁这儿捧哏演相声呢。殿下，纯宁公主府前人送了礼来，是公主府上新到任的女官送来的。让她进来。这位女官到任的第一件事是给自己送礼，是个有眼色的。微臣赵蕊奉纯宁公主的令，给长公主殿下请安。原来是你。既是出了宫，就好好跟着纯宁办差，只要把公主府给长好了，不只是纯宁和皇太后，本宫也有赏的。微臣自当尽好本分，不敢劳长公主殿下赏赐。长公主殿下，微臣受纯宁公主殿下所托，要一份您的身量尺寸，可否允微臣前往绣坊一趟？纯宁还真想着要本宫时时过府做客呢。主子仁爱，莫说是纯宁公主殿下了，就是奴婢们也想要时时多亲近呢。还望长公主殿下允许。你回去替本宫带个话，纯宁妹妹明若无事，申时正，和本宫一道出门去东西室看看。申时正是下午3点，大景朝贵妇们的作息。上午在家主持钟馗，处理家务，歇了午觉后才是串门访友、消遣娱乐的时间。是。谷雨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女人呐，多是身不由己。主子，万掌柜求您赐的名字您还没给呢。原来那个万明楼就很好，不用改。你就这么去说。是。估摸着时辰，秦瑶光带着2人往竹峰院而去。他回来后，除了老五逃课偷偷溜来，还没见过其他几个孩子呢。母亲，母亲来看我们了。见过母亲。都起来吧。昨儿本宫出府一事，你们可曾偷懒？不曾。请母亲抽茶。她功课最好，不怕检查。四九如今是10岁的大姑娘了。母亲给你起个名字，可好？求母亲赐名。吉音，你往后就叫燕吉音。谢母亲赐名。他终于有名字了。秦耀光走到书案旁，借用老大的纸笔蘸取墨汁，写下燕吉音3个字。认识吗？只认识音。今儿给你们交个作业，
把这个字写上一页。你们4个到束发之年后就正式起名。为了保住老大的真正身世，他不得不如此。二哥的三字经学得不错，晚上多赏你一道菜。臣妇谢殿下恩赏。本宫说过，什么时候教完三字经，什么时候就让你回春堂院。在你看来，五哥何时能学完三字经？在你看来，五哥何时能学完三字经？殿下容禀，五少爷心思不在读书上，神父也不知。他张口就告了老五一处黑状，秦瑶光如何不知？若你连三字经都教不会，又要你何用？本宫不养闲人。是，臣妇知错。五少爷聪明伶俐，都是臣妇的错，没能教导好五少爷。什么教导？不过是教孩子们认几个字，你还真把自己当老师了？臣妇不敢。二哥那里可以教千字文了，教会千字文，就允你回春堂院住上半日。臣妇谢殿下恩典。给个甜枣儿打个巴掌，再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儿，这套育人之术，秦瑶光运用的炉火纯青。二哥的话你是不是都不听了？这孩子将来不知道会祸害多少女儿家的芳心破碎。母亲，孩儿亲手做的蝴蝶纸鸢，孝敬母亲。你自己做的？老三明显有些不自在，低低的了一声。院子里放的都是孩儿做的。做得真仔细，颜色也好漂亮。老三垂着目，眼住眼底浮起的小小喜悦。日影西斜，不多时天色就完全黑了下来。公主府里摆了饭，在京城西市一家脚行的后院里，在薛家出现过的瘸腿老仆赫然在此。标下幸不辱命，标下幸不辱命。他抱拳，他对面的正是燕长青。这一趟进京，除了到长公主府，他还有其他要事。公子，标下在薛家潜伏半载，三房不知大房当年所为，薛仁安可用。做得好，待此件事毕，你跟我一起出城。是，公子。明儿一早我们就走。从明儿开始，你不只要学礼仪规矩，下午放学后还要立即回华木堂来学习琴棋书画。女儿知道了。可会嫌辛苦？女儿不怕辛苦。女儿想要长大后能像母亲一样。像母亲一样漂亮，像母亲一样有威势，像母亲一样高贵。像母亲一样漂亮，像母亲一样有威势，像母亲一样高贵。不用像我，做你自己就好。他不明白，但二哥一定知道是什么意思。明天到竹峰院里识字时，去问问二哥。母后的方子果然够好，英姐的头发柔顺了不少。那是，今儿才用第2回，眼看着好了许多。待再养一养啊，把那些干枯分叉的发尾稍稍修剪，就能像样了。该歇歇了，好生伺候着英姐儿，天气干燥，夜里都警醒着些。嬷嬷年纪大了，坐着回话。是，殿下日前吩咐的，让溥仪替几个孩子看伤。大少爷身上好些都是陈年旧伤，还愈合的不好。大少爷身上好些都是陈年旧伤，还愈合的不好。溥仪说开方拿药无用。老奴上回跟殿下进宫时，就问了周嬷嬷讨了些药膏来，能平复一些近年的心伤。溥仪给二少爷的肩上施了针，
又开了药，说二少爷年轻，恢复得快，只要精心养着，待明年开了春就能大好了。老二右肩上的伤是府医去诊治后秦耀光才知晓的。会留下后遗症吗？府医隔日施针，老奴已经叮嘱了白鹿悉心看护，殿下还请放宽心。接下来邓嬷嬷说起了老三掌心的割伤来，愈合的不错，但伤口过深会留下痕迹。府医还说，在三少爷的胳膊上有不少他自己割伤的痕迹，深深浅浅有数十道。秦耀光一惊，这孩子自残的倾向比他想的还要严重。等熬过这阵子，五少爷手背的冻疮就能养好了，不过冬日恐会复发。殿下万无忧心，其他的都只是小伤，能养好的。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后，孩子们身上远远不止他说的这些，不过能恢复的他就不说出来，惹主子心烦了。夜深了，主子早些歇着。一夜无话。夜深了，主子早些歇着。一夜无话。秦耀光在清晨的薄雾中醒来，照例与前来请安的老大和燕继英一道用早膳。殿下，魏御司卿府上出事了。哦，你们先吃着。他带着春芬走到廊下，询问道：出了何事？殿下，昨个午后，薛家三房独子被人打伤昏迷，大夫上门看诊接了骨，到今日才醒。那聚众伤人的是薛家族里的孩子，叫薛仁富。今儿一早被人发现溺死在水井里。死了？是的，今儿早市上都传开了，说是魏御司卿早年冤死了人命，才会一直没有子嗣。如今是恶鬼来索命了。恶鬼？外人我不管，咱们府里不要传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别吓着孩子们。是。我这点职场生存指南，还是不要试图来套权谋模板吧。宗正寺里又有2人交了赎金。这些公子哥非得吃些苦头才会明白他是认真的。你去告诉曾祥记，让他往宗正寺走一趟，传本宫的话。今日交了赎金的杖20即可放人，明日杖50，后日嘛就看本宫心情。小半个时辰后，一名专门跑腿的小丫鬟从外面进来，轻手轻脚走到廊下，伸长了脖子往里看着。嘘，殿下还没醒。国语姐姐，博远侯夫人来了，正在二门上闹呢。春芬呢？春芬姐姐带着人拦下了，让我来华木堂里找姐姐拿主意。你去行院里去找任女士，就说我说的，让她带10个人拦下侯夫人，跑快些。主子既然没醒，守护主子的安宁就是他的职责。又过了1刻钟的功夫，室内才传来动静。殿下，博远侯夫人来了。殿下，博远侯夫人来了。春芬将她拦在二门处，奴婢让任女士带人去了。做得好。殿下，要让她进来吗？不见。董浩远做错事，拿金子去宗正寺赎人就好，来找自己做什么？殿下，赎金一共收了980两，按您所说收的。新得的申契25张，除了万玉柴的已去京兆府备案放粮，其余24张奴婢都交给了邓嬷嬷收着。昨儿庄子上前人来问过，那些女子总不能一直养着，奴婢按您的意思给他们分配了去处。殿下，您看看是否可行？纸笔好用吗？回殿下的话，比毛笔好使。他每天都跟账簿打交道，写的一手娟秀的蝇头小楷，
但要用毛笔写出小字，费功夫不说，还伤眼睛。用岳阳纸笔就没有这个烦恼，还不用研墨，拿起笔就能用。殿下，这几个是之前有说谎的，奴婢给圈了出来。霜降指着册子上的人名道：还有这位苏迪亚，请殿下做主。纯宁早就候着了，得了通报，神色兴奋地上了马车。他只带了兰香一个婢女，谷雨上前行礼。纯宁一挥手：不必多礼。皇姐，您知道吗？知道什么？驸马昨个给我写诗了。纯宁笑得两眼弯弯。他还给我画了一幅画。高兴吗？高兴。你若想和驸马长长久久，和和美美，姐姐我再教你一招。什么什么？皇姐您快别吊人胃口了。妹妹你记住了，男人都是贱骨头，你对他越不好，他越在乎你。男人都是贱骨头，你对他越不好，他越在乎你。这句话虽然过于极端，有时偏颇，但纯宁拿去用最合适不过。愣着干嘛？好妹妹，你仔细思量思量，是不是这个理儿？妹妹你想，往日你对驸马千依百顺，他日日在外寻欢作乐，还带人回府白日宣淫，作践你的名声。如今呢，他被关着不得自由，是不是就来讨好你了？皇姐说的是，他还说待他脸上的伤好了，就带我出门游乐，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知道为什么吗？秦瑶光看着他的眼睛，眨也不眨问：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要靠你活着，你是他的天。你要让他看你的眼色，你让他好，他才能好；你不让他好，他就不能好。他的声音里透出杀伐果断的厉色。既然纯宁不愿意和离，不如把卢毅调教成一名讨他欢心的驸马，只要妹妹高兴，就当养了个面首，何乐而不为呢？那如果他并非心甘情愿呢？妹妹你想想，那些独守空房的世子，是你心甘情愿吗？那么他是不是心甘情愿又有什么关系？就说这字画，他都画了，你都开心了，难道他还会一边讨你欢心，一边又让你知道他不高兴吗？那他不是白花功夫？不过如果你不想要了，和离了便是。两位殿下，我们到了。掌柜不必拘礼。他站定身体，快速将四周的环境打量了一圈。掌柜的，乌娘子回了吗？哎呦，实在抱歉，乌娘子恐怕要过完春节才回京。啊，那我过了年再来问。客人，我家新请的绣娘很不错的，也是从苏州来的，要不试试？啊，不了，我家夫人啊就喜欢乌娘子绣的花样。秦瑶光听了全程，待客人离开后才问：掌柜，这位乌娘子……唉，殿下有所不知，店里卖不只是次要，主要收入是乌娘子给各家府上量身定做。她手艺好，精通苏绣，一手针法出神入化，回头客都是冲着她来的。中秋节前，她说老家有些事儿，必须回去一趟。嘿，哪知道这一去就只送了一封信回来。年后回来的话，只不过用来暂时稳住老主顾罢了，是以店里的生意一落千丈。面料积压了些，有些花样子如今都不时兴了。离开东市，一行人簇拥着两位公主来到西市。长公主殿下，您不能不讲情分啊！
秦瑶光循声望去，博远侯夫人提着裙子下摆，口中高声嚷嚷着，冲着自己奔来。你回车上，你回车上。黄姐，我陪着你。就算人是冲着秦瑶光来的，事情的起因却是因为他。好，这个妹妹没白疼。我没听错吧？真是公主啊！别想了，公主那么尊贵，怎么会出现在我们西市啊？但是你看她头上戴的白玉钗，恐怕真是……如果不是公主，怎么会有那么大排场？啊，她喊的是长公主，要真的是那个长公主，别看了，快走，小命要紧呐！听见周围人的议论声，博远侯夫人脸上露出喜色。长公主，外甥媳妇儿，我儿犯了什么错？您要将她关起来。要是她冲撞了您知会一声就行，臣妇自然会管教，何必跟一个小孩子过不去？要是她冲撞了您知会一声就行，臣妇自然会管教，何必跟一个小孩子过不去？就仗着是公主，欺负人呗！怎么说也不能让长辈这么求吧？哟，什么公主啊，还跟孩子计较？秦瑶光的目光缓缓环视一周，下巴微抬，眼神睥睨，傲气凛然。博远侯夫人，你说的是你那个在公主府里钻狗洞的小儿子吗？敢问殿下，钻狗洞犯了哪条法？为了自家小儿子，他豁出去了。钻狗洞自然不犯法，钻公主府的狗洞就犯法。还跟我说什么小孩子，本宫活这么大还没见过15、16岁的小孩子。还跟我说什么小孩子，本宫活这么大还没见过15、16岁的小孩子。他在小字上刻意加重了音节，围观的人群实在忍不住轰然笑出了声。是啊是啊，我家小子在这个年纪都在地里干农活了，还小孩子。都这么大了，还钻公主府的狗洞，他想做什么？殿下，求您高抬贵手，看在好歹是亲戚的情分下，放我儿一条生路吧。如今的博远侯府，哪怕变卖了产业也拿不出来，还要受杖责。月儿她细皮嫩肉的，哪里吃得了宗正寺的苦头啊？殿下，您不看僧面看佛面，总不希望让我那外甥觉得您不慈吧？搬出燕长青的名头，搬出燕长青的名头，侯夫人心里隐约觉得又多了几分胜算。起开，别挡路！什么？侯夫人不敢置信地抬头。殿下，您还想臣妇怎么做才肯答应？我都这么求你了。侯夫人，是谁教你的？只要你求了人，本宫就一定要答应你。侯夫人既然心疼儿子，那本宫就做个好人，送你到宗正寺的大狱里，让你们母子2人好生团聚。侯夫人眼神惊惧，如同那上了岸的鱼，死命挣扎起来。知道怕了？你若是识趣，往后见到本宫就躲得远远的，懂吗？别来招惹本宫。这会儿侯夫人的眼里哪里还能找到半分闹事的勇气？哎呦，殿下快请进。都说长公主脾气不好，会不会因为此事而迁怒自己？殿下是请府医来，还是先行回府？一点小伤不碍事。皇姐，要不明天继续？您手上的伤要紧。哪里就这么娇弱了？去拿一壶清水煮沸，凉着备用。此外，再拿一壶烧刀子过来。皇姐，要不请个大夫来？就是破了点皮，用煮沸过的水清洗，再加上烈酒，可杀灭外邪。
纯宁公主殿下请放心，奴婢听郎中说过，这是军中的法子，专门用来治疗外伤的。哇，原来是军中的法子，皇姐是怎么知道的？怎么知道的？要是我说在21世纪，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消毒常识，怎么知道的？要是我说在21世纪，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消毒常识，会不会把妹妹给吓死？哦不，大概率她会觉得我有癔症了。当下他还有个解释，闲来无事看过一本闲书。皇姐真是博闻强记。这记马屁把秦瑶光拍得舒舒服服。皇姐，接下来怎么办？先晾一会儿，待沸水煮过的丝绢干了，包扎好就行。外面来了一个跑腿的伙计，他在外面点头哈腰地问：敢问可是长公主殿下到了？我们万掌柜在万明楼做了一顿酒席，请殿下务必赏光。万掌柜，万掌柜感念长公主的恩德，听说殿下到了西市，便整治酒席，定要让小的来将殿下请过去。听说殿下到了西市，便整治酒席，定要让小的来将殿下请过去。他生得白净机灵，一副笑模样。掌柜的也知道，以殿下万金之躯抚救万明楼实在太委屈了，还望殿下念在他一片赤诚之心的份上，赏光莅临。楼里都准备好了，定然不会惊扰到殿下。难为万掌柜一番心意，不如晚上就到万明楼用了饭再回府。纯宁自然不会反对，笑道：没想到他要回了自家产业，还能品尝到万掌柜的厨艺，何乐而不为？行，你跟他说，我们估摸着大半个时辰后能到。他一边逛一边走，除了正事，也对街旁小摊上售卖的各色吃食和小玩意儿感兴趣。皇姐，您快看，这个是不是剪得很漂亮？确实剪得很好，问问价格，本宫都要了。都要了。突如其来的惊喜让夫人不敢相信地抬头，当看清眼前美艳又高贵的秦瑶光后，才后知后觉会冒犯长公主，赶紧又低下头去。你问问他，如果方便的话留个姓名，待我们的书画铺子开起来，可以让他寄买。对手艺人他总是尊重几分。长公主恩德，草民给您磕头。他只恨自己口拙，没办法表达感激之情，只好用最朴实的方式。夫人哽咽，孩子一脸懵懂地被他按倒在地上，吃痛之下扁扁嘴就快哭出来。秦瑶光回头扶额，他只是顺手做件好事。秦瑶光回头扶额，他只是顺手做件好事，不是为了看人磕头的。不必如此，好好过日子也就是了。草民向陈氏，谢谢姑娘。客气了，你要谢就谢我们主子。万民楼位于西市街口，与大街相接，位置幽怨。万掌柜这回可是因祸得福。草民给长公主殿下请安，给纯宁公主殿下请安，殿下金安。万掌柜，今非昔比，无需如此客气。殿下大恩大德，草民没齿难忘。不如此，他良心难安。快起来！哎，你们知道吗？刚刚在西市就有人给长公主磕头拜谢呢。刚刚在西市就有人给长公主磕头拜谢呢。真的？我可听说他凶得很。我也听说过，但有谁亲眼看到过吗？要我说，80%都是瞎编的。可不是嘛，这位万老板我是知道的啊，开了10多年了，手艺好，为人还和善，就是不知道怎么的消失了1-2年，前2日才回来。
这件事不用想，肯定跟长公主有关，要不然好端端的她跪她做什么呀？人们正议论呢，只听见万玉柴高声道：“长公主殿下，草民家中给您立了长生牌位，下辈子做牛做马，偿还您的大恩大德。”这么一来，便不用众人再猜测，那可是长生牌位呀！老人家，快快请起。这么大年纪的老人给他见礼，他可当不起。老妇人的眼神浑浊，抹着泪激动道：“长公主殿下，您救了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啊！”快别这样，是万掌柜手艺好，本宫不忍见他受苦。这种时候，他再说什么举手之劳，只会显得不够庄重，不如夸万玉柴自己有本事。在老妇人身后是万玉柴的妻子儿女，还有依附他过日子的兄弟一家。别多礼了，既然有这场缘分，也是难得，别饿着孩子和老人家，快吃饭吧。殿下，草民自作主张，引家人前来感谢，已是愉悦，又怎敢和殿下同席？他设宴请客，作为主人却不能和客人同坐。这种荒谬的事情，只有在阶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才会如此顺理成章。如此就多谢万掌柜。两位殿下吃好喝好，有什么需要只管告诉伙计。两位殿下吃好喝好，有什么需要只管告诉伙计。来了万明楼，若是有什么不妥当的，草民心里难安。他一片盛情全权，准备的菜肴比在纯宁公主府上时有过之而无不及。食材或许没有那么高级，但烹饪得特别用心。这桌酒席，秦瑶光吃得相当畅快。皇姐，妹妹觉得往日活了20年都白活了一样。婚前在皇宫里应有尽有，婚后他就成天围着一个男人转，心里眼里都是他。如今想想，竟是没有自己。你若是愿意，我们可以多出去走走看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眼界开阔了，纯宁自当知道，那个什么自诩才子的卢毅屁都不是。皇姐，今儿我想和你一起睡，可以吗？行，待会儿你就跟我一道回府。秦瑶光这里应承了，叫来一个跑腿的小厮，让他去纯宁公主府里给赵蕊传话。殿下，万掌柜坚持不肯收银子。明儿送点衣料子过来就是，我看他家人身上的衣衫都很旧了。是。儿啊，你记住了吗？往后只要是长公主府里来的人，都不许收银子。被相熟的老顾客听见，便笑着和他打趣：怎么，万老板这一回是靠上长公主这座大靠山了？我说怎么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原来是有长公主撑腰，腰都粗了。你们不懂，长公主最仁慈，我老万这一大家子都仰仗长公主殿下才有今日。老顾客自然知道他遭了难，却不知道详情，问他也不说。母亲！猝不及防之下，秦瑶光被扑了个满怀。哎，是五哥呢。老五仰着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开心道：母亲回来啦！哎，是五哥呢。老五仰着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开心道：母亲回来啦！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呢？我等母亲回府呢。叫纯宁姨母。母亲，这个天仙一样的姐姐为什么要叫姨母？我们家五哥的小嘴呀，那可是比抹了蜜还甜。秦瑶光实在是忍不住，伸手摸了摸老五那嫩嫩的脸蛋儿。可她就是姨母呀，五哥想叫什么？要不
我叫小姨可以吗？行，叫小姨。风儿，五哥在这里候了多久？风儿只是个7、8岁的孩子，被长公主问话，难免就有些紧张。天色将将擦黑就在这儿了，估摸着有1个时辰了。秦瑶光一听，便暗暗有些自责。早知道老五会等，他就该早些回来。下回别在门口候着了，外面冷。我看见母亲就不冷了。纯宁走在他们后面，暗自思忖。都说黄姐不待见这几个孩子，怎么眼下看来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也不给五哥拿个手炉，你们是怎么伺候的？罚你半个月月钱，可有怨言？是奴才的错，甘愿认罚。一路牵着老五前行，去到了竹风院的岔路口时，秦瑶光蹲下来问他：你是要这会回去，还是跟我回了华木堂？去华木堂，大哥和四姐姐应该都还在呢。秦瑶光心里顿时暖融融的，有什么比回家有人等着你更幸福的事情吗？姨母来得及，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见面礼，下回来时定然补上。姨母来得及，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见面礼，下回来时定然补上。出门去东西2市，他穿戴都比日常简单，来长公主府又是临时起意，确实没有合适的。都是一家人，哪里用这么客气？礼多人不怪吗？几人落座后，秦瑶光问了今日的功课。老大恭恭敬敬道：母亲，二弟已经开始学千字文，我和三弟四妹还差几日就能学会3字经。五哥，老五怎么会不知道他的用意？立刻低头研究起自己的2只小脚丫来，当作完全没听见。母亲，女儿跟着教习新学了琴，识了几个音。女儿跟着教习新学了琴，识了几个音。教习嘱咐女儿好生练习指法。哥哥姐姐都在替老五打掩护，他除了顺其自然，还能做什么呢？五哥，咱们府上可不兴养白丁。白丁？白丁就是大字不识一个。回头要是出了门，可不能说是我儿子。很丢脸吗？会丢母亲的脸。母亲放心，我肯定会把3字经给学完的。怎么能给母亲丢脸呢？绝对不行。瞧着他小脸鼓鼓的可爱模样，秦瑶光一颗老母亲的心立刻就软了。又问了老大今日竹风院里的伙食，秦瑶光便让春杏伺候燕吉因沐浴洗漱。早些安歇。孩子要长身体，睡眠是第一位的。我把杏赐给他们，留在院子里教导英姐儿。成为瘦马也不是他们的错，不过多亏是遇到黄姐。要是其他人，怎会多看2人一眼，还替他们掩盖身份？不过这2人也是知道好歹的，在他们谈话时极有规矩地站着，安静等候。你们这一身是自己愿意的吗？回殿下的话，是奴婢2人商议后自愿的。既然不再是瘦马，他们就不用再做那等轻薄的装扮。你们都还年轻，姑娘爱漂亮本不是罪过，无需打扮得如同那修士。可是殿下不会觉得奴婢们太过孟浪吗？不必担心，你们该怎样打扮就怎样打扮。姑娘家就该大大方方的，长得好看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秦英、秦离对视一眼，都看见对方眼里不敢置信的眼神。活了10多年，第一次有人这么跟他们说话，让他们大方展示自己的美丽。谁说我们女子打扮就是为了男人？
我们漂亮是为了自己的好心情。悦己，这句话一说，不仅是他们，就是纯宁的脸上也露出顿悟的神情。两人退下之后，早就候在一侧的春分和霜降上前，他们也有事回禀。见秦瑶光要处理事务，纯宁便想着回避一二。黄姐，不如我先去洗漱。不急，他们要回的事儿，怕是都跟你有关。黄姐，不如我先去洗漱。不急，他们要回的事儿，怕是都跟你有关。殿下，宗正寺那边送来了薛仁苏的赎身黄金，整整500两黄金，装在一个2尺见方的紫檀木钱匣子里。黄姐，一个位于四卿，家里竟是这等富裕，我看还不止。继而在东西2室走了一遍，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东室，我们就用那个布庄，改造后就能直接用，你觉得如何？妹妹也觉得那个地方好，又够宽阔，还有现成的库房，不潮湿。霜降，你跟田掌柜打交道多，如果是经营书坊，他可以吗？田掌柜是个老实人，又在东市立足多年，依奴婢来看，只要他熟悉书坊的经营就没有问题。依奴婢来看，只要他熟悉书坊的经营就没有问题。好，那就这么定了。明儿你让田掌柜来一趟，我与他详细说说。母亲，今这就要去睡了，您早些安歇。他是个肯下苦功的孩子，短短10来日功夫，行止见礼已是有模有样。母亲知道了，你快去吧。黄姐，您这几个孩子怎么都这样乖巧？还有2个你没见着呢。老2自不必提，老3却是个傲娇小少年。霜降拿出的名册，在马车上时，秦瑶光已经看过一遍。秦瑶光指着苏迪亚的名字道：“把他叫来公主府，让邓嬷嬷调教后送去鸿胪寺谋个差事，往后或许能用得上。”苏迪亚便是那个精通北戎好几个部落的语言的部落主女儿。从妓院赎身后，她的身契如今归秦瑶光所有。黄姐，您为何如此看重于她？这是因为北戎大捷之后，接下来大景朝就要开通和北戎的商路，两边打了几10年的仗，对彼此的物资都稀缺得很。这条商路一开，无数商人看准商机，涌向北戎，赚得盆满钵满。别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原书剧情写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周清河发家之事。姐姐我呀，对人家会而我不会的东西的人特别欣赏。他这句话说得很是绕口，纯宁想了想，才明白过来，便笑了起来。有道理。这些事都一停当，春分禀道：“还有一事要禀明殿下知晓。”讲。曾大管事下午回府，跟奴婢说万民楼的差事办得顺利。讲。曾大管事下午回府，跟奴婢说万民楼的差事办得顺利。他说殿下赏的银子有富余，就购置了从湖州来的山石、太湖石，打算明儿请了匠人来，把竹峰院和后花园的景再置上一置。黄姐，这些东西是有什么问题吗？无事，挺好的。行，就按他的想法去做。你再告诉他，这回办差得力，本宫很是满意，提他为外院管家，除了按例领的4季衣裳，额外每一季都给他另做2套大衣服，方便见客。长公主府里原本并没有管家，之前的王管事行的是外院管家的职责，领的仍然只是管事月例。既然曾祥进如此有心，把他升一升又如何？古语来禀：主子，纯宁公主殿下，浴池的汤已准备好。纯宁公主殿下，浴池的汤已准备好，请2位殿下移步。纯宁扶着兰香的手步入池水中，笑着问：黄姐，您这个方子是哪里来的？闻着也太舒服了。
回殿下的话是白鹿为了给主子养香气特意调配的。皇室贵族中非常实行熏香，坐卧行止都要有香味儿，衣服也都会根据不同的时节熏不同的香。怪不得呢，前几日我和姐姐一起睡，就觉得有很好闻的香味，原来是姐姐身上的。别闹，你既是喜欢，明儿就把方子给你，拿回府自己泡去。皇姐，你推我做什么？我们姐妹两人还有什么不能看的吗？我身上有的你没有吗？非得捣蛋。好姐姐，我虽然有，但是太小了。你就让我摸一摸，又怎么了？又不会少块肉。你就让我摸一摸，又怎么了？又不会少块肉。要不姐姐也摸摸我的，我俩交换。谁要摸你的呢？这种感觉好像回到了现代。她跟好姐妹私底下在洗浴中心打闹时，唉，这辈子怕是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想到这里，她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她是年纪轻轻过劳死才穿了书，那原主呢？穿来的时候原主没病没灾，正在院子里体罚那5个孩子呢。这种情况怎么会让自己穿来？怎么了？好妹妹，你不会睡觉也穿着吧？穿呀。陈宁不明所以。不觉得勒得慌？恐怕是姐姐才会有的烦恼吧。我这么小，不勒。不觉得勒得慌？恐怕是姐姐才会有的烦恼吧。我这么小，不勒。怎么说呢？在现代都是她羡慕姐妹的，没想到终于能有扬眉吐气的这一天，就挺幼稚的。或许你感觉不到，但睡觉时穿着难免会血脉不通畅。说着，她让谷雨去外间取了一件她没有上过身的水红肚兜来。你皮肤白，穿这个颜色肯定好看。真的吗？那这个呢？内裤当然是可以的。两人收拾妥当，躺在榻上。你那儿有没有母后的尺寸？母后就快过生日了，我们不如做几套文胸内裤给母后。我这儿没呢，不如下回进宫你问问周嬷嬷。我这儿没呢，不如下回进宫你问问周嬷嬷。问倒是没问题，只是这原本是皇姐想出来的，不能反倒让我讨了巧去。那有什么？我另备了寿礼。纯宁想了想，又道：算了，母后大寿送内衣也不像话，干脆我提前送了，就说是我们姐妹2人的心意。至于寿礼，还是送我之前找到的那盆珊瑚玉石盆景。也行。皇姐，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可不许恼了我去。既是怕我恼，你还问？哎呀，我憋在心里许久了，您就让我问嘛。纯宁这性子活泼了不少，要放在之前哪里会冲我撒娇呢？行，你问呗。皇姐，您是真的不介意竹凤院里那几个孩子的身世吗？妹妹这是在替姐姐抱不平吗？妹妹觉得皇姐受委屈了。那其他人呢？其实母后一直很后悔，对我说起过好几次，说应该拦着先帝，不该赐这样一门亲事，让皇姐受苦。当真？秦瑶光却是从来都不知道，原书里没提，皇太后在他跟前也从来不提。那你说我合理怎么样？听见这句话，纯宁惊得从榻上坐起，急急问道：皇姐，您怎会有这等想法？大将军打了胜仗，眼看着就快回京了，皇姐等了10年，不就是等的这一天吗？如果我一定要和离呢？如果皇姐一定要和离，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有妹妹支持，我就放心了。
你觉得其他人会是什么反应？恐怕没人会想到您会和离吧。恐怕没人会想到您会和离吧。毕竟，这10年都熬过来了。说的也是，而且她还有长公主身份，真要和离，得让皇帝下旨。而他那个皇帝弟弟，凡事都对大司徒言听计从，在这件事上还不知道会怎么样。既是赵女士来接，纯宁就快回府吧。国语把昨晚两人泡的花香玉方子递给赵蕊。是昨纯宁公主殿下说好，主子让奴婢给准备的。赵蕊道了谢，仔细贴身收好。纯宁颇有些依依不舍。秦瑶光要送她出去，她又忙道：皇姐不用送我，您还有好多事儿要忙呢。行，那我就不送了。皇姐，您要是请好了武学的武行娘子，一定要让人来跟我讲呀。不会忘记的。一定要让人来跟我讲呀。不会忘记的。邓嬷嬷已经在找了，只是一时半会儿还没找到合适的。纯宁这才真的走了。秦瑶光在院子里散了散步，霜降来禀：东西2室的掌柜都到了，让他们去明光堂。见过长公主殿下，殿下金安。田掌柜、西市书画铺子的程掌柜齐声见礼。都起来吧。霜降可将本宫的意思都说清楚了。霜降姑娘说得明白，小人也都知晓。请殿下放心，小人定会好生经营，不让殿下失望。做岳阳笔的刘明，本宫已经让书坊将他聘用为管事，专司岳阳纸笔的生产。你们2家铺子要花多少时间翻修，备多少货，如何周转，都报一个详细的条程给霜降，本宫会看。春堂院，周清河咬紧牙关，右手的手腕处红肿明显，仔细看去，他握笔的大拇指和食指都有着止不住的轻微痉挛。伺候他的丫鬟跪在地上，眼泪汪汪地看着他，哀求道：姑娘，您快歇一歇吧，这样下去您的手会废掉的。不用担心。还有最后一本半心经，他必须写完。丫鬟西行到管事媳妇跟前，哭着替他求情：我家姑娘是真的不行了，求您去跟殿下求求情，给姑娘宽限几日。殿下他菩萨心肠，一定会允的。哎呀，你快起来。周姑娘，若是写累了，就先歇会儿。你若是心疼你家姑娘，就再去准备了热金子，替她热敷手腕。不料从门外传来秦瑶光的声音：你家姑娘？本宫怎么不知道你何时成了周姑娘的丫头？写得如何了？回殿下的话还有1本半。都拿上来给本宫看看。管事媳妇连忙应了，双手抱起一个书筐，放到秦瑶光面前的案几上。你去清点一番，若有污损的、不合格的，都得挑出来。周清河跪着，闻言身体一颤，可怜极了。殿下，后几日都是奴婢守着周姑娘写的，知道是给娘娘祈福，要是写了不好的，周姑娘都会自己撕掉重来，哪会有不好的呢？秦瑶光的目光从他脸上划过，落到地上跪着的看似可怜无助的周清河身上。真不愧是原书女主啊，简直有毒！是不是只要跟她接触的人都会被她收服？你什么时候来春堂院的？回殿下的话，奴婢调来春堂院，今儿是第5日。给本宫贬了。他倒要看看还有谁要替周清河说话。跟在他身后的任女使上前，躬声问：殿下，敢问贬去何处？既然这么爱替人求情，干脆去拍马屁好了。
不如贬去喂马。殿下，奴婢。管氏媳妇磕得一脑门的血，气声哀求道：“奴婢是从宫中跟出来伺候您的老人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殿下，还望您高抬贵手，饶了奴婢这一回吧，奴婢再也不敢了。”要本宫饶了你，那你来告诉本宫你哪里错了。管氏媳妇愣了愣，往跪着但一言不发的周清河那边看了一眼，突然福至心灵：“奴婢错了，奴婢是殿下的奴婢，不是周姑娘的奴婢。”还知道错在哪里，不错。殿下。管氏媳妇又急急地磕了个头，满眼希冀地望着他。秦瑶光微微一笑：“哼，做错了事其实不是那么重要，该罚就罚。然而认错了主子，不好意思，他就喜欢看被主的奴才希望破灭的样子。”任女使，下官在此。贬去马房喂马，可记下了？回殿下的话已记下了。回殿下的话已记下了。好，立刻执行，再加10个板子。跟在任女使身后的2名剑妇上前，一人拖着管氏媳妇的一只手往外走去。不，殿下，您可是答应了奴婢，要饶了奴婢的。本宫何时应过？罚了你去马房，这府里才知道谁是真正的主子，不是吗？周清河的脸色更白了，刚想说话，目光却落在案几上。书册中间放着一支岳阳笔。铅笔。秦瑶光沿着周清河的目光望过去，停在岳阳笔上，微微一笑。是，他就是故意的，故意让周清河看见。周姑娘，你这是怎么了？可是见到本宫后突然身子不适？长公主娘娘误会了，臣女好几日未曾得见娘娘风姿，心情激动失了仪态，望娘娘恕罪。周姑娘见到本宫该如何称呼？回公主殿下，您身份尊贵，按例有品级在身的命妇都应尊称您为殿下。言下之意非常明白，周清河一个白身叫什么娘娘？不是说不能叫，假如是皇室中的晚辈，又深得秦瑶光喜爱的，才能使用娘娘这个非常亲昵的称呼。听见了吗，周姑娘？殿下，臣女知错了。既是知错，那就该罚。从今儿起，周姑娘身边不需要人贴身伺候。春堂院内洒扫的下人婆子、跑腿小丫头，都给本宫编好班次，3日1轮。是，下官记下了。行院派人值守，谁跟周姑娘、周太太说上一句话，罚当月例钱，若有再犯，赏10个板子，逐出府去。随着他的吩咐，周清河原本享有的权利一点一点被剥夺，周清河的心也一点一点凉下去。从看到铅笔的那一刻起，他就觉得不对劲了，眼前这个长公主根本就不是原来那个，怪不得萧氏会被他调去了竹风院，和自己分开。没关系，一定会有办法的，在长公主府他能一手遮天，出去就未必了。起来吧，你过来。周清河心头一颤，规规矩矩地走到他跟前3步之处，低眉顺眼道：“殿下。”再走近些，低眉顺眼道：“殿下。”再走近些。周清河，你原名孙梅，其实大寿那天死在病床上，才来到这里，对吗？这句话清清楚楚传到周清河耳中，随即他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咯咯声，就像一个在极寒天气里的濒死之人，根本控制不住自己身体的本能反应。他怎么会知道？他又怎么可能知道？周清河，在我面前，你最好别耍花招，我什么都知道。
连想都不能想，明白吗？秦瑶光语气轻缓，脸上还微微带着笑意。殿下，臣女知道了。殿下，这一处被旱季镜花，还有这里是断笔续接。如果是普通用来保存的手抄本，这点瑕疵当然算不得什么，然而却是替皇后娘娘祈福所用，若有丝毫纰漏，岂不是对佛祖不敬？是臣女疏忽，还望长公主殿下恕罪。既是有罪，那就该罚。你还记得宫里为了祈福都是怎么抄经的吗？人女使规规矩矩应道。回殿下的话，为表心意虔诚，都是站着抄，更虔诚的是跪着抄。哦，念在周姑娘年纪小，剩下几本就站着抄吧。任女使，这里的事就交给你，盯着抄完后把心经都收了，交给邓嬷嬷。明儿随本宫去见皇后娘娘。周姑娘还请抄经，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周清河浑身一抖。是了，长公主当然不怕，哪怕她知道了对方并非原装货，又能如何？回到华木堂后，春分来禀：殿下，苏迪亚到了，在角门处候着。快，让她进来。别看苏迪亚现在只是一名奴隶，往后去北戎的商路，可都得落在她身上。苏迪亚是一位颇具异域风情的美人，乌黑微卷的长发，绿宝石般的琉璃双瞳，皮肤比那牛奶还要白皙，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在草原上是最好最顶尖的意思。苏迪亚，你精通5、6种北戎部落的语言？回长公主的话，奴婢会7种。都能听能说？是的，殿下。苏迪亚，本宫很看好你的语言才能，有意让你入鸿胪寺做女官，你可愿意？苏迪亚猛然抬头。有意让你入鸿胪寺做女官，你可愿意？苏迪亚猛然抬头，那双漂亮的绿宝石眼眸中陡然绽放出璀璨耀眼的光华。你且随邓嬷嬷去，换一身合适的衣裙。待鸿胪寺的官员来了，会再考教你一番。只要你说的是实话，就替本宫去鸿胪寺好好做官。是。苏迪亚总算明白了，秦瑶光并非说笑。他无以为报，扑通一声双膝跪地，给秦瑶光结结实实磕了3个响头。傻孩子，痛吗？痛吗？多少年未曾有人问过他一句痛吗？好孩子，想哭就哭出来吧，往后的日子就好过了。轻轻一句话击溃了苏迪亚的心房，令她痛哭失声。轻轻一句话击溃了苏迪亚的心房，令她痛哭失声。单薄鲜美的身躯起伏，哭得室内外势力的下人们无不动容。邓嬷嬷用手帕按了按眼角，走到她跟前。走吧，跟我去换身衣服。殿下，奴婢瞧了好几世，寒露是个能用的，邓嬷嬷也说调教的差不多了。您看是不是明儿让他到您跟前伺候了？刚说好此事，春分来禀：殿下，舅夫人递了帖子进来，人已经到侧门了。秦瑶光想了想，恐怕是来求情的。求情？春分和谷雨对视一眼，皆不明白。请他去明光堂。臣妇见过长公主殿下，殿下节安。起来吧。殿下，臣妇此来是应了博远侯的请托，请殿下高抬贵手，放过他夫人和幼子。舅母，你是不是知道，要是先送帖子来，本宫不会见你，才这样不告而来呀？汪氏的脸蓦的一下涨得通红。她堂堂宁国公府上的大夫人，皇太后的弟媳妇，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高看一眼，尊一声大夫人，何时受过此等羞辱？她心头暗恼，
这个外甥女儿仗着长公主的事，舒心越发不把亲戚放在眼里。舅母若是没有其他话说，就请回吧。本宫没这个闲暇陪你在这里白耗光阴。汪氏一听，这才慌了，当下也顾不得害臊，他转头训斥身后的大丫鬟：“还愣着干什么？没眼色的东西，还不把侯府的礼单呈给殿下！”博远侯府的礼单被古雨拉开，长长一页上写得满满当当，只是看着虽然丰厚，实则寒酸。舅母，如今博远侯府上这么穷了？唉，殿下，您是金枝玉叶的人儿，不知道我们的苦。外人看来都说我们公侯伯府哪个不是光鲜亮丽，不过是强撑罢了，哪个不是光鲜亮丽，不过是强撑罢了。也就是在您跟前儿，我还能说说实话，见着外人，还不是得强撑着这份体面。那博远侯府的情形，比我们崔家还远不如。他们打哪儿去找那100两黄金呢？要是真有，早就交了，怎肯让那五少爷白白受苦？依舅母所言，是本宫无理取闹。哎呀，殿下替他们教育不成器的子弟，怎会是无理取闹？臣妇万万没有这个意思。臣妇只想着得饶人处且饶人，那博远侯府再怎么不济，也是驸马的长辈呀，闹僵了不好。舅母，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本宫，博远侯允诺了你们府上多少金子？正滔滔不绝的汪氏闻言一滞，他怎么知道？哼，你给博远侯带个话，想要求情，让他本人来。汪氏怒气冲冲地离开。鸿胪寺的几名医官到了。长公主府上宣诏，鸿胪寺不敢怠慢。下官拜见长公主殿下，殿下金安。各位快快请起。苏迪亚很快到了，这会儿她换了一身大方得体的墨绿色窄袖深衣，黑压压的发髻上插了一只款式简洁的青玉簪，服饰的颜色呼应着她的绿宝石双瞳，又将她的异域艳色压了下去，格外端庄。秦瑶光冲着她微笑颔首。邓嬷嬷见状，对几名医官道：“啊，在此还请各位考教，请问哪位先来？”医官们的目光都投向其中最年长、颌下有须的那一位。在下宋广弘，见过苏娘子。苏迪亚错愕之下，忙还了一个服礼。还请宋先生考教。两人互相见礼后，宋广弘捏了捏胡须，张嘴就是一连串北戎话。宋广弘捏了捏胡须，张嘴就是一连串北戎话，听语气是个问句。苏迪亚答了，又回问过去。宋广弘再开口时，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听起来又完全不是一种语言。两人一问一答，甚为流利。旁边的几名医官望向苏迪亚的神态也逐渐变了，从刚开始因为长公主而对她的讨好，变成了专业人士之间的欣赏，和医官们站在一起你来我往。秦瑶光听不懂，却能听出来他说的越来越流利，眼里逐渐有了自信的光芒闪耀。约摸过了2炷香功夫，由宋广弘主导着结束了这场考教。殿下，这位苏娘子精通5门北戎语、2门西域语，还有草原上大部分的方言。殿下，这位苏娘子精通5门北戎语、2门西域语，还有草原上大部分的方言。不错。这是西域语？不错。可是我是在草原上学会的。你详细讲讲，于何时何处习得？痛苦的神色从苏迪亚脸上一闪而过。殿下，您府上可有余徒？殿下，咱们府上若有余徒，
那定然是在外院书房中。秦瑶光微微颔首，邓嬷嬷立刻遣春分去拿。殿下，除了语言，他们的生活习惯确实和草原上的人不一样。各位，今日所言，若有他人得知，本宫懒得追究究竟是谁无法守密，一律死刑伺候，诛九族。最后几个字，他刻意加重了音调，落地有声。今儿你们都做什么来了？回长公主殿下，今日下官来长公主府考教苏娘子，她精通5种北戎部落语言和多种方言，足可胜任鸿胪寺驿官一职。或许是在鸿胪寺耳濡目染，宋广弘此番应对非常合乎秦瑶光的心意。你们都听见了？回殿下的话，下官都听见了。回殿下话，奴婢都听见了。如此，依宋大人所言，苏娘子可何时入职？待下官回衙禀报上官。驸马爷即将押解北戎俘虏进京，想来官衙内急需人手。驿官再怎么不入流，也是京官。好，如此，本宫就等你们的消息。好，如此，本宫就等你们的消息，不要让本宫等太久。说罢，他用眼神示意邓嬷嬷。邓嬷嬷端起一个紫檀木长方形小托盘，走到众驿官面前。小托盘上面盖着一块金红双色的菱格纹织缎，下方是元宝的形状隆起，看得众驿官眼热不已。辛苦各位跑一趟，区区谢礼，还望各位笑纳。他知道驿官清贫，要开拓北戎商路，他所需要的翻译也不只是苏迪亚一人。苏迪亚的身世坎坷，秦瑶光并不打算将他派到最辛苦的第一线去。殿下的心意，还请各位大人笑纳，也请多多关照我们府里的苏娘子。下官谢过长公主殿下恩赏。此时，春分回到明光堂。跟在他身后的2名小厮手里捧着一个长长的油纸桶，里面正是从外院书房里取来的鱼图。鱼图很大，宋广弘接过来后干脆就地铺了。你们怎么看？朝局诡谲，是人是鬼难以分辨。殿下，是曾管家找了匠人来给竹峰院里添置的景致。秦瑶光敛了心思，举步朝院内走去。殿下请安。见过长公主殿下。他微微点头示意，目光投向那座新建起来的秋千架，很醒目，也很漂亮。孩子的快乐是这般直接而不加掩饰，轻而易举就能感染人心。除了推秋千的老大，下面还站着老五的哥哥和姐姐们，脸上都带着纯粹的笑意。五弟，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痛啊？咦，好像没事。随着他的动作，被当作肉垫的南风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的小祖宗啊，你是没事，是为我呀这条小命差点就要交代了。多谢侍卫小哥救下小五，你眼下如何？哪里痛？标下应有之责，多谢大少爷关心。快去请府医来，就说有人摔伤了。是。彭燕得令，腿脚飞快地跑出去。这会儿秦瑶光也急急到了跟前。都让开一些，别围着，待府医来了再仔细瞧瞧。见长公主到了，南风挣扎着想要起身见礼。你先别动。南风挣扎着想要起身见礼。你先别动，仔细加深了伤势，救下5个人有功，本宫重重有赏。老五受到一场惊吓，看见他就伸出双臂，可怜巴巴的。母亲，儿子知错了。知错了？哪里错了？你给我仔细说说。儿子不该玩秋千。不对，
儿子不该长那么高。不对。儿子，老五愁眉苦脸，他实在是想不出来，哼哧哼哧老半天后，才又道：“儿子不该在荡秋千的时候笑。”他眼睛一亮，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答案。可悄悄抬眼一看，秦瑶光面沉如霜，脸色丝毫没有松软的迹象。大哥、二哥、三哥、四姐，你们谁在呀？母亲生气了，好可怕！怎么办？谁来救救我呀？老五太过活泼，正该受点教训才好，要不然将来还有的苦头吃。这么多人看着他都能出问题，要是没人的时候呢？这么一想，老大就后脊发凉，硬下心肠止住脚步。你们变了。往日见他受罚，哥哥姐姐们都抢上前来护着他，都不忍心让他被罚。现在呢？哥哥姐姐们都不爱小五了。老五怎么这么可爱啊？谁爱来谁来，反正我干不了教训这活，就让为母来告诉你，你错在何处。小五，母亲一定要让你知道，不论任何时候就不能冒失冲动，哪怕再怎么高兴，凡事也要三思而行。你给我记住，你自己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这些都是古人讲过的道理，我们五哥要牢牢记住。这两句话对于老五而言还是太深奥了，不过他看得懂秦瑶光的郑重神情和他眼里的柔光，能感受到他的一颗真心。止了泪，他带着气声道：“能感受到他的一颗真心。”止了泪，他带着气声道：“母亲，您再说一遍。”秦瑶光复述了一遍，老五跟着秦瑶光把这两句话说了好几遍，牢牢记在心间。母亲是说我是君子吗？我们小五啊，当然是君子了。来，跟着母亲，把这两句话再说一次。母亲，我已经会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听着他清亮的童声，老二眼底常年积着的阴霾都散去几分。千金之子，原来在他心中，他们竟然都是千金之子。原来在他心中，他们竟然都是千金之子。老三心头微动，记起秦瑶光所教导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老大则想起他说过的话，叫他不要在极端情绪下做决定。严吉英站得端正，想着母亲手把手教他如何打赏下人，告诉他不可让人低瞧了去。教导完老五，秦瑶光把他放下来，让他去看南风的伤。叔叔，对不起。五少爷，是标下学艺不精才会受伤，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如果换了将军来，定然轻轻松松。南侍卫，老夫给你的外伤药要每日涂抹，能消肿止愈。还有这个方子，先喝上7日，7日后老夫诊脉后再换，必须静养，把骨头养好就可无碍。叔叔，是你救了我，就让我替你看药吧。因为起身的动作牵动了伤口，南风口中嘶了一声，听见老五的话，便想着要安慰他，脸上扯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你这还不如不笑，过于惊悚了些。我和五弟一起啊。他知道老五想要弥补过错，又担心南风因为他年纪小而拒绝他，
才做出这样的举动。三少爷，标下并非不放心五少爷。那就让我来好吗？好，劳烦五少爷照顾了。老三牵着老五，跟着南风和溥仪离开后，院子里渐渐恢复了平静。秦瑶光带着人朝学堂里走去。刚刚外面闹了这么大动静，萧氏都没有出来看一眼，如今竟是连样子都不做了。走进学堂，萧氏上前见礼，如今竟是连样子都不做了。走进学堂，萧氏上前见礼，免了。周太太，孩子们的课业如何了？殿下，臣妇有一项不情之请，还望殿下恩准。既知道是不情之请，那就不用说了。萧氏一滞，他想好了许多不同的应对措辞，可没想到秦瑶光根本连听都不听。二哥的千字文学完了吗？还有大半。你下去吧。他只要替萧氏替几个孩子开蒙，没想过还要纵着他。萧氏哪里肯走，支支吾吾半晌。母亲，昨日院里来了一个媳妇子，她走后，周太太就说起好几次，几日后是太傅的寿辰，几日后是太傅的寿辰。对对对，殿下，臣妇也许久未曾去给太傅请安了。哦，原来是太傅的寿辰。你作为魏王人，确实该为夫家尽一份学生的心意。殿下说的是，太傅念着旧情，常常让太傅夫人嘱咐臣妇，勿要因为和儿是女子就耽误了她的学业呢。和儿说的对，在这个公主府里，最要紧的是这几个孩子，只要孩子们喜欢她，还愁讨不到驸马爷的欢心。没想到还有这种意外收获，关键时刻老二还帮自己说话。替周太太准备一份寿礼，着人送去太傅府上。殿下，这份寿礼当由臣妇亲自送去才好。你的意思是，以本宫的尊贵，还不如你来的体面？殿下，臣妇不是这个意思。如此，此事就定下了。行了，你退下吧。金瑶光端起茶杯，萧氏无奈，只得悻悻然告退。母亲，儿子打探了一下，来找周太太媳妇子的是从外院过来的，夫家姓吴。有了这个详细消息，找起人来就十分容易。好，此事就交给你来办，替我传话给曾管家，找到人后按被主责罚，或逐或卖，交由刑院任女士定罪。身为公主府里的下人，替萧氏办事传话，既然被他知道，又如何会轻轻接过？是，母亲。母亲，可否由刑院张贴出罪状，通告全府？不识字的，就由各院管事逐一告知。好主意。两人商议时，老大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好好的怎么就扯到了刑院。两人商议时，老大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好好的怎么就扯到了刑院。母亲，您既是来了，不如就在竹风院里用晚膳。母亲，儿子中午还去厨房里看了，有一缸新鲜的小鲫鱼，厨娘说正好拿来炸了做酥骨鱼。主子，奴婢先做了桂花饮，还未曾来得及请主子品尝。好啊，正好我也想尝尝你们竹风院的口味，那就择日不如撞日了。女儿这就去厨房看看。我也去看看。儿子也去。老大连声音里也透出欣喜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喜欢待在母亲身边，就觉得特别舒服。于是乎，秦瑶光打头，后面跟着一连串小尾巴。眼下才刚刚酉时，厨房里正在备菜。殿下金安。见过长公主殿下。给殿下请安。秦瑶光一进来，满屋子正忙活着的人顿时放下手中活计，纷纷见礼。起来吧，
殿下，奴婢们准备做一道八宝鸭，给少爷们补补身子。不错。白露上前一步道：今儿殿下赏脸，在咱们院里用晚膳，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把绝活都亮出来。有铜锅吗？秦瑶光比划了一下道：这么大的？啊，有的有的，就是不知道殿下拿来做何用途。你可是说用来取暖的炭盆？是是，今年天冷的早，前几日从外院又送了几个新的进来，还没来得及用，都全新的。炭盆也行，拿来看看。今儿本宫教你们做一个暖锅子。请殿下指教。准备葱姜蒜，把鱼头、羊骨、鸡鸭骨架子先炒了，再用高汤做底，熬出一锅鲜味。殿下，是不是再加入淮山、红枣、当归、天麻、红参、干贝等一起熬啊？可。加入这些药材海鲜，汤底会更鲜美，也更有营养。把鱼肉、羊肉都切成极薄的片，多准备几种肉丸。这个削皮切片，蛤蜊洗净，把沙给吐干净。大虾去掉虾线，加入香葱盐调味。捣成泥后，加入适量淀粉，拌匀备用。他一一说着处理的法子，管事娘子虽然不明白他想要做什么，眼神却变得越来越崇拜。母亲，他们说您要给我们做好吃的。母亲，他们说您要给我们做好吃的。母亲，儿子给侍卫叔叔煎好了药，看着他喝了。母亲，你知道吗？那药方里还有虫子。儿子问了府医叔叔，说那个叫土鳖虫，竟然可以逐瘀消肿、续筋接骨，是不是好神奇？老三站在他身后含笑点头，证明老五说的一点不错。好孩子得夸，不愧是医毒双绝的好苗子。我家五哥就是厉害。你要是对药材感兴趣，往后放了学，就去府医的院子里做小帮手，好不好啊？好。老五兴奋的手舞足蹈。不过这几天不行，儿子还得去照顾侍卫叔叔呢。是个有情义有责任心的。秦耀光点点头，牵着他的手往外走去。是个有情义有责任心的。秦耀光点点头，牵着他的手往外走去。他已将怎么做火锅从头到尾都讲了一遍，接下来就等着吃了。母亲，您说的暖锅子可是在宫里吃过，儿子竟是从未听闻。老三一向寡言，忽然说了这么一长串，让秦瑶光很是意外。暖锅子的做法是为母在杂书上看来，却不是宫中的吃法。今儿兴起，就想着试上一试。你把五哥儿给转过来。五哥儿，你老是坐不定，我还以为你背后有条小尾巴呢。小尾巴？殿下说的是，明儿奴婢就给五少爷做一套小老虎的衣服，正好和帽子配成一套。这个法子好。秦瑶光无比赞同，也就只有在老五这样可爱的年纪，才能做这样萌萌哒的装扮。殿下今儿吃的这是什么？这是怎的？连生鱼片都往里送？是殿下新想出来的法子，老婆子在厨房里做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呢。周太太，您别看这些都是生的，殿下说了，可以直接涮着吃，味道可鲜了。生的东西不会闹肚子？哪能呢？多煮煮不就熟了？这么好的东西，可惜我们都吃不到。我们是吃不到，您可是教少爷小姐们识字的先生，殿下自然不会亏待周太太的。今儿见了这等吃食啊，我这心里也馋得慌，能不能劳烦各位替我整治一个？殿下说了，暖锅子正是要一大桌人吃才好，周太太一个人恐是吃不了。暖锅子正是要一大桌人吃才好，
周太太一个人恐是吃不了。自然不会让你们麻烦，我一个人是吃不了，厨房剩下的给我弄一锅来就行。我在这儿连盒儿也看不见，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萧氏语气卑微，怎么看怎么楚楚可怜。陆娘子，你看这确实也不麻烦，要不就给周家太太弄一锅去。行，周太太且回去候着吧。陆娘子，给周太太的暖锅怎么弄？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儿这是特例啊，往后谁都不许收这位周太太的银钱。周太太人好，我们去送饭都会赏10几个铜板，这也不行。不行，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个个的心里都在打着什么主意。不行，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个个的心里都在打着什么主意。是不是觉得春堂院的小主子生得好，将来若是有出息了可以沾沾光啊？我今儿把话撂在这儿，讨好谁都不如讨好我们殿下。你们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除了皇宫，这天底下还有谁比我们家主子更尊贵的？他今儿要给银子，我原是不想要的，谁知道他会不会做出什么幺蛾子来？回头若是连累了我们厨房，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恐怕是连差事都保不住。陆娘子，要不我们把银子退了？行了，即使收下，就没有退回去的道理，平白惹了人笑话。你们抱个煮茶的炉子去周太太那里，盛一瓦罐汤过去，还有那备好的菜，荤素看着各挑上几个，速速给她送去。我去找白露姑娘。一干人等这才放松了心情。长公主跟前的得力侍女，如今管着竹风院的白露，是他们心里的最靠得住的人。陆娘子，我们把汤做好，等你回来吃啊。正房里欢声笑语，几个孩子头一回吃这种暖锅子，除了熬得白白的浓汤鲜香扑鼻外，这种围在一起边吃边涮的形式格外新颖热闹。母亲，儿子总算知道为什么会叫暖锅子了。白露姑娘，他毕竟是先生，又说的那般可怜，我便差人给他送了煮茶的炉子和瓦罐去，配了7、8个菜，想来是够了。既是都送去了，又来找我做甚？姑娘，你也是知道的，厨房里忙活的人多，又都是拖家带口的，总得让大家有点奔头嘛。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响，算盘珠子都快崩天上了。合着好人都让你给做了，就让我来做那坏人不成？那位周太太的心思，底下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底下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你要是真不知道，这个厨房的管事也别做了。哎呦，我的好姑娘，你可千万别生气呀！我也是知道不妥，才来求姑娘拿个主意，哪里敢来让你做坏人呢？我已经跟他们都说过了，往后都不许拿周太太的银钱。一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破烂亲戚，主子好心收留他，他嫩还不知足。行了，我知道了。白露转身就走，陆娘子忙拉住他，往他手心里塞了一块碎银子，笑道：还望姑娘多关照些。这一回我帮你，是看在你知道谁是主子的份上。若是再有下一回，又贪那点眼前的便宜，又不想担责，我可帮不了你。白露一番话，把鲁娘子说得面红耳赤，连连应了。待白露进了门，她才发现大块碎银子还在自己手心里，顿觉臊得慌，忙掩面而去。谢谢四姐姐。老五见了，欢喜的2条小短腿在椅子下直晃荡，口中含含糊糊的道谢。去给五哥拿个矮凳子来踩着，仔细摔着。母亲，
你说我肚子里会不会长出小西瓜来呀？母亲，你说我肚子里会不会长出小西瓜来呀？五哥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儿子也不知道在哪儿听说过，可我不想生小西瓜。你只是吃得太撑，让你3位哥哥陪着你在院子里走几圈，明儿一早起来，你的小西瓜就不见了。当真？老五眼睛一亮。母亲什么时候骗过你？天色已晚，他便带着燕吉因要回转华木堂。白露守在门口，将萧氏特意要了暖锅的事回禀了一番。我知道了。一行人走到院门处，却看见老三候在这里。没去陪你五弟？看出他好像有话要说，秦瑶光吩咐谷雨：你们和四姐儿先走着，到前面等我。三哥，怎么了？秦瑶光垂眸，温和地问。老三的童年经历太过惨烈，导致他性情偏执。他那点浅薄的心理学常识，对此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如今他愿意来找自己是好事。老三垂眸，片刻后从袖袋里摸出来一柄木梳，微微躬身，用双手呈到秦瑶光面前。给我的。秦瑶光从他手里接过木梳，借着檐下灯笼的光仔细打量。木梳是用小叶紫檀做成，散发着淡淡的木质芳香，是一种很清雅的味道。是你做的吗？好漂亮啊！老三仿佛整个人都被烫了一下，极不自在地转开脸去。母亲喜欢就好。他轻声说了一句，原地一揖后转身离开。老三沿着游廊快步走回正房，推开门，就看见老五头上顶着一把铜戒尺，扁着小嘴，正靠墙罚站。做什么？为什么罚五弟啊？三哥，是我不好，该罚。罚什么啊？你就看着啊。五弟还小，还没经过事，我们做哥哥的得教。教什么？你我还有大哥四妹五弟，我们哪一个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还要教什么呀？好不容易才能过上好日子，不就是忘形了些吗？教什么呀？二哥三哥，我没事。你站着。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我们才要好好活着。眼下只是罚站，若是没人能接住五弟呢？没人接住，我就给小五当肉垫，保管摔不坏他。五弟年纪小，你也小嘛。倘若我们不在呢？倘若只有他一人呢？他的每一个问题后都藏着一个让人接受不了的后果，让老三无话可说。倘若他独自面对危险，还不知危险的模样，你又拿什么保证你会一直在他身边？见老三沉默下去，老二继续道：哪怕你在，也不一定护得住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老二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一点。在公主府，5个孩子结伴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但未来的路他们都要各自面对。你实在是清醒的可怕。老三没有咽下最后几个字，转身离开。就当他天真吧。翌日，秦瑶光起了个大早。母亲，可是要出门？我待会儿进宫一趟，若是不在宫中用午膳，很快就回来了。你们安心读书。喜宁宫中，皇太后扶着周嬷嬷的手，在后花园里慢慢散步。娘娘，老奴伺候您回去吧。水边风太寒，仔细着凉。让本宫再待会儿。正在此时，宫人来禀：太
太后娘娘，长公主求见。岳阳来了，我们回去。我们家岳阳如今是出息了，惹出那么大的事，连喜宁宫的门槛都不踏一步。母后，金瑶光拉长了声音撒娇，提着裙子到他身边坐下。儿臣知道母后定然不会不管我的。哼，能耐。金瑶光倚在皇太后身边，接过侍女手里的美人锤，不轻不重地替她捶起腿来。还不错，知道孝顺。纯宁都来了2回了，你这才露面。母后此言差矣，儿臣虽然人不在，孝心却跟着纯宁一块来了的。你呀，替纯宁出气这事儿，你做得不错。说吧，这次回来又想讨什么赏啊？难道在母后眼里，儿臣就是那起无事不登3宝殿之人？纯宁送来的内衣可是儿臣的主意，母后穿的可好？瞧瞧这孩子，生就一张不饶人的嘴。本宫才说那么一句，他倒是一长串搁这儿等着我呢。儿臣如此，那都是母后给惯的。有娘的孩子是块宝，儿臣就是那宝贝。哟，还越发得意上了。皇太后嘴里嫌弃，心头却疼爱的不行。那内衣啊，穿着委实不错。我儿是怎的想出来那样好的法子？儿臣这不是闲来无事吗？就多琢磨琢磨。母后，儿臣此来还真是有事要问您。皇太后会意，给了周嬷嬷一个眼色。周嬷嬷带着殿内伺候的宫女们退下。母后，宁国公府上为何会缺了银钱？岳阳，你何来这个想法？金耀光情之有意，便将他发现汪氏长期从竹峰院里拿走50两的事，还有为了金子给博远侯府求情这2件事一并说了。母后，崔家100年世家，怎会缺了那点银子？儿臣越想越不对，想来寻您问个究竟。汪氏此人目光短浅，不配做我崔家族妇。母后，您如果知道什么，不妨对儿臣直言。此事岳阳就不必问了，本宫自会处置。他不愿多言，这些事情知道了只会徒增烦忧。没缘事法，你又如此高调，那些交了赎金的人家都恨透了你呀。谢家吃了个哑巴亏，面上不显，若是有了机会，定然不会让你好过。还有那博远侯府，再怎么落魄也还是侯府，还有个燕家唯一亲眷的名头在呀。那些勋贵嘴里说着瞧不上他们，这会儿还不知道怎么议论你如何不顾情面，他们又是如何唇亡齿寒。昨儿在朝堂上因此事互相弹劾攻坚，上上下下丢了乌纱之人，足足有10余人呐。皇太后目光如电，看着秦瑶光问：你可会怕？若无皇室，何来勋贵？堂堂公主被卢家内不成器的世家子欺压了去，才是滑天下之大稽。让他们记恨，总比在背后笑话的强。皇太后气场强大，她也不差。2人就这样僵持了片刻，皇太后脸上的表情渐渐松了，展颜一笑：好，说得好。
不愧是本宫和先帝爷的长女，身在皇室最不能缺的就是这股傲气。这些年岳阳过得不好，凶名在外，皇太后没有斥责他半句，一来是心疼长女，二来也是凶名总比怯懦强，总好过纯宁那般被卢毅骗得团团转，被人在背地里笑话来的强。话虽如此，这些日子你最好避上一避，待朝局风波平息，你再回京。儿臣在京郊有个温泉别院，母后觉得如何？你说的那个温泉别院，哀家知道。行，就去那里，多带点侍卫。母后放心，那些人再怎么心里不满，也不敢动我。不行，本宫给你一对青衣卫，出京时带上。青衣卫？秦瑶光讶然，那可是皇太后嫁给先帝时从崔家精心挑选后带出来的心腹侍卫，全由女子组成，每一个人都优中选优，非常宝贵，现在竟然要给自己一对。母后，您到底想做什么？不如儿臣就不走了，留在京里还能帮上忙。你且好好去，把纯宁带上。秦瑶光心头更慌，除了皇帝、皇太后亲生的，就是他们2个女儿了。不用担心本宫，本宫这回要把陈年脓疮给彻底挤干净。你好好的，纯宁好好的，就是帮了为母的大忙。罪臣之女翁冬青见过长公主。起来吧，不必多礼。马车上狭窄，翁冬青用胳膊撑起了上半身，就地坐得笔直。秦瑶光仔细把他打量了一番，当年先帝吐血之后，身体迅速衰弱下去，最后不治身亡。替先帝诊治的便是眼前这位女子的爷爷。静妃娘娘可有什么话？回殿下的话，娘娘说有朝一日还望殿下保全蒋家上下。她这笔买卖倒是做得不错。静妃果然是个聪明人，知道能威胁她地位的并非谢皇后。温姑娘，那你呢？出了宫，你意欲何为？身为长公主，她从皇宫里带走一名看得顺眼的宫女，没有人会在意。奴婢得殿下元首，方能出宫，一切依殿下心意，绝无二心。以她的身份，就算当年时过境迁，不一定有人还记得她。她想要出宫也万分艰难，宫中每一个人的来历都登记在册，没有人会为了一个没有任何好处的罪臣之女去冒这么大的风险，没有人会为了一个没有任何好处的罪臣之女去冒这么大的风险。你有何心愿？奴婢怎么会？长公主把她从宫中救出来，难道只是为了成全自己？温姑娘，我家主子既然问起，你如实回答便是。殿下，如果可以，臣女想要奔赴汝阳，与家人团聚。殿下，奴婢只想再见家人一面，立刻就回。翁冬青没有忘记，如今长公主就是她的主子，她只想要确认家人的安危。秦瑶光却迟迟不语，他知道剧情，翁冬青的家人根本就没能走到汝阳，整个翁家就只剩下翁冬青一个孤女。汝阳距京城路途遥远，你又不知家人在何处落脚，不如本宫先遣人去查访一二，有消息了你再前往，如何？眼下已是初冬，再有1个月就该下雪了，并非出行的好时机，若是被大雪困在路上，反而不美。奴婢听从殿下安排。
回府后，你让曾管家去一趟京兆府，查阅当年翁家发配后的卷宗。长公主殿下大恩大德，奴婢铭记于心。你我能主仆一场，就是有缘，自然不会放任你的事不理。你跟着谷雨去找邓嬷嬷，她知道该怎么安置你。谷雨应下，带着翁冬青往邓嬷嬷所住的小院而去。路上，翁冬青好几番欲言又止。谷雨开解他道：你既来了，就安心伺候主子，时日久了，你就会知道，我们主子最是一副菩萨心肠。菩萨心肠，这可和他在宫中所听见的大相径庭。不过翁冬青自然不会把心头疑虑道出，跟在谷雨身后而去。华木堂中，韩露伺候着秦瑶光。殿下，是这会儿摆饭，还是先吃些点心垫一下？不急，去看看厨房里有什么。他有些饿了，又不大想吃太干巴巴的东西。我果然是被养娇了。不多时，雪莲便端着一屉热气腾腾的鸡油卷踏进房门，把小蒸笼放好，他拿着盖子退下，笑着说：厨房里说昨儿新得了几只从太和来的乌鸡，便取了腹腔内的黄油来熬了鸡油。昨儿新得了几只从太和来的乌鸡，便取了腹腔内的黄油来熬了鸡油，又把面粉细细的滤了好几次，还有晒干的红枣和枸杞都细细磨成粉，才做出来这么两屉。原想着午膳是盛上来的，秋冬时节最为进补。秦瑶光就有些迫不及待，想要品尝这道美食了。殿下，曾管家到了。让他进来。下人收拾了碗筷，曾祥进迈步进门见礼。秦瑶光道：叫你来，有2件事交给你去办。殿下请吩咐。头一件，明儿一早，本宫离京前往温泉别院，今日天黑前，本宫要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这个消息。是。第二件，你是本宫明帖去一趟京兆府，找一桩9年前的旧案，一一查明当年翁院判的家人被流放至何地。不要让人知道你的真实目的。秦瑶光担心被人知晓后会打草惊蛇，尤其是他今日把翁冬青给接出宫，又要查明去向，又不能让人知晓，这件事并不容易。奴才就说奉了殿下的命令，查一桩陈年逃奴案，奴才多带2人去守着门口，具体查了什么，当无人能知。这个借口找得不错。主子这头发养得可真好啊，自打得了宫里的方子，四姑娘的头发一日好过一日。不过若是想要养出主子这样的好头发，至少还得花上大半年的功夫。又何止头发，姑娘家的身子哪哪都该好好养着。燕吉因是燕家大哥的血脉，就冲着燕家满门忠烈的份上，也该优待于他。三哥儿看起来是个不好相与的，没想到还能有这般巧手，呵呵，又孝顺。想到别扭又傲娇的老三，秦瑶光不禁笑了起来。竹峰院的几个孩子都是好的，劳烦嬷嬷多上上心。哎呀，老奴怎敢受得起主子的劳烦2字？待驸马爷回了京，看见几个孩子，想必也会开怀。他一心替主子打算，想着夫妻2人10年未见，就算曾经有些感情，也都淡了去。殿下，是四姑娘来了，说是新学了茶艺，要给您煮一壶茶。是个有孝心的。说是少爷姑娘们都学得不错。学堂里只留了2少爷继续习千字文，5少爷写大字，其余3个都放了。原来是得了半日闲暇。严吉因这孩子得了假也不去玩闹，除了老2，就属他学的最多，也最刻苦，妥妥的学霸专业户。嬷嬷可是有什么事要说？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殿下。今儿上午，老奴按殿下的吩咐，请了太医来替几个孩子和殿下要用的人都诊了脉。结果如何？少爷小姐们的身子和府医诊断无差，太医此来调了下方子，照常调理即可。秦英、秦离的身子骨过于瘦弱，需好好养着，当可无碍。苏迪亚呢？太医诊了，有带下岛经子灵之症，且失了生育能力。他自己知道吗？原本太医把老奴叫了出去，才说了苏娘子的不育之症。不曾想老奴拿着方子进去时，他就在门边，都听到了。四脚学什么都快，这道茶煮得极好。母亲不用安慰女儿。不是你煮的不好，是为母不喜这古法煮出来的茶。不喜欢就不喜欢，装什么装？我就不信，那些个推崇古法煮茶的人里面，全都是真情实感喜欢的。比起清茶来，这种煮茶的方式完全破坏了茶叶原有的茶香，实实在在是黑暗料理。母亲，女儿也不喜欢。两人相视而笑，有种觅得知音的快意。为何只留下二哥和五哥在学堂？女儿不知。今儿一早，周太太就说有些闹肚子，午时请了府医来诊脉，说有泄之症。后来就说我们学得好，放上半日假。这个萧氏果然不安分，一会儿拉肚子，一会儿又说学得好放假，前后矛盾。大哥去了外院的演武场，三哥也跟着去了。你多带几个人，让厨房拿些糕点吃食过去。眼下天冷，仔细瞧着别着凉了。好。母亲，女儿见到下人在收拾行李，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母亲明儿要去温泉别院。怎么了？母亲，我们能去吗？是母亲不好，没有让人先告诉你们，当然是都要去了，要去住上一段时日，你们想不去都不成。谢谢母亲，女儿知道了，这就去叫大哥三哥回院子里收拾行李。看着他脚步轻盈的，好似飞燕般雀跃跑远，秦瑶光心情大好。殿下，皇后娘娘的回礼到了。皇后娘娘可有别的话？没有。这份回礼，她就回几枝绢花或者宫中的糕点，都是极妥当的。偏偏她回了一个昂贵的，把它拿去春堂院给周姑娘，告诉她抄写心经有功，是皇后娘娘的赏赐。让周姑娘收拾行装，明日一早和我们出发去温泉别院。春分刚离开一会儿，雪莲来报：殿下，纯宁公主府上有人来报信，殿下的仪仗正在往咱们府上来。速速把纯宁爱吃爱喝的都备上。雪莲刚走，又有小丫鬟来报：殿下，博远侯求见。让他去明光堂候着，本宫随后就到。长公主府上的茶水不错，博远侯已多时未曾喝过如此地道的六安瓜片，可惜他此刻满心焦灼，哪有这等品茗的心思。长公主到！听到外面的通报声，博远侯立刻起身，面对门口进来的人进行大礼参拜。起来吧。秦耀光淡淡的声音传来，听得博远侯心头直犯怵。微臣有罪，不敢起。哦，那你说说何罪之有？微臣治家不严，养子不教，乃第一桩罪过；未能约束内子，导致他冲撞长公主殿下，乃第二桩。接连犯错之后，微臣没有反思罪过，反而心存侥幸，
妄图求情让殿下开恩，此为第3桩。既是桩桩件件都清楚，侯爷此来又是为何？微臣此番前来，一来向殿下认罪，二来求殿下恩典，赦免内子冲撞之罪，恩准他出狱；二来求殿下恩典，赦免内子冲撞之罪，恩准他出狱。侯爷起来回话。殿下，并非微臣心意不诚，实在是家底不够，年末的租子还没交上来，几间铺子只是惨淡经营罢了，凑不齐100两黄金。博远侯府都穷到这个地步了，连一张礼单的笔墨都要节省着用。博远侯从下人手里接过来一个长条状的盒子，躬身双手呈上。这幅秋日山水图给殿下赔罪，若殿下开恩，且容微臣明年补上不足的金额。秋日山水图，难道是藏有前朝宝藏的那幅图？殿下，不瞒您说，侯府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既然是博远侯亲口说了，本宫就信你一回。殿下大恩大德，微臣没齿难忘。侯爷若是答应本宫一个条件，剩下的赎金本宫就当收到了，再不追究。当真？殿下请吩咐，微臣万死不辞。侯爷不必如此，本宫的条件很简单，不会让你难做。还请殿下明示。诚如侯爷所言，治家不严，乃是祸端根源。驸马的想法与本宫一致，都盼着尊夫人和五少爷在宗正寺大狱中走过一遭后，知国法识大体，从今往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万物到了本宫跟前，使驸马忧心。翻译一下，管好你的老婆儿子，莫挨老子。博远侯夫人不是总拿他是燕长青的姨母来说事吗？这一回秦瑶光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驸马和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不用理会燕长青还在回京路上这种细枝末节。殿下，微臣给您保证，定会好生约束，往后绝不会让您操心微臣家事。殿下，听说您明日就要离京，宗正寺那边您看？你陪侯爷走一趟，到外院找曾管家，让他差人拿本宫的名帖去一趟宗正寺。看了一眼连大气都不敢出的博远侯一眼，他继续道：就说本宫说了，赎金已交清，即刻放人，不得有误。赎金已交清，即刻放人，不得有误。殿下，那逾期的板子……哦，侯爷，既有权利，规矩不可废啊，要不然之前那些挨了板子的人家，岂不是心头不忿？殿下说的是，您就看在驸马爷的情分上。见他把燕长青搬出来，秦瑶光把脸一沉，喝问道：驸马，侯爷是说本宫那位10年未曾见过的丈夫？他今日便要让博远侯知道，妄图用燕长青来拿捏他，是一件多么错误的决定，要从根源上断绝了博远侯上上下下的念想，以绝后患。春分，前院不必去了。殿下，都是微臣糊涂，才给想差了，都是微臣的错，望殿下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当微臣没说过。秦瑶光只冷冷地看着他，一言不发。博远侯膝盖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殿下，殿下，微臣知罪，望殿下开恩呐！既是知罪，你可知犯了什么罪？殿下，是微臣僭越，吃了雄心豹子胆，在殿下家事上多嘴，不自量力。你且记住今日所言，不得坏了规矩。微臣明白了。他跪在地上拱手，一脸沉重。起来吧。
本宫这就让春分跟着你去办事。便先行离了座，扶着韩露的手婀娜而去。将那幅山水图放到本宫作画的书案上，瞧着秋景画得还算不错。把那箱子书开了，画本子都带去别院，其余的送去竹峰院。那李丹上剩下的东西，就让霜降姐姐清点入库吗？若是不宜存放之物，就让她做主分一分，回头跟我说一声就成。秦瑶光则加快脚步，往垂花门而去。他心里惦记着纯宁，估摸着这会儿功夫过去，纯宁该到了。秦瑶光起身望去，纯宁踏着轻盈的脚步出现，看起来这几日他委实过得不错。慢一点，都多大的人了，还跟孩子似的。不急，来听我的口令，慢慢呼吸，呼吸。刚开始纯宁还不明白他的意思，在他重复几次又示范之后，纯宁才跟着他的节奏重新调整好呼吸。姐，我又给你添麻烦了。姐，我又给你添麻烦了。别这么说，既是知道自己身子娇弱，就别大跑大跳，都嫁人了，还跟个小孩似的。可不就跟小孩子似的。清柏见过长公主殿下。青衣卫是。我长着其中一块，若有其事，可用令符召唤于你。是。令符交到殿下手中，殿下就是白队的主人，属下自当随侍左右。不得已时，殿下可动用令符。这个柏有什么讲究吗？回主人的话，青衣卫以树木为名号，属下带领的百字队共有12人。经过清柏的解释，秦瑶光才知道，这12人也包含清柏在内，并各有职责。清柏，你们都会轻功吗？殿下得罪了。秦瑶光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下一瞬，秦瑶光只觉得自己腾空而起，耳边风声呼啸而过。殿下莫怕，我们到了。秦瑶光缓缓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被清柏以公主抱的姿势抱在怀里。公主抱，简直男友力拉满，好 A 啊，鸡拳天菜。殿下站稳了。殿下畏寒，不如属下带您下去。好。清柏，你的轻功这么好，在习武的人中是什么水平？全天下有数的高手中，属下大概排在前30。哇！秦瑶光表面上维持住长公主的仪态，心里却有一个捡到宝的小人在仰天叉腰大笑。清柏，那排第1位的是？清柏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答道：第1位是驸马爷，殿下不知吗？秦瑶光一头黑线。他哪里知道去？话说燕长青这个文武双全的设定原来这么离谱的吗？天下第1。既然来了，跟着我便是，不会亏待了你们。清柏，本宫时常觉得体虚，想找一位武行娘子来教授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你这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殿下，请让属下替您把把脉。把脉？秦瑶光一头雾水，这是学功夫呢，还是看诊呢？难道我天纵奇才，必成一代大侠？正胡思乱想间，清柏已经收回手指道：殿下体虚有先天之症。殿下体虚有先天之症，若只想要强身健体，属下可教殿下练习8段锦。一丝灵光从秦瑶光脑中一闪而逝，快得让他捉不住，蹙起眉间。你把刚刚说的再说一次。不，在之前。属下说，殿下体虚为先天之症。对，就是这句。太医给我诊脉，也说过有先天不足，但本宫生于盛世，长于皇宫，又何来不足？这个问题清柏没法回答。你去看看纯宁在何处，将她请来。先帝体魄强壮，母后身体硬朗，
怎么可能生出的3个孩子身子骨都弱得很？陈宁走得不远，就在园子里赏景闲逛，很快就回来。青柏替他一诊，果然也有先天不足。黄姐，这是做什么？我不是说过想要学一些自保的法子吗？正好青柏来了，可以给我们做老师。两位殿下，属下自当尽力，不敢当一句老师。属下教您一个吐纳之法，早起时使用。好。本宫不用吗？青柏摇摇头。黄姐，您怎的突然想起要去别院了？京里待久了，闷得慌。难道你不想出去玩？好，我们只要在母后寿辰前赶回来就行。真跟我去，不惦记着你的驸马了？姐，我发现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在乎他。没关系的，只要你自己过得舒服，怎么喜欢怎么来。姐，我想去看看5个孩子，上一回见还欠了他们见面礼呢。上次来的匆忙，这一回他可是有备而来。好，估摸着他们也都下课了。秦瑶光正要去竹风院里瞧瞧，萧氏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冷滋心感，纳减饶空，增无杀也，养居虚风。16个姓，就读错了2个。5哥实在太可爱了，5哥实在太可爱了。母亲，儿子见过母亲。我儿子见过母亲。被老五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这样看着，秦瑶光一颗心都被他给萌化了。5哥方才画了什么？这是什么？老二看着老五，嗓音里多了严厉之色。5哥，告诉母亲，你画的这是什么？老二不赞同地看了他一眼，虽说严父慈母，但母亲也慈和得太过了。我又没当过妈，又没做过老师，哪知道该怎么教育啊？我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小五那么可爱，反正我没办法责骂他。母亲，儿子画的是罗勒，您看啊，它上面有一层小绒毛的，这个是它的叶子，还有这个细细的，其实是它开的花了，就是太小了，儿子画不像，其实是很淡的紫色。那这株草有什么用吗？母亲，这您就不知道了吧？可以入药呢，是药材呢，具有疏风解表、化湿和中、行气活血、解毒消肿之功效，着凉发热、食积不化、牙痛口臭、蛇虫咬伤、跌打损伤都可以用。母亲，他厉害吧？他哪里是在问罗勒这一味药材厉不厉害，小脸上分明写着我好厉害，快来夸我呀的小骄傲。我们5哥真棒，这么复杂的药材，5哥是怎么记住的呀？侍卫叔叔受伤了，儿子是在替他熬药时看见的，还以为是草根，差点丢了呢。